哎呦，越塔！哎，我偏走这边，放心，有我在，没意外啊！连着打了3天，天天在学校上无聊的课，还要处理麻烦的人际关系。如果现实能跟游戏一样，只要一直变强就好了。才8点。我有儿子了！我有儿子了！不过孩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是不是坏了呀？我就说嘛，我的儿子怎么可能有问题？耶！怎么回事？我这是被车撞飞了！不行，要摔啦！这是已经升到异世界了。可是我不会就这么摔死了吧？看来这个世界不会让人无聊。我在附近，没错，我穿越了。而我现在所处的是一个修炼至上的灵力世界。我从出生开始就和父母生活在一个荒无人烟的乡下地方，父母看上去也只是普通人，每天的日常就是修炼和学习战斗方法。这不是游戏，而是真正发生的现实。为了变强而修炼，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事吗？这孩子好像有修炼者的天赋，一学就会，这么小就修炼到2阶了。这个世界的修炼等阶分为1到10阶，10阶最强为灵尊，世间少有。8年才修炼到2阶，满级岂不是要80岁了？我得想想办法，让自己变得更强才行。有了！思进今年已经18岁了，已经可以到我的修炼学校入学了。去上学是可以，但他现在好像变得有点太强了。虽然是你们教出来的，但是18岁一般也不过是个3阶灵师。你这是在看不起我们学校？我们学校也有很多优秀的学生。不，虽然我们教了他很多东西，但是他变强的方式，就连我们也看不懂啊。不断的调试终于完成了，美式居合的威力果然不俗。找铁匠打造的枪，用火石的爆炸力和雷石的电磁加速推进，注入灵力子弹。有了这把枪，这个世界一定会跟开了挂一样。面对大型魔物的话，枪的威力还是弱了点儿。看来还得换上更高级的火石和雷石，就什么办法？思进啊，我有些重要的话和你说。虽然你打赢了，但你只是个3阶灵师，去挑战5阶魔物毕竟是很危险的行为，而且一般5阶灵帅也才能勉强战胜的5阶魔物，你竟然给秒杀了！我现在邀请你到我的修炼学校学习，
好好学习常识。继续跟着这2个人，你会变得越来越没常识的。不过，你得隐瞒你的身份，不然会影响其他学生。身份？什么身份？当然是你的父母2人是灵尊，而你是灵尊的儿子这一身份。啊？什么？这2个人居然是灵尊吗？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生活的日头。我满的大个村子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连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！水影脊梁，金瓜祖传秘方，腐朽扬长，复活似有出招。真意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什么？这2个人竟然是灵尊吗？说自己是灵尊，这多难为情啊！你们2个竟然没和他说过吗？灵尊是修炼者修炼到极致所到达的等级，世界上只有屈指可数的人可以修炼到这一高度，而皇家修炼学院却培养出了数位灵尊，是这座大陆中首屈一指的超精英学校。唉，听说我的父母就上过这个学校，唉，不管在哪个世界都逃不了上学的命运啊。我们儿子长大了。哎呀，别难过嘛，思锦不在，我们正好能去度蜜月啊！原来丢我到学校就是为了出去玩嘛。唉，那我走了。入学考试加油！加油！阿金加油！你是最棒的！阿金加油！美女，一个人吗？不要做这么丢人的事啦！这2个人真的是灵尊吗？入学考试还要父母陪着，这学校什么时候变成小孩子来的地方了？得救了。嗨，邢家那恶霸少爷又在惹是生非了，他怎么总惹事儿啊？那个被缠上的公子，怕是没法全身而退了。这少爷仗着父亲是副护军参领，就到处作妖，张狂得很呢。考场应该是往这边走吧？喂，给我站住！这学校只有我这样有家世的人才配来上，像你这样的贱民，还是趁早给老子滚蛋！啊，不好意思，你说了什么？我没听清。那我就让你听个清楚啊！这是怕了吧？这可是我引以为豪的灵术，你现在求饶，我还能放你一马。这是我小时候刚学习灵术的时候，母亲教我的。后来看母亲用灵术，连法阵都省略了，我渐渐也就省略了。真是怀念啊！而且她释放的灵术，能感受到的灵力也太寒酸了吧！
这就是一般人的灵力水平吗？唉，一直和老爹老妈两个灵尊待在一起，害我误以为那就是普通人的水平。怎么回事？到底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放不出火焰了？只是一个简单的灵术罢了，暂时隔绝掉了你手周围的氧气。氧气？什么氧气？哦，对了，这个世界应该还没有关于氧气的概念。唉，说了你也不懂。这小子是在嘲笑我吗？瞧不起我？我一拳要你的狗命！你还是稍微休息一下吧。喘不过气。唉，本来就是个用来灭火的简易灵术，还是第一次对人使用。真是帮了大忙了。我被这人缠上，也不好自己出手，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好，我叫木之兰。啊，你好，我叫思静。难道这就是英雄救美的展开？怎么看她都是颜值十分的美女啊！我在原来的世界就不怎么擅长和异性交流，在这个世界有过交流的也只有老妈。哎，你很强吗？是那家伙太弱了。这样啊。请诸位考生依序将自己全部的灵力注入灵石。看来正如校长所说，这个年纪能到达3阶的都是非常有天分，但在这个学校确实也就是个常见的一般人。他的灵力水平比其他人高很多，看来他不是一般人。哇，好厉害呀！听说她是邻国来的公主，竟然已经达到了4阶。你还挺厉害的。你也加油啊！轮到我了，是说要注入全部的灵力。这是……再这样下去，灵石要炸了，得赶紧把灵力收回来。2阶，怎么还有2阶就来考试的？这不是丢人吗？不对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第一次见到灵石破裂。这道具也太劣质了吧！我都这么收了，怎么还是坏了？不用赔钱吧？未来的我也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着大河走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连着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挤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电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呀你！水映脊梁，青瓜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自有出招。只因蓝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
诸位考生，请注意，入学实战考试即将开始。考试规则如下：在2个时辰内消灭各等阶的魔物，获得点数，1阶为1点，以此类推，获得50点的人即为合格。另外，山中还存在着5阶的魔物，请各位尽可能的选择回避。那么各位，事不宜迟，考试正式开始。这个地方充斥着魔物的气息，就像我家的后山一样。别跑！我一定要通过入学考试。抱歉啊，看你打得这么艰难，忍不住就……谁？你？我认得你，你是等阶测试时唯一一个2阶的，竟然还敢抢老子猎物！婆婆妈妈的干什么啊？玩 RPG 游戏的时候抢怪不是很正常吗？你在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得罪我就是得罪硬将，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你。你在做什么？真是丢人现眼！在这座学校里，可是严禁仗着贵族权力乱来的。你是那个令云，修炼名门令家的少爷，早就达到了4阶，被誉为天才的令云。令什么？什么云？去死的！你给我等着，有机会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唉，灰太狼也说过差不多的话。真是帮大忙了，你人真好。我叫司进，你好。我叫令云，大家都对我敬而远之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说我。哎，既然这么有缘，我们不如组个队，一起合作通过考试吧。说不定和低阶的考生一起行动，会有额外的加分呢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正好看看4阶的水平。这场考试不仅仅是要考验实战能力，更是在考验团队配合能力。这次的考生基本上都是3阶的修炼者，少数突出的为4阶。但是即使是4阶，也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单独完成任务。只有每个人各擅其职，发挥出优秀的团队配合，高效率的清理魔物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。来这所学校的考生基本上都是贵族之子，大家的生活环境中基本都碰不到魔物。说实在的，就算我是4阶，也不是很有信心。所以我们得制定完美的作战计划，你负责防守，我负责攻击。司机，这是4阶魔物双头犬，你快跑，我想办法对付它。被包围了，快点解决掉这一头，然后去救司机。他好像因为害怕而动弹不得了。这可糟了，考试才开始1炷香的时间，这俩就被4阶魔物包围了。厉害！第一次见到双头犬这种魔物，怎么做到的？魔物化而导致的基因突变吗？还是异常染色体的遗传？能吃吗？好吃吗？怎么吃？就是现在！那这招又如何？果然单独消灭4阶魔物还是有点难度。差点忘了，司机，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不愧是令家的少爷，竟然将成群的4阶魔物秒杀了。照他的实力，说不定连5阶魔物也……不，正因为4阶修炼者不可能战胜5阶魔物，我们才在这次考试中设置5阶魔物的。这么做，同时也是为了考验考生回避危机的意识。怎么可能有人会去主动挑战5阶魔物？说的也是。而且这个5阶魔物是这座山的山王，如果他死了，山上所有的魔物都会失去战意，到时候考试也得被迫终止。司机，你这小子可别给我搞事儿啊！围绕着我游走，去见一个朋友。
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头大汗，总去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炸个东南西北，沿着边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电大的眉毛，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黄粱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火呀你！水银几两，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蛊惑自有出招。水银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司静啊，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，但是我们继续往下走的话，根据我的灵力探知，五阶魔物就在我们前方。你不会是想找五阶魔物打架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只是我发现有人往那边去了，说不定能帮个忙。可能是没有掌握灵力探知的学生。那还真得去救他了。哎，这怎么会有考生朝着五阶魔物去了？趁这个机会，说不定真的能消灭五阶魔物。击败了五阶魔物，应该能直接入学。竟然毫发无损！看来他已经惊动了五阶魔物，我们再继续往前也会有危险。不愧是五阶魔物，我只能到此为止了。你没事吧？我看来是没啥事。那我们赶紧逃跑吧！别刚耍完帅就开始逃跑啊！说起来，难怪一到这儿就感觉有熟悉的气息，原来是我家后山上那只大家伙的亲戚啊！说的好像你跟五阶魔物很熟一样。快别评了，能不能想想办法？你不知道，就凭我们几个和他战斗是很危险的事吗？你是多没有常识啊！一般来说，仅凭我们是没办法一口气解决3只4阶双头犬。但你在等阶测试的时候隐藏实力了吧？这会儿你就别装了，保命要紧。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好了。什么好了？你抛出去的是什么？趴下！五阶魔物被秒杀了。这是五阶魔物被消灭了。司静这小子又肆意软碟，你俩的小崽子可真会给我惹事儿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都跑了？学校开创300年来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能在入学考试中消灭5阶魔兽，所有魔物因此失去战意，考试只过了2炷香时间就无法继续。这样所有人将无法合格，我们将失去大量生源。没办法了，那我们只能把所有学生都招了。司机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师承哪门哪派？谁给你传授的招式？轻点吧。好了好了，
每个人都有不想提及的过去，等他之后愿意说了，再问也不迟。话是这么说，下面有请李先校长致辞。那么首先恭喜大家入学啊！但是请不要以为入学了之后就可以安心下来，现在还只是个开始。在这个实力至上的学校里，无能之辈会被毫不留情地舍弃，跟不上的人只能被淘汰，成为他人的垫脚石。大家要知道，我校诞生过多位灵尊，在校教师也基本上都是8阶以上的高阶修炼者。在上次的炼魔大战中，本校师生的参战铸就了现在的和平。如果说有一种力量能够守护大陆的稳定与繁荣，那就是我们。听起来很帅嘛，看来我也要好好努力，早日达到灵尊的境界。兄弟，你这笑话够好笑的啊！这个学校天才辈出，但真正达到8阶以上的也不过寥寥数人。你一个2阶就不要做梦了。是啊，有远大的目标是好事，但不要钻牛角尖，免得被现实打压得一蹶不振。这话由他来说，可不算开玩笑。请不要泼我冷水，谢谢。接下来由在实战考试中击败了5阶魔物的新生代表发言，有请司静。在叫我啊！他是打败了5阶魔物的强者。什么？既然一起入学了，大家都是同学。我以前上课回答问题都会紧张的说不出话，现在这场合要我说什么啊？我希望能和所有人成为朋友，大家互帮互助，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，大家一起进步。什么玩意儿？这小子不是等级测试里那个2阶的废物吗？就你竟然还想和我们成为朋友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，怎么可能真是你打败了5阶魔物？你肯定是沾了那2个4阶的光。居然这么群情激愤，看来这一世也没法在学校里拥有好人缘了。司机，我有话和你说，我劝你还是低调一点。这个学校里全是血气方刚的人，到时候天天有人找你麻烦。不怕，反正没人打得过我，你老就别担心了。担心的就是这个。总之，你还是少用一点稀奇古怪的招式为好，免得别人对你的身份起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围绕着我一走，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个大河，走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，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呀你！水银脊梁，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似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，落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
这节灵术基础课先做个测试，用你们最拿手的灵术攻击标靶。剑息千里。哇，这招如果吃上一发，估计人都要没了。不愧是四阶，哇，好厉害啊！能教教我吗？也就这样吧。轮到我了。哟，这不是那个2阶的废物吗？你会用灵术吗？听不到，听不到。这里还是稍微低调一点吧。就用刚才看到的那个木之兰的灵术，应该是有余力把空气压缩成剑的形态。无力，剑命中目标时，力量的无力就会被打断，压缩的空气就会发生爆炸。那我就把威力定在3成左右就好。威力好小啊！你小子有这水平，不错了。就这样吧。让你见笑了，果然跟你比起来还是差很多啊。司机，你这是我独创的灵术，难道你刚刚看了一眼就学会了？这糟糕了！下课喽！终于下课了。刚刚太危险了，灵术还是不能乱学。找到你了，司机。我得走快点，把他给甩了。为什么甩不掉啊？你干嘛啊？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啊？刚才学我灵术的事，你还没说清楚呢。这事儿能不能明天说？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能比这个还重要？淘宝商铺正在搞开学大促销，生活用品全部10块钱3样。真没想到你这样的公主也会来挤促销活动啊！我虽然是公主，但是我的国家并不富裕，和这个国家根本不能比。你把我当普通女孩子就行。这个触感，不好意思啊，实在太挤了。没关系。结果，让一下。终于进来了，长官。这个和那个，我也要这个。好嘞。我出生在一个游牧民族建立起的国家，也就是说是在草原上。无边无际的草原，刮着永不停歇的风，草原深处还有羊群清闲地吃着青草。一定很漂亮吧？是啊。哎呀，太适合你了！夜晚的时候，皎白的月光照在草原上，天地间一片静寂。晚风悄悄地吹过，草浪随风齐驱。猫呀！特别是夏天的草原，深吸一口气，清新的草木味扑鼻而来。你想家了吗？这个还是不要了。你怎么一点生活用品都不买啊？我所有的花销都是人民的血汗钱，不能乱花。走吧。老板。是不是很重？没事，我简直就像个陪女朋友逛街的苦逼男呢。我们去那边休息一下吧。话说你为什么想要变强啊？你明明是个公主啊。为什么？我的国家贫穷弱小，
必须要有大国的庇佑才能存活。而身为公主，我能做的仅仅是成为和大国政治联姻的工具。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变强，成为灵尊，这样我就可以一人战一国。但所有人都劝我放弃，说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在开学典礼上，我看到你大胆说出要成为灵尊的时候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喏，这个给你，辛苦你了，以后我们一起努力吧。不能让他看到。什么情况？你说的对，我们一起努力吧，思静。我们决斗吧。回到这儿我游走，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头大汗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炸个东南西北沿着边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挤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电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焰你水银计量，金瓜祖传秘方，腐朽扬长，复活似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我们决斗吧！这是什么展开？你看今天天都快黑了，要不明天再说？果然穿越以后就能后宫成群的说法都是骗人的。晚上正好没有外人看到，而且我已经通知校方了，担任见证人的老师应该马上就到了，我可不会让你溜了。真麻烦，大晚上还要加班，我倒要看看哪两个小兔崽子刚开学就要决斗。哦，是你们俩，那还挺有趣的。据说这两个学生在入学考试的时候击败了5阶魔物，我已经有点期待一会儿的决斗了。老师，我可不可以拒绝决斗啊？按规定是可以，也没有什么惩罚，只要跟见证的老师说一下就行了。但你们的决斗很有趣，我不会同意你退出，不想打就让他切了你吧。木之兰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决斗啊？我只是一个2阶。2阶？你一直在隐藏实力，在这届学生中，你才是最强的那个。而且，我很久没有遇见能够让我全力一战的人了。感觉风越来越大了。木之兰果然是风系能力。每个人的灵力都有天生的属性，最常见的是火系，也有更为精妙的雷系和冰系。不过风系是公认的攻击力最弱的属性。那时候4阶的木之兰全力偷袭5阶魔兽，却连皮外伤都没有造成，就是这个人。不过那仅仅是对皮糙肉厚的魔兽来说，要切断人的身体
一道锋刃就绰绰有余。什么时候？风系的力量虽弱，但也不容易被察觉，而且风的攻击轨迹变化多端。更重要的是，风系不被大家看好，所以风系的修炼者和其他修炼者对风系的战法研究都非常。不过看来，已经掌握了风系灵术的战斗方法。风系的攻击又快速又密集，要是看清就很勉强了，来不及构筑灵术防御，要是被砍到，可就完蛋了。怎么了？只是躲闪的话是没法赢我的。不把你那些古怪的手段使出来吗？之前司静用了奇怪的道具，秒杀了5阶武圣，这次又会使出什么手段？答应了校长不要乱来，这里还是用普通一点的方法。想接近我打近身战？天龙气旋！什么？这太夸张了吧！就算木之兰已经是4阶，可天龙气旋是6阶的灵术，他不可能用出来，何况是这么大的规模。原来如此，这不是天龙气旋，而是精妙的操控低级的风系灵术，做出天龙气旋的视觉效果而已。果然毫无攻击力，换言之，这是障眼法。唉，真是千钧一发。居然是用剑吗？绝妙的风系灵术对上绝妙的剑技，这次见人不亏，太有趣了。看来你想只用剑术来对抗我，是在小看我吗？我以前那些被你破解的小把戏，肯定派不上用场，那还不如化繁为简。无论你来多少次攻击，无论多么诡辩莫测，一剑斩之。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1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个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火焰你随影伎俩，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蛊惑自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第一次见到有人能用剑术破解风系灵术的连续技能，而且拿剑之后，这小子的气场变了，没有了之前的慌乱，
甚至身体在意识之前先行动了。这小子到底是怎么练的剑术？小剑，今天开始教你剑术。好，果然帅气的男人就是要用剑。小剑，你听好了，剑是身体的延伸，剑术的主要技术就是劈、削、挑、刺。然后呢？然后，没别的了，就这样。接下来努力练习就是了。就这？没有什么特别的必杀技吗？月牙天冲啦，天翔龙闪啦？这老爸有点太弱了吧？哎呀，没那种玩意儿，无招胜有招嘛。来，跟我对练。看来还是得我自己想办法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攻过去喽。哦。我看这便宜老爹就是想要我的命。阿季，思义，你下手都不知轻重的嘛！这小子对练的时候挺倔，我后面一不小心认真起来了。从小开始习剑，1年365天，10年时间，风雨不断，每天都在经历狂风暴雨般的爱的抽打。再来！感谢亲爹的锤炼，让这草原之风变得不足为惧。来喽！斩！只近了身，立场就相反了。现在你来得及释放灵术，当我的剑招吗4阶灵术，封神剑。思进手里的普通铁剑承受不住木之兰的全力一击，为了避免伤亡，该出手就出。1阶灵术，震动！什么？看来是平局了。木之兰少，你这也太好胜了，至于吗？真正的战斗就是要不择手段的，是你太大意了。好了，胜负已决，你可别瞎想。你娇羞什么啊？让我别瞎想什么啊？好了。按照木之兰国家的习俗，他这个年纪，如果跟一个男子正式决斗输了的话，可是要以身相许的哟。这习俗也太福利了，难怪他赖皮也要赢。可惜啊，你刚刚要是能一鼓作气，谨慎一点，没准就多了一个老婆了。看来我没这个命啊。我看这小姑娘对你好像有点意思。不过，身为老师，我还是要提醒你们，学业为重，不要早恋哦。好，怎么每个世界的老师都爱这么说啊？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1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头大汗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那边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大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你双眸生光，
印堂发亮，吉兆天降。我呀你，水银脊梁，云挂祖传秘方，不朽扬长，复活死有出招。水银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，落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哦，早上好，一起去教室吧。嗯，好。我原本以为你只会用一些奇怪的手段，没想到你能把剑术这么基础的技能练得那么强大。啊，看来还是我不够努力。那不是4阶的木之兰吗？边上那个2阶这就开始当舔狗了？哼，献殷勤的小人。我后来打听了，五阶魔兽被打败的时候，木之兰和令云这2个4阶强者都在，那个2阶肯定是捡了便宜。他是不是上面有人啊？怎么好事都算他的？真无耻！哎，他们这样说你闲话，你好像一点都不在意。习惯了，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也总被人排挤，而且我现在比他们强，哪有空在意这些小人物的看法？如果不是跟你熟了，就你这嚣张的样子，我也忍不住想揍你。请你放手！喂，凌波，我说过见到我要低头行礼吧。高晨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这里是学校，我没必要听你的。你是不是不想在这里混了？这姑娘是我们班的凌波吧？她惹了什么麻烦吗？高晨是王都守卫高家的长子，凌家是他的附属家系。虽然凌波的父亲是个剑术高手，但是年事已高，身患重病，所以高家会有点过分。你也来了，要不要上去帮忙啊？王都各个贵族的关系很复杂，我不方便动手。哎，你上呗，出了事我再给你撑腰。行，那我去揍他们。我最讨厌这种仗势欺人的家伙了。哦，你不上，让他上。阴险还是你们城里人阴险？多谢夸奖了。喂，都给我住手！一群大男人欺负一个妹子，也不嫌丢人。切，口气那么狂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？一个2阶还敢管我的闲事？真以为有令云和木之兰罩着，我就怕你啊？那个2阶居然去找高晨的麻烦，好歹高晨也是3阶中最强的那一批了。哼，乡巴佬不懂规矩。他不会真以为有令家少爷做靠山，就能在学院里横着走吧？就算是令云本人，也不能随便跟高晨杠上啊！我看这次他要摊上大事了。你不配我出手，识趣的就快滚！把你的脏手放开，不然就打断你的手。哼，好样的！本来看在令云的面子上不想跟你计较，现在不能就这样放你走了。令云，你要再说什么，就是跟我们高家作对。你别误会，这是你跟司机的事情，你们只要不闹出人命，我就不会管。你听到没？你的大靠山不罩你了，长长记性，乡巴佬就应该乖一点。乡巴佬，听到了？他说只要不闹出人命就行。被受死吧！2个3阶，还有3个2阶，嘿，
太弱了，都不需要认真动手。一阶灵术灵冰，控制灵力输出的方式，让冰面变得薄而平滑。然后是一阶灵术焰放出。哼，这灵力太弱了，这种火焰连我的一根头发都烧不着。又没说要烧你们，只是要把地上的薄冰化为水而已。你们知道水是很好的导电介质吗？什么导电介质？2阶灵术。对付你们这些白痴，幼儿园等级的灵术就够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肯定用了什么手段。换你能办得到吗？别开玩笑了，那5个人里可是有2个3阶的，这人真的只是个2阶吗？但他刚用的灵术确实都是1阶和2阶的呀，你也会啊？可我以为那都是练习用的，谁想得到能拿来实战呀？这家伙，凌云，你敢指使你的狗来找我的麻烦？我刚刚说了，这跟我没关系，是你和思静之间的事吧？那么手你也动了，输了却跑来我这里纠缠不休，还侮辱我的朋友，你是真的想死吗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。凌波，你要以为有人护着你，你就没事了？那么多废话，还打吗？思静同学，谢谢你。我们只见过几面，你就愿意替我出头，你是个好人。不过，这个终究是我的事情，还是需要我自己来解决。高晨，发起决斗！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1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个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变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大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我呀你，水影脊梁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蛊惑似有主张。只因满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高晨，我要向你发起决斗！都7上头了。凌波，你凌家家主当年仗着自己剑术高强，无视宗族地位高低，多次与我高家作对，使我高家蒙羞。如今你也和我作对，低劣的血脉生下了的人也是低劣的剑术。司机，凌波，小心！
你我的人没必要再活着了。说是强者，对付一个妹子用偷鞋？糟了，高家的仓火不是普通的火系灵术，威力要强很多。没事的，我见过很厉害的剑士，所以看到凌波的姿势，我就知道了，比高晨强得多。银川流，十字星。什么？银神流，入血，还不住手！这是7阶强者的祭血，凌波有危险！凌波！是谁？7阶强者的一击，完全没有收手的意思。这老东西想杀了凌波！放肆！还不收手！这个老东西是真想下黑手。借用一下你的剑。哦，好。乡下来的小子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把火焰燃烧需要的空气吹飞！不行，我的火箭输出不够。我的火焰也是你能应付的吗？这个角度应该不会被发现。想吧你，臭老头！四季，我没事，只不过刚刚爆炸冲击太强，凌波晕过去了。高启进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作为掌管纪律的老师，管教一下不规矩的学生，有问题吗？这个人是谁啊？这是纪律科老师高启进，高晨的叔叔。那就是公报私仇了。你们这边贵族斗争那么凶残的吗？我看我还是回山里好了。你这是管教学生，明明是想杀人。高启进是高晨的叔叔，我看就是想报复杀人。不至于吧？怎么说也是老师啊！就算公报私仇，你敢上去说句公道话吗？别吧，我可不想自找麻烦。叔叔，高晨，这里没你的事，先去上课吧。啊！站住！刚刚高晨找凌波麻烦，被凌波发起决斗挑战。你身为老师，一不追究高晨惹事，二来在决斗中偏袒高晨，对凌波出手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真的有人出头作对，我对这个二阶刮目相看了。嗨，别二阶的，他刚刚一打我，还从高启进的进攻里全身而退。我现在相信，他真的干掉了5阶魔兽。决斗要正式向学校申请，有老师见证才能进行。你们这是私斗，我只是阻止你们。是高晨先出手的，要阻止也是阻止他。何况刚刚还想下杀手。笑！我如果真的要下杀手，还能活着吗？如果不是我收手，安然无恙，还是说就凭一个2阶新生就能挡住我的攻击？技不如人，就别丢人现眼，下次有你好果子吃。哼！下次？臭小子，你想做什么？圣马的防御灵术防御力有限，但我可是7阶强者，怎么会拦不住一个2阶的突袭？啊！叔叔，还有攻打别人，来算账吧！四季，停！找死！那就比比谁的命硬。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一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围绕着我游走，去见一个朋友。
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头大汗，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，沿着边境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电大的眉毛，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县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！水晶脊梁，青花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主张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那喜饼，谁的命硬？吓我一跳！要是让这3颗小玩意儿炸了，教学楼又要重修了。高老师，你闹得太过头了。校长，高老太爷是我的至交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我不追究你。不过纪律科的事情，你以后就不用管了。是，校长。司机，你跟我过来。好的，校长。我去一下，你们照顾凌波。你回家闭门反省，什么时候复学等通知。是，校长。司机，来打我呀！哎呀，结束了，赶紧去上课吧。哎呀，那个司机运气真好，关键时刻校长出来救他。那也未必，我看司机对上高老师的时候丝毫不惧，怕不是留了后招，不然岂不是去送死？嘘，小声点，高成和高老师还在。害怕什么？有本事他们打赢再说。高晨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这次连累叔叔了。你先回家好好休养，这笔账我们一定会找机会讨回来。司机，你这小玩意儿挺有趣的，留给我研究研究吧。校长，你研究完了可别把我的秘密武器到处宣传啊！我要是没有及时赶到，刚才你打算怎么脱身？没想过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只有抱着这个想法，我才能有一线生机。司机，你年轻，实力又很强，父母都是灵尊，有大好的人生前景，怎么现在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子亡命之徒的味道？怎么看都很奇怪，怎么回事呢？被校长怀疑了，怎么办？要不坦白一下，我是穿越来的，好像也没什么不能说的吧？校长，其实我……司机，你不用告诉我你的秘密，我只是好奇，你为什么要替凌波出头？我以为你跟穆之兰已经快成事儿了，你小子的目标不会是要开后宫吧？这世界的老师都怎么回事啊？我只是看不惯这种恃强凌弱的事情发生。所以你就要管？
哪怕会让自己深陷于危险之中。校长，你可能不太理解，其实我以前也是一个瞻前顾后、什么都不敢做的人。明明有那么多的不公、错误的事情，但是因为自己的弱小和懦弱，什么都不去改变，最后厌恶他人，也厌恶自己，孤立自己，在虚拟的世界逃避现实。比起什么异世界、什么修炼，也许这种心境上的变化，才是真正的重生吧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，绝对不会向错误做出任何的妥协。如果力量不够，那就变得更强，变成最强。我要成为灵尊。唉，累死了！怎么刚开学就有那么多事情啊？交交朋友、谈谈恋爱的快乐校园生活，怎么就跟我无缘呢？而且，好像已经惹了很麻烦的人，还被校长盯上了。思进，我再提醒你，你身份特殊，少惹点麻烦。更重要的是，不要随意损坏公物。你气死我了！什么损坏公物啊！竟然这样说我！你只在教学楼柱子上刻几个字，气死这个老头儿！他刚开学就疯了一个。唉，不过进了学校也有好处，我总算能有一个强弱的标准了。思静同学，你好，小女子名花一，是你的同学。啊，早上好。听闻昨日思静同学见义勇为，重伤高晨，还让纪律科高老师吃了亏，还以为会是一个可怕的人。过奖过奖，花一同学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你这是啥情况？该不会被我迷住了吧？小女子有一封信，想要交给思静同学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情书？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一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你带着我一走，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头大汗，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炸个东南西北，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聊着天，他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火呀你！水银几两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情书？思静同学不愿接下。怎么可能？那我就收下了啊。那小女子就先行告退了。哦，这么一看，我们班的美女可真多啊！哎，你刚刚是不是在想，
你们班里的美女真多啊！老师，你不要吓我啊！你这个断句是不是想骂我？赶紧上课去，信也别藏了，我都看见了。再说也不一定是情书，就你这个麻烦的体质，说不定是挑战书呢。说的好有道理啊，还是看一下吧。啊，思静同学，你来了，快请进。花一同学，你平时就会在这里吗？是的，小女子的灵术比较特别，是治愈之术，所以在药炉工作也是学习修炼的一环。快进来吧。哦，铃木同学。思静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还要你跑一趟。本来应该我去找你道谢才对。你虽然没有外伤，但身体受了震荡，还是不要随便乱动。你找把椅子坐吧。我没事儿，你不用管我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思静同学，你的剑术很厉害，但是应该没有自己专属的佩剑吧？我家里可能有一把很适合你的剑。邪剑忘归。邪剑忘归？你看了就知道了。明天下午到场见。好的，那明天见。邪剑是你父亲给你的礼物，送给他真的好吗？我觉得父亲将得到的邪剑送给我，也是想让我为邪剑寻找有缘人吧。现在认识了思静同学，可能这就是命运的安排。原来你已经将自己与思静同学的相遇当作是命运的相逢啦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啦，花一，你不要乱想。邪剑忘归，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如果真的成了我的佩剑，那真的是太酷啦！这才是穿越应该有的展开。就是这里了，好大的道场啊！思静同学，你来了啊！身体没事了吗？托你的福，已经没事了，不然花一也不会放我出来。不要说的好像是被我监禁一样。花一同学，你也在啊？不管怎么说，认识第一天就发生了英雄救美这么劲爆的事情，现在才隔离1天就邀请到家里来了。哎呀，万一孤男寡女独处一室发生点什么……花一，你不要再拿我开这种玩笑了。你们感情真好。花一同学的性格跟第一眼看到的印象差好远啊！道场的学徒比我想象的要少呢。今天是放假吗？当初因为父亲剑术高超，才成立了灵神流，建立了道场。现在父亲已经不能持剑，道场也就衰落了。先不说这个了，我们到了，邪剑忘归就在这里。居然是苗刀，直接拿起来会怎么样？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什么？说话了，声音直接传到了脑中。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你用宝卡莫诺斯做开场白，是想我收了你吗？喵的，可算遇到跟我一样穿越过来的了，快陪你老跟我聊聊天，憋死我了！什么鬼？这一点也不帅啊！气氛好像不太妙啊。思静同学应该不会出事吧？小哥看过宝可梦吗？你的灵魂该不会是个美少女吧？你打算给我1年发多少薪水？有没有寒暑假？
要不还是算了，我们不合适。哎，等等，我就问你一件事，你打不打算开后宫？开我就追更了。凌波，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是我可能也没法驾驭这把邪剑。是吗？真遗憾。你还会回来的，林家的问题还得靠我的力量才能解决。怎么还能听到声音？这剑是蓝牙吗？一旦连上了，就可以无线通讯。你怎么不听话呀？堂堂邪智八方，惹我生开花！啊，原来走远了，信号就断断续续了。这把剑是你父亲在哪里得到的？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。这是我父亲的第2把佩剑，不过他很少使用，毕竟大部分情况他使1把剑就能战胜对手。哦，哟，还搁这吹牛呢？你爹那么厉害，牵出来溜溜呗。什么人？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1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回到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的大河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呀你！水影脊梁，金瓜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似有出招。只因蓝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没想到麻烦来得这么快。这是来踢馆的吗？一般即使有人上门切磋，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嚣张跋扈。我看这些人是高家来报复我的吧？既然知道，我就直说了，就凭你们几个还敢得罪高家，今天就要砸了这道场。你身体刚恢复，这些小卡拉米，我来替你解决。口出狂言，让你尝尝我七星连环剑的厉害，还有我的真爱连环剑，看我夺命剪刀脚！你那个根本不是剑术吧？资金流剑术，为父亲暴打30天的剑技，让你们感受一下父爱的伟大，这样以后就不会说出侮辱人父亲的话了。好强啊！好厉害！唉，这种程度还给别人当打手。思静同学，应该是你太强了。虽然这几个人灵术不太行，但武力值和3阶差不多，放在普通人里也算是厉害的练家子。哦，如果是我转生前的世界的话，这几个人的确算得上是练家子了。换做以前的话，被秒杀的就是我了。喂，别睡了，快醒醒！谁派你们来的？少侠饶命啊！我们只是收了高家的钱过来闹事而已，具体是谁指使的，我也不知道呀。
他们就是被派来恶心你们的炮灰而已。他们的确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这次惹毛了高家，这个破道场估计也要保不住了。陆萧，你这个叛徒，居然还敢出现！不要这么说嘛，毕竟我也是大师兄，道场要完蛋了，我当然得回来看看热闹。如果你无家可归，我也可以大发慈悲收养你和那个老废物。老废物扔到柴房，而你就做我的贴身丫鬟。哦，这个小子是道场新来的门生，一言不合就砍人。可惜，无论是剑还是剑术，都输我一截呢。还来吗？我还有很多可以对付你的手段，不过你把我的剑打断了，得赔钱。这事得先结一下，我们才能继续。才出来几天就弄断了2把剑，难道我命中注定不能做个潇洒的剑客吗？这个腐朽的道场里，什么时候出了你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家伙？我叫陆萧，是早就背叛师门的大师兄。新来的，你叫什么？思进，皇家修炼学院学生。你们惹了高家，想保住林神流招牌的话，下周的御前比武，你们必须参加并且胜出。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个？本来我是打算痛打落水狗的，但毕竟我是你们的大师兄呀，我可是时时刻刻担心大家的安危呢。求求你的小男友，让他替你出赛吧。哼，小男友，陆公子讲话好生直白。是思静同学，不要听他瞎说。没事了，我不在意这些。不过对不起啊，我又把剑弄断了。你不用抱歉，这把剑没那么珍贵。那个陆萧拿的是什么剑啊？为啥这么厉害？他拿的是我父亲曾经的佩剑，灵剑蝉鸣。现在道场里只有邪剑忘归可以与他抗衡。原来是这样，要不我再去试试？思静同学，也许我潜意识里希望你能得到邪剑，是想让你欠我一个人情，这样你就会帮助我们道场夺得御前比武的魁首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明天学校见。大哥，这里是不是没我们的事儿了？要不我们就先回去。差点就忘了你们这几个老六。听你之前的意思，高家会一直派你们这样的小卡拉米来搞事没？不会。不要啊，大哥！别拖，我们错了，大哥。唉，这样应该就不会再有小卡里米过来惹事了。你这招杀鸡儆猴实在太厉害了，我都快迷上思静同学了呢。花一，你不要开我玩笑了。说起来，今天怎么没见到凌波的父亲啊？林馆主在许多年前就已经闭门不见客了。听说林馆主曾经受了重伤，导致实力大不如前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思静同学不知道此事。人魔大战最终决战时，魔帅派出第3魔将偷袭大陆的补给线，是林馆主凭借一人之力击退了魔族部队，将第3魔将斩杀。但他自己身负重伤，无法再拿剑。这么说，凌波的父亲是因公负伤，这不是应该给一个英雄待遇吗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贵族之间没有你想的那么美好。高家将自己战略失误的责任怪罪在林馆主身上，最后林馆主杀敌之功全部将功抵过了。我去，这也太不是人了！
高震和高启信这副德行，果然是家族遗传。那思静同学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那还用说吗？搞垮高家，揍他丫的！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一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个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连着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大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火呀你！水银几两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主张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太不像话了！凌波要为他们到场比武做准备就算了，为什么思进这个臭小子也没来？华夜，思进是不是跑凌波那儿去了？我也不清楚思进去哪了。思进果然不凡呢。思进同学，你真的要再次尝试拿起邪剑吗？我想再试试，反正之前拿起它的时候也没发生什么，说不定对我免疫呢。看，啥事都没有吧？真的？之前你拿剑时气氛很怪，还以为出事了。怎么不说话了？这么安静。哎，对了，跟我说说御前比武吧。御前比武其实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举办了。原本武术和灵术是2个旗鼓相当的大流派，无论是哪一种，都需要使用灵气。不同的是，武士调动自身的灵气，通过武技的配合，释放出强大的招数；灵术师则是强化与外界灵气的沟通，通过自身的灵气引动外界灵气，从而释放出各种灵术。可是现在好像大家都是灵术师，武技只是辅助用的。不论是武术还是灵术，都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力。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人，彻底的改变了灵术的修炼体系，这让灵术在修行之初变得相对容易。每个人只要通过努力，就可以又快又稳的达到一定程度，这才有了现在全民皆术士的情况。但是武术一直没什么突破，无论是道场也好，御前比武也好，都衰败了。你刚说的那个改变了这么多的人是谁啊？好像很厉害。思进，你究竟是哪个山沟沟里出来的？怎么什么常识都不知道？这个估计得怪我那不靠谱的父母。他是初代树之灵尊，也是学院的创始人。他把灵术按照属性进行细分划分，现在使用的灵术阶级标准也是他制定的。
他是千万年来的第一天才。这种做事思路，你猜的没错，他跟你我一样，都是穿越来的。而且你绝对想象不到，他作为名言流传千古的话是什么？我比烟花还寂寞。这不非主流吧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没准就是葬爱家族的成员呢。思静同学，你没事吧？不会是受了邪剑影响？没事，我没事。你怎么舍得开口了？我以为你终于被超度了呢。我本来不想搭理你的，谁让我好心肠，看到你对御前比试一无所知，才出来给你指条明路，去见凌烈。凌波，我想见一下你的父亲。请随我来。如果你要继承邪剑，的确应该让你见一下他。父亲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你让他单独进来吧。前辈，打扰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思静。什么？没有剑砍过了，只是剑意混了少许杀气，就好像实质的剑刃一般，吓死我了。不错，竟然能感受到我的剑意，并且做出反应。你说你叫思静？原来是剑之灵尊思义的儿子呀！我女儿这憨丫头，这回可真是捡到宝了。思静，你可愿做我的女婿？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一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你带着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着大汗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呀你！水影脊梁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蛊惑似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，落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思静，你可愿做我的女婿？前辈，别的先不提，你这一身杀气的跟女儿相亲，不太行吧？不愿意吗？是不是嫌我女儿身材不好？哎呀，小子目光要长远，现在他还在发育期呢，他妈妈火辣的很，令步枪来也不会差呀。前辈，这个得让凌波自己来决定。原来是这种性格呀，我女儿估计被他吃定了。这种在学校里面应该招不少女孩喜欢呢，颇有我当年的风范。
这老头怎么回事啊？不是我自夸，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？那我的主人是什么样的家伙，你没点心理准备？不过这很难办呐。现在的你要是想打败陆萧的话，只能修习我的剑技。但是我的剑技只传内不传外，你又不肯做我的女婿。哎呀！哦，要不你认我做干爹吧？嘿，便宜你了。咦，这也太随便了。而且我父亲怎么说也是剑之灵尊，就算你是除他以外的剑术最强者，撑死也就是9阶强者。我在他的指导下练剑10年，如果还是打不过陆萧的话，跟你学几天剑，又能强到哪里去？真的不想学吗？配合邪剑才能使用的偃月灵心流。我灵神流的剑招有十字星、落月、夕照、若风、秋雨、微圆流霞。爸，就知道你爹这个把剑当棍子挥的家伙，什么剑招都没教给你。唉，没办法，我爹说无招胜有招。你爹说的没错，等你再练几十年，这些剑招也就没什么用了。你爹是剑术天才，所以不懂剑招的用处。御前比武就在下周，1周的时间，我能掌握几成啊？能在跟陆萧的对决中起到作用吗？你天资聪颖，基础又很好，1周时间不吃不睡，大概能入个门吧。那不是完全没用。这不是还有望归吗？啊，望归，1周的时间在你这里可以转换到什么程度？不知道，也要看司机的精神强度，保守估计1年吧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来喽，菠萝菠萝蜜！这是什么山寨口诀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控制了你的精神，可以把这里看作是梦境、潜意识。这里的时间和现实世界是不一样的。只要你的精神够强韧，用1秒的时间体验1年也没问题。哇，盗梦空间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不过，真是怀念呐，居然会回到这个世界了，我都快忘记这里长什么样了。这可真是不得了啊！看来望归说的是真的，这个世界真的有自异界穿越而来的人。凌烈前辈，望归的这个能力很方便吧？在这里不光能获得充足的时间，而且我也能以巅峰时期的状态来指导你。那你为什么不能把剑术交给凌波啊？我已经没法拿剑了，偃月灵心流对身体的素质要求很高，凌波一个女孩子没法修炼。而且，这个梦境空间只有能跟望归共鸣的人才能进来。我们开始吧，直接实战练习的效率比较高。有望归守着你的意识，死了也能复活。啊？我太大了吧！望归，既然你都可以弄出盗梦空间了，那这个剑术的修行就不能搞成什么系统吗？就是那种动手指点点点就能学会技能，还能点到破格的那种。没有那种弱智玩意儿，想变强就老老实实修炼吧。抱歉，你还是尊重一下传统吧。思静同学还没有出来吗？还没有，已经3天了。思静同学，希望他不会有事。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1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围绕着我游走，去见一个朋友。
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头大汗，走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炸个东南西北，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挤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电大的眉毛，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，水银几两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似有出招。只因满血，几度恩怨情长，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休息够了吗？休息够了，就赶紧给我活过来。王贵，帮我治一下身上的伤。我现在相信，老爸以前和我练剑的时候，对我手下留情了，不然就算我有几万条命，都不够死的。再来，这次我一定要从你手上赢下一些。真是了不起啊！被杀了无数次，还保有这样的斗志。司仪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呀！虽然这里的一切都是幻想，被杀也不会真的死去，但是死掉的感受是真实的。作为一个活人，应该感到害怕，极力逃避这种情况才对。难道这个年纪就能用理性战胜自己内心恐惧吗？还是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死活？看来得换一个方法。夜灵心流，最终奥义，夜灵心息。什么？这还是剑术吗？演月灵心流的所有招式，你都已经体验过了。现在接下我的最终奥义吧！什么？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用剑者脱离肉身的影响，寻找内心那一道至纯剑影，一生追求最强剑道，愿以皓月之势，天下群星争辉。司机，你的内心究竟在寻找什么？下，会死！死了？你怕死吗？死了就死了。我一直以来都不觉得自己的死活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。我是个渺小而不被需要的存在。这点在我母亲离开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明白了。父亲也好，母亲也好，如今连他们的模样都无法相欠，所以死了就死了，也不会有人为我悲伤吧。司机，司机，司机，不对，现在还有他们。如今的我已经彻底重生了，我的存在，我的命运，我的意义，
由我自己定义。好小子，居然真的掌握了。我这是……你醒啦！你昏迷太久了，凌烈已经离开了。晚归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根据我脑中的信息构建的吧？是的，你说的没错。那我已经忘记的东西呢？也会出现吗？记忆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，有时候你觉得你忘记了，其实只是不愿想起而已。它会静静刻在你的内心深处，不会轻易消失。那离开之前，我想去个地方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在这个世界的母亲改嫁之后的家。刚刚战斗的时候，我想起了我的母亲，但是却记不清她的模样。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一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的大河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变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县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焰你碎银几两，听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主张。知音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所以，我来看一眼。这是……妈妈，快来！来了来了，不要乱跑，当心摔跤。忘归，我本来是想找照片的，为什么还能看到真人？就好像真的进入了那个时空一样。谁知道呢？没准是你的思念太过强烈，导致短时间穿越回去了。想不到你还挺想念你母亲的，是不是要感动的哭了？肯定是你搞的虚假幻影，专门来整我的。忘归，谢谢。
观众真多啊！毕竟御前比试已经快有10年没有办了，这次重新举办，当然火爆了。现在武术逐渐边缘化，对武术修炼者来说，御前比试是出人头地的好机会。学院里也有不少人来参加了。这么多人比赛，竞争肯定很激烈吧？也不知道谁能站到最后。是啊，还要有一定的运气，因为最开始是随机匹配的小组赛，若是随机的对手实力悬殊太大，被提前淘汰了，那可就没机会参加正式比赛了。看，思静同学上场了。之前的修炼强度太高了，回来睡了好几天也没缓过来，跟以前期末考之前通宵背题一样啊！什么嘛，这不是1年级的风云人物吗？思剑第1轮的对手就是我们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吗？你知道他怎么样？厉害吗？有点麻烦。这个人当初入学的时候也是挺有名的，是王都守备队的预备队员，现在差不多快到5阶的实力了。思剑的运气看来不太好啊。你好像很从容。也对，你的实力在同龄人中的确不错，一入学就出了不少风头，有骄傲的资格。但现实是残酷的，就让我好好教训你一顿，老老实实成为我踏上冠军宝座的垫脚石吧。好慢，学长，不用刻意手下留情。你这家伙，我的剑被他用2根手指就夹住了，不可能，这一定是错觉。你给我放手！哦，好。刚刚一定是我大意了，没错，因为对方是学弟，所以我手下留情了。没想到对方其实挺强的，我要认真起来了。你不要这样啊！拔剑啊！我想跟你比剑。比剑？难道我这样还不够剑吗？是我输了。思静原来是这种性格吗？这学长怕是要留下心理阴影。上次思静同学还把来找麻烦的打手扒光了，绑在闹市区的柱子上呢。说要让这些小卡勒咪长点记性。这次林家也来参加御前比武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赢。如果林家表现得好，即使他们没有拿到冠军，也不妨碍他们重新得到重视。一个落魄小家族，只要没拿到冠军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出不了头。少爷，刚刚比赛，思静赢了。赢了就赢了，思静这小子的确有点本事，本来也没觉得他一开始就会输。这种小事不需要过来报告。等等，告诉我，思静出了几剑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思静的对手不仅是高年级的高手，还是我们守备队的预备队员，能赢已经算高看他了。怎么听你的意思，好像他是碾压了对手一样？几剑？一剑未出。你什么意思？说清楚，什么叫一剑未出？思静只用了2根手指就挡住了对方的所有攻击，然后对方就认输了。废物，全是废物！看来这个人没有资格继续留在守备队了。我的脸都被丢尽了，丢人的废物！高晨这品性和能力，如果不是有高家做光环，真配得上废物2个字。有趣，一剑未出吗？果然是个有意思的小子，有砍了他的价值。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1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
未来的我游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河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沿着天桥方向，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县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呀你！碎银几两，听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四季，这里！啊，你们都在这里啊？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说吧，你小子还藏了多少实力，居然碾压了4阶学长？那是因为只比武术不比灵术，所以对方的实力大概也没发挥出来吧。哎，可这还是很难办到的。你的对手在我看来实力很强，他是不弱啦，不过跟林烈前辈的剑比起来，就跟3岁小孩拿棍子乱挥差不多啊。我这也算扮猪吃老虎了，就是扮的过程很辛苦就是了。真羡慕你，难道你是天选之子？怎么好事全给你撞上了？我迎来的该不会是平平无奇的一生吧？今天的比赛快结束了，陆潇是种子选手，正式比赛的时候才会上场。我和花一下回到场了。再见。我也有事情哦，要先回家里一趟，先走了。那我们也走吧。虽然才没过几天，不过感觉好久没这样一起走了。你也知道啊，还不是因为你总是麻烦不断，我们哪有机会这样一起放学？让你担心了。哎，思静，可不要输了。放心，一定拿到冠军。陛下，您要亲临御前比武大会，臣下认为不妥。有何不妥？我不亲眼见证的话，御前比武也就失去意义了吧？但是，考虑到陛下的安全，高远，你高家是负责保护我的安全，不是让你把我关在皇宫中。还是说，你有什么别的心思？臣下不敢，御前比武的安全措施定会万无一失。那退下吧。是。听说司义的儿子要代替灵神流出战，这么有趣的事情，当然要亲眼看看。不知道他长得帅不帅？你说什么？陛下会亲临御前比武？高晨，你最近真是倒霉，事事不顺心。以思静的水平，我看灵神流这次肯定要出人头地了。陆萧，你别幸灾乐祸。
没了我们高家庇护，你以为你能好过吗？如果你在御前比武遇到司机，彻底废了他。如此良辰美景，我怎能不为所动呢？什么人？来杀你！你是谁派来的？想阻止我参加御前比武的正式比赛吗？就让我来会会你吧！1寸长1寸强，有剑之人对上有枪之人，乃就有劣势。即便如此，也不能大意。左中右3路，绝不放错。开枪，烧火连刺！还有13人，得抓紧一点时间了，趁着月色犹在。哼。司机，司机，快起来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一大早的。你听我说，御前比武正赛的全部16名参赛者，除了你和陆骁以外，在昨晚全部被杀了。司机，你来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应该是陆骁干的吧？看来他很中意你啊。您是说，这都是陆骁做的吗？陆骁这人天资卓绝，但是没什么耐心。他应该是想早点跟你正式对决，所以把其他选手都解决了。可是他这么一闹，不怕因此导致御前比武停办吗？那时候他自然会想办法单独找你决斗。他行事疯狂，但心思还是很细的。一晚杀死14名高手嘛，看来他终于要练成他预想中的魔剑了。陆骁究竟是怎么样的人？所练剑法又是什么？陆骁乃是剑术狂人，他叛出灵神流之后，曾经在大陆各国游历，挑战高手，学习战斗的方法。如今他的剑术应该已经自成一派。你对上陆骁的时候，不能把他当做普通的剑术师看待。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一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你带着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头大汗，走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县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呀你！水映脊梁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主张。只因兰雪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落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那你刚刚说的魔剑
又是什么？魔剑乃是魔将的传承剑法。凌厉，你看看你给我们造成了多少麻烦。高远，这个人也姓高，莫非？这位是高远大人，如今高家的当家，也是王都守备的统帅。子敬，我的儿子在学院里受你照顾了。照顾不敢说，我记得陆骁应该是受雇于你们高家吧？这次直通决赛的手段，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！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是陆骁做的。我作为王都守备，本应该立刻终止御前比武，对你和陆骁展开调查。但是圣上非常希望御前比武能有个结果，所以我来提醒你们，老老实实的等到明天比赛开始，不要做多余的事情。关于陆骁的事情，你不要想太多。如果你能战胜他的话，可以亲口问他；如果打不过，记得早点认输。现在是和平年代，像你这样的人才，不能因为过去遗留的恩怨，遭遇不必要的危险。我会尽力，我会派兵守护这里的安全。子敬，你今天就在这里待命，其他人都先回去吧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司敬，你要小心一些。没事了，在这里应该会很安全。嘿，司敬，有人来了。我知道。你是谁啊？你不是在睡觉吗？突然出声是想吓死我！大半夜翻窗户到我房间里来，还怪我吗？你就是司敬？我是司敬，不过你是谁啊？我叫赫连玲玲。我不认识你啊，你找我什么事？而且你是怎么绕过道场外面的守卫进来的？就那些傻乎乎的守卫，凭我矫健的身手，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潜进来，简直是小菜一碟。没看出来，爬过窗户都费劲的身手，哪里缴械了？话说，御前比武的其他参赛者都被杀了，现在我一个陌生人突然来找你，你怎么表现的那么淡定？太不好玩了。那个是陆骁做的吧？又不是你。你怎么知道是陆骁做的呢？万一真的是我的？不管是谁，我都有一战的把握。区区3、4阶的实力就那么有底气，不愧是司仪的儿子。你知道我父亲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都报了名字了，还不知道我是谁？不愧是司仪教出来的，原装正品。你无话反驳。司机，见到你以后，我才确定你是司机，你也不是司机。你来到这里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他的意思是，他知道我来自其他的世界。你们干什么吃的？这也能跟丢？出了事你负得起责任吗？把每个房间都搜一遍。走了，我得溜了。又来？来，帮我推一把。说好的小节身手呢？我要趁机乱摸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我来找你的事情，你要保密哦。明天要加油。唉，到最后也没弄清楚他是来干嘛的，是哪家的大小姐吗？记住父亲昨天说的，不要勉强。我明白，不过我还是会全力以赴的。陆骁，终于等到今天。司机，恭迎圣上！我还没见过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呢，
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啊，是她，昨晚那个女孩子。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一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你带着我游走，去见一个朋友。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，我慢的打个转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连着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挤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电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大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，水影脊梁，金瓜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自有主张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那个，我们国家皇族的姓氏是什么？你是认真的吗？世事服了你了。我们国家的统治者是赫连氏，你一会儿可不要失礼了。我感觉我这个没常识梗已经危及到我的狗命了。这次事情结束以后，我要拉着丽云好好恶补一下。请御前比武的参赛者上场。听说这次决赛的2位都是凌烈的弟子，看来凌神流的实力还是应该得到重视。凌家是你高家的分支，你应该也感到很光荣吧？凌神流出了2位年轻的强者，乃是我国之幸。此战无论结果如何，切莫再对凌神流做多余之事。之前的恩怨就算了，明白了吗，高原？臣明白。没想到你能得到望归的认可，真是造化弄人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能得到长明的认可，还会变成现在这样？如果你能战胜我，我便告诉你；如果你输了，那你就死在我剑下，也就没必要知道了。思静，我知道，心无旁骛，高手对决，技能高下，一决生死。变强了不少嘛！凌烈这老家伙教你剑术了，那你以后得叫我一声师兄了哦。那师兄小心一点，有句老话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那我可要好好期待一下。凌神墨月，凌神流，剑指飞走。很久没碰到凌神流同门对手了，要加快速度了。
好强！与灵术对决不同，没有特别大的灵术对轰，但是压迫感太恐怖了。两个人都好厉害啊！这就是纯粹的武技吗？攻击为剑，防守亦为剑，将生死与胜负置于一剑之间。好厉害，跟7阶的高启进一样威压逼人，甚至有林业前辈和老爸那样的气势。你很不错，我很久没那么开心了。是吗？我可是快被你吓死了。我有点改变主意了，你认输的话，我就不杀你了，让你活着，以后可能会更有趣。可如果我现在认输的话，以后也应该没有决心战胜你了。说的也有理。高效啊！灵剑蝉鸣，小心！蝉鸣坚韧，薄如蝉翼，极其锋利。除了消铁如泥以外，还有其他特殊的效果。灵神流，实体小心，攻击还没结束。什么？明白了，是真空的效果。通过高频的震动，快速挥出的时候，在剑的行动轨迹上制造了非常细微的真空层，形成了第二道隐形的剑刃。这和普通的剑气不一样，剑气是在剑刃之前出现的，蝉鸣的真空之刃是普通斩击之后的延迟攻击。但是，如果要挡住蝉鸣的真空之刃，就来不及应对下一轮新的攻击。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一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河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连着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呀你！碎银几两，金瓜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蛊惑似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与灵术师不同，剑术的修炼者在修炼中专注于锻炼自身的肉体核心。如果无法展开对方坚硬的肉身，那就增强自己的力量；如果无法突破对方严厉的防御，那就加快自己的速度。执着的追求更强、更快，这才是真正的剑术师。无之剑术也无法再快，到达肉体极限。呜呼哀哉！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既然无法再快，不如试着慢一点。你知道什么是真空状态吗？算了，跟你解释也麻烦。总之，我想做一把剑，
实验阶段需要你帮我收集一些数据。你又要造有趣的东西？什么样的剑？还不知道最终效果是怎么样的。不过剑名我已经想好了。此时仲夏之夜，蝉噪林于境，就叫它灵剑蝉鸣。这一剑躲不开了。小家伙，可别死在这么没意义的地方了。司机，为了躲开刚刚的一剑，架势破了，看你怎么接下一招。月灵心流，剑指明月。被他切入了我的剑围，得拉开距离。只有压着他打，才能破坏蝉鸣的延迟斩气。月光演月灵心流，月华流云。原来老家伙把演月离心流传给了你。落月，蝉鸣二段。万贵，要拼一下了，你行不行？放心，挡得住。夜月灵心流，守月，天！什么？什么时候？好快！是很快，但是为何陆萧毫无反应？不至于快到无法反应吧？朔月是凌冽的秘剑，我们在第三角度看，所以觉得能看清。但是在陆萧的眼里看来，可不是这样。将身体前倾压低，用身体和剑挡住了脚步的动作，而上半身并非完全不动，而是用非常缓慢的动作造成了视觉的假象，来预判对方接下来的动作。在陆萧的眼中看来，一定先入为主的觉得司剑毫无动作吧。在传递出这种错误的假象之后，被遮挡了视野的脚步却在蓄力完成后爆发出强大的突进。等注意到时，对方已经杀到了自己面前，就如同消失的朔月一样，眼睛看不见，但却真实的存在于天空之中，是欺骗眼睛的假象。司静已经是一个绝顶的剑术高手了。赢了，赢了！老家伙的秘剑真是不得了，这是经历了多少生死战斗才能想出来的招式，我果然还是太弱了。别乱动，剑离你的心脏只有1寸距离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想就这样停下来。但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，我的灵魂早已被魔剑侵蚀了。魔气不好，高远，红都守备队全体战斗准备，阻止陆萧。这是出吧！魔剑鬼气！这是什么？原来如此，原来灵剑蝉鸣当初就遭到了污染，这是被凌冽斩杀的第3魔将鬼泣的剑意。大家都快跑！4级以上的人断后掩护普通民众撤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1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未来的我游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个大河整体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连着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电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
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线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后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呀你！水映脊梁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主张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原来如此，当初凌冽和第三魔将战斗时，第三魔将用自己的死亡对灵剑长明下了诅咒，企图以剑为媒介侵蚀同化凌冽。这就是凌冽不能继续握剑的理由吗？陛下，请您先行撤离到安全的地方，魔化的陆骁由我们来负责诛杀。如今的局面都是你高家当初为了私利瞒报军情所致，这笔账回头再跟你算。大胆贼人！原本以为你只是不守规矩，没想到你早已堕入魔道，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！卑鄙小人，就为你当初对老头子的不公付出代价吧！好死！这就是9阶强者的气息，同样的苍岩，比7阶的高气机强太多了。杀光见到的所有人！父亲，救我！大胆！先走。作为在场唯一9阶强者，居然不第一时间来杀我，而是去护着自己的废物儿子。不要对我的朋友出手！你怎么还没跑？倒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放心吧，我不会对他们出手的，毕竟都是我小师妹的朋友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究竟是人还是魔？人是我的夙愿，但魔才是我的宿命。我的内心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杀戮。究竟是这把魔剑侵蚀了我的灵魂，还是从前的战争养成了我杀戮的本能？我早已无法分辨。你明知长明已经被魔气污染，却还是夺走了他，是为了救凌冽前辈吗？老头子心太善，这把魔剑更适合我。这样做对吗？这样就错了吗？趁我现在还算是一个人，做我剑下最后一个死去的怨鬼吧。我会阻止你用凌冽前辈的剑术。那就让我见识一下了。当
出在荒原斩杀魔将的至高剑术。魔剑鬼气，起死无生。烟月灵心流，最终奥义。让我们看看论前辈的最终奥义。月明星稀时，在必死无疑的境地中，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最终奥义。这个思想不对，下去有必生所学。在这生死关头，寻找能够死中求生的正这一剑，一剑不成则十剑，十剑不成则百剑。找到了，小的破绽。月灵心流，一瞬反剑。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。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一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为了跟我游走，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头大汗，走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炸个东南西北，烟的边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聊着天，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降。我呀你，水银脊梁，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似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找到了，小的破绽。月灵心流，一瞬反剑。怎么可能？虽然我知道世间没有完美之剑，但是这可是我的全力一剑，怎么可能被他一瞬间就找到了破绽？好生可畏，好生可畏呀！太好了，终于没再爬起来了，不然真没招了。分身的力量变弱了，应该都能消灭干净。司机，没想到你居然能打败魔化的陆骁。哦，高将军。少姐，这老头不会想趁乱下黑手吧？现在还在场内的，可都是他的人了。击败陆骁，你有大功。我高远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最基本的底线还是有的。这次高家真的被这小人害惨了，也许这也是报应吧。什么？不是陆骁，这是我的手下。看来陆骁在一开始就趁乱混入了分身逃走了。司机，这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先走吧。那晚辈先行告辞。司机。
世界！不要以为你赢了就没事了，我们的事还没完。唉，高将军还是太宠你了，才让你如此不知轻重。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吗？你高家要大难临头了！你敢这样对我说话？你们给我上去教训他！你们。别藏了，我还没退化到发现不了你。只是不知道怎么出场才能不尴尬。打输了，让你不好好跟着我学，非要跑出去自己倒腾野路子。本想着出去自己练练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超过你，结果你教了思进几天，他就把我打败了，真是不得了。你这又是何必啊？蝉鸣对你的侵蚀已经……师父，我自己选择的路，即便前面是黑暗深渊，我也会纵身跃下。只要能达成目的，就算坠入魔道，我也无所谓。我会一路向北，投靠魔族。下次见面就是敌人了。傻徒弟！经历了严苛的修行和激烈的战斗，灵神流的危机终于黯然解决了。御前比武结束后，全城开始搜捕陆骁，但是始终没有再发现他，估计早已逃出城了。因为灵神流获得了御前比武的优胜，所以女皇颁下圣旨，将灵神流正式列为国之剑术。不是我自夸，我在御前比武的帅气表现，撩动了不少年轻人躁动的心。自那之后，武术的风潮再度掀起，凌波应该也很高兴吧？哎，你看我行不行？教教我呗！师姐，收下我吧。至于高家，作为王都守备，对此次骚乱有不可推脱的责任。再加上陆骁此前一直作为高家门客，被高家庇护，所以自那之后，高家就低调了很多。而高晨则要接受调查，不过在高远的保证下，不用进大牢。现在在高家宅邸软禁，按小说套路，他也算是拿到反派的标准结局了。哼，也是活该。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但是我现在哪儿都不能去。紧绷的神经放松之后，身体的疲惫就再也藏不住了。这肌肉酸痛让我根本下不了床，而且我好长时间都没去上课了。异世界的学校不会和现实世界一样也有留级吧？又来，这里可是3楼哎！锵锵，身手矫健的可怜玲玲登场。异世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1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的大河中的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连着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挤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黄粱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我呀你！碎银几两，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出招。只因烂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
身手矫健的可怜玲玲登场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当女皇这么闲的吗？无礼！司机，注意你的语气。之前就算了，现在知道我是女皇，还不快行礼？小人身体不适，希望陛下见谅。哼哼，陛下，你怎么又跑我这来了？这里没别人，你就叫我玲玲好啦。你立了大功，我本来想嘉奖你的，结果你居然下不来床，太没用了。陛下又是偷偷跑出来的吗？估计宫里发现你不见了，现在又乱作一团了。你好歹体谅一下下属的辛苦啊！你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跟那几个老头子说的话一样？你这样可不会受女孩子欢迎呀。那你赏我点儿可以让我受女孩子欢迎的东西，给我个爵位怎么样？你倒是想一步登天，狮子大开口啊！这就想当个贵族，出入各种贵族社交聚会，在名门大小姐中流连忘返啦！就你这寒酸样，我就算给你封个爵位，你也是个土包子，想受女孩子欢迎，估计没戏。你也不用说的那么绝吧，我这是真没救了。嘿嘿，别怕，如果实在没人要你的话，我就把你收进后宫，怎么样？当月过来开后宫的不应该是我吗？思静同学，你醒着吗？我进来了。怎么突然有人来了？司机，快找个地方让我躲！哪有地方给你躲呀？你原路返回啊！ 3楼太高了，你让我跳下去摔死吗？思静同学，凌波，你来了。抱歉啊，你为我们道场做了那么多事，结果我现在才来看你。听说最近好多人来拜师，你应该很忙吧？一开始的确忙得一团乱麻，不过现在算是走上正轨了。父亲也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开始指导门徒们修炼了。啊，对了，思静同学，我从花医那边拿了药，我看看怎么使用。涂遍全身，细心按摩，把握机会哟。怎么了？思静同学，请你把衣服脱掉。明明是我先来的。为什么要脱衣服？不会想对我图谋不轨吧？要给你擦药。不用了吧？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那好吧。那我开始了。哇，思静同学的身体好结实，这肌肉一看就是经历了严格的训练。思静同学，力道怎么样？力道正好，感觉颈部的肌肉都舒展开了。这个药涂在身上，热热的。这气氛太奇怪了，为什么我还要躲在床底？凌波，可以了，我舒服多了。还有大腿。大腿的话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不行，你自己的话没办法用正确的力道。凌波，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没压疼你吧？我没事。我现在只是帮你按摩而已，请你不要拒绝女孩子的要求。这个情况不太妙啊！我要冷静，冷静！快想点能让自己冷静下来的东西。圆周率派等于3.14159265358979323。思静同学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很好啊，剑术很厉害，而且还能帮你父亲肩负起了道场的工作。这些都是逼不得已，这次没有你的出手相助，也许我们道场已经关门了。我其实很没用。凌波，不要钻牛角尖，而且你已经很强了，光靠剑术就能打得高尘毫无还手之力，不是吗？那我现在可以自信了。不要说自信，就算骄傲一点也没事儿。我们还很年轻呢，
年轻就是我们最大的天赋。如果有我们无法战胜的强敌，那就继续努力修炼，直到比对方更强。思静同学，你说话会不会太老成了？我说的可都是真话。谢谢你。我可以直接叫你名字吗？可以啊，我不是也一直叫你凌波吗？思静，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1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为带着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的大河正在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大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呀你！碎银几两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主张。只因满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思静，思静，木之兰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没穿衣服也不锁门啊？我是想把今天上课的笔记带给你。你身体好点了吗？你好呀，必须，这种时候就不必多礼了。我是不是已经社会性死亡了？我叫思静，因为一场车祸，我的灵魂穿越到了这个异世界。按照惯例，我应该踏上修炼之路，成为绝世强者，开启后宫成全的逆天之路。但是现在，我遇到的问题有点严峻。咋办啊？这局面咋收拾啊？要不然让他们出来凑筹麻将，我教他们打麻将。不过这个世界没有麻将啊，太麻烦了。要不我之后做一套麻将出来吧，在这个世界肯定火。再搞一个麻将馆，然后开连锁进社区，再举办个麻将大赛，深入人民群众，然后出使魔族，把麻将作为两族的文化交流。以后魔族和人族你没事吧？脸色那么差，是不是脑子打坏了？爱与和平。你怎么回事？吓得我笔记都掉了。完蛋了！不对，我早就完蛋啦！思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木之兰同学，我从花艺这边拿了药，想帮思静按摩，缓解肌肉酸痛。木之兰同学，思静按摩，这个称呼区别有点意思啊。哇，
是正宫娘娘的威压，还幸灾乐祸，都是谁害的？怪我嘎。这位是？这个是女皇陛下。陛下，木之兰，你乃一国之公主，而且这里不是正式场合，不必行礼。为什么陛下会在你的房间？我哪知道？朕偷偷来找司静，乃是因为司静身份特殊，所以朕有些要紧事安排她做，希望你们两个能帮我保密。身份特殊？司静的身份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，你自己问她吧。凌波，接下来我要去见你的父亲，这次我是秘密出宫，没有带侍卫，就麻烦你护送我过去。是陛下。木之兰同学，那就麻烦你帮司静擦药吧。木之兰，关于我的身份，先趴下吧。难得花一同学帮你配了药，我帮你按按腰那边的肌肉。看你还有功夫勾三搭四的，应该是没事了。那我也就放心了。你吃醋了？不正经，你这是言语调戏同班同学。之后别到处惹事了，好好上课。你不是说要成为灵尊吗？小心我先你一步成为灵尊啊！那也挺好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了。招了不少新弟子呢。多谢陛下帮忙。倒也不必谢，我只是看不惯高家这几年做的事情，得给他们找点麻烦，让他们清楚自己的身份。我只是一介武夫，这些事情我不懂。也罢，你一直是这样，你就替国家好好培养强大的剑士吧。陛下前来，应该不是关心我这破道场的经营情况吧？陆萧是不是往北方去了？好像是吧。你想包庇他？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一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为了这我游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河走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连着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电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界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火焰你水映脊梁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自有出招。只因蓝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你想包庇他？不孝弟子也是弟子啊。
思义和阮蝶这次出行，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找到能够治好你伤的灵药。能不能恢复，其实我已经不是很在乎了。但是朕在乎，朕预感很快就要有糟糕的事情发生，到时候朕需要你的剑。啊，魔族有动作了。不仅仅是魔族，还有更加可怕的黑暗力量威胁着整片大陆。都给我滚！少爷，现在高家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，不能轻举妄动。少爷，您再忍忍。高家修炼学院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开除我！此等奇耻大辱，你要我怎么忍？区区一个学院，怎么能有资格指导高家小少爷呢？高将军委托我来做你的家庭教师，在我的指导下，你的实力很快就会超越学院里的学生。你是谁？我叫碧落，不过认识我的人都会称呼我为紫色女帝。小鸡灵帝。花姨的药果然有奇效，身子骨那么快就恢复了。难道不是因为我上药的手法好吗？早上好。穆世兰，早上好呀。逃了那么久的课，你倒是挺坦然的嘛。以为实力很强了，老师就不追究你逃课的问题了吗？该膨胀的时候还是要膨胀一下的。一般学校里的尖子生不都有着老师给的各种特权吗？哇，看你那么精神实在，太好了。今天有灵术实战课，本来应该是我陪你们对练的，但是我懒，所以你上吧。这样不好吧？那一会儿多多指教了。你们那么来劲干嘛？那个，让我们热情欢迎最近出尽风头的思静同学回归集体。想实战练习的同学可以向思静发起挑战。老师先去睡个午觉。喂，高老师，你这样我要跟校长打小报告啦！哦，对了，你不能用剑，也不能用其他道具，其他同学随意啊。请思静同学指教。你们不会是想一起上吧？这……啊，你不上吗？不行啊，我自尊心有点强，我一会儿想跟思静同学单挑。大家都很兴奋呢。毕竟都是少年嘛，挑战同龄强者可以更好的发现自己的不足。还没见过思静用灵术动过真格呢。这次挑战的同学都是3阶中的高手，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呢？唉，那行吧，各位同学，请指教。灵气流动很快，看来大家上来就准备动真格呢。毕竟大家都知道思静的强大，没必要再试探了。3阶灵术，火球术。什么？哦，被我抓住了，你可输了哟！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1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你带着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河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变成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
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急照天将。我呀你！水银脊梁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似有出招。水银满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是被我抓住了，你要输了哦！雷系灵术瞬发瞬止，你已经来不及防御了。3阶灵术，雷电召唤。1阶灵术，水流，叠加释放，引雷。什么？他做了什么？1阶灵术，迎兵。星哥，不见了！在你们后面。你们2个也出局了？嘿嘿嘿嘿。思静好像还是没动真格啊。虽然说这是战术上的胜利，但我想这个应该不是老师原本的意思。哦，大家这是怎么了？表情都好奇怪哦。我们完全没有还手之力。多谢思静同学赐教。不用这么客气。不过总感觉输的有点空虚。没错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用什么高阶的灵术啊？思静，你以前修习灵术的时候，是不是很注重实战？小时候2阶就要经常去猎杀魔物来做食材了。啊，那个小时候是多小呢？大概刚换牙那会儿吧。那么小就要独自猎杀魔物，他是不是太狠了？而且谁会住在满是魔物的山里？他家应该很困难吧？果然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好像被同情了呢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应该是我们生活的方式不同导致的。所以使用灵术的方式和思路也不同。所以大家都是按部就班的提升自己的灵力和灵术，而忽略了对于灵术本质的了解，对吧？没错，我完全没想到我的雷电召唤会被1阶的水流术破了。水流术不是小时候为了感受灵力才学习的低阶灵术吗？电的传导需要介质，而空气作为介质，导电性非常差。如果有更好的导体的话，电就会被引走。麻烦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还是先说战斗思路的问题吧。根据我的理解，越高阶的灵术能产生的效果也越大，但是同时释放的准备时间也越长。所以简单来说，释放3阶的火球术比释放1阶的火焰需要放出更多的火之灵气，收集驱动的过程必然会更慢。而这个收集驱动的效率，同时也受自身灵力水平的影响。这就是为什么高阶的灵术师使用低阶的灵术时变得轻松，大部分时候都能够瞬发。所以你刚刚释放灵术完全没有使用法阵？没错，其实我的境界比你们高不了多少。刚刚那种情况，我如果跟你们一样站在原地
去准备一个4阶或者5阶的灵术，可能可以挡住你们2个甚至3个人的攻击，但是另外2个人的攻击，我恐怕就挡不住了，所以我没有这么做。如果是魔兽的话，应该第一时间就扑杀上来啦！而且刚刚你们也看到了，第1阶的灵术并不是不能拿来实战，在最恰当的时候选择最合适的灵术，才是灵术师战斗的精髓。灵术都有自己的属性，在大家进入高阶能使用更完整、更强大的灵术之前，我还是建议大家先了解灵术的特性。火焰被合适的风吹，可以变得更加旺盛，但是如果风把空气都吹散，火焰就会熄灭。不同的灵术相生相克，趁现在多了解一些，对将来有好处。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1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围绕着我游走，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头大汗，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连着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，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大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焰你碎银几两，金瓜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蛊惑似有出招，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原来不同的灵术之间还有属性相关的。哎，你是什么属性？我看看。可以。哎，我这个好像是这样，好像也可以。你这个是？哇，你那个好厉害啊！教教我呗。我看你比我更适合做老师。哎，要不然我跟校长说说，直接让你来教理论课吧。嘿嘿嘿。甘老师，你能不能靠谱一点啊？哎，其他同学都有事情做了。现在时机正好啊！什么时机正好？那思静，我们来比一下。你俩这样不合适吧？风头都被你抢完了，也该让我刷刷存在感了吧？先说在前头，我跟其他富家子弟不同，一直有接受实战训练，不要觉得可以轻松战胜我哦。甘老师，炼油很强哎，我可不可以用剑啊？不行，你的剑术我有点看腻了，给我来点新鲜感东西。你也知道，我擅长的是冰系灵术，不曾这噎着了。应云擅长冰系灵术，这几乎大家都知道。但是思静到底擅长的是什么灵术呢？看招！将兵凝结成锥状，在提升攻击力的同时，还能更好的减少空气的阻力。可惜，只要稍微受力偏移，就会因为锥状的缘故被轻松弹开。不是用火系灵术对抗冰系灵术，而是用同样的冰系来架开，而且充分利用了冰摩擦力小的特性。没想到冰系灵术的优势反而变成了劣势，真是了不起。跟思静战斗，
别动脑子，我把身上学习。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不能一味被动防守，得拉近距离。我从你身上学了一招。什么？就像你说的，简单、快速、高效，给这招取个名字吧。这样的，一般叫冰弹。直观的名字。那么，一阶灵术，冰弹。从我的美式居合上头的灵感吗？居然这么快就用到了实战中。令云的学习能力跟其他学生不是一个等级，进不了身。令云也好，木之兰也好，在专精某一属性的灵术之后，对灵术本质的理解和应用果然强很多。一把正面突破，从背后偷袭他。啊，是我的战法。在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和木之兰可没偷懒，一直有在对练。想用木之兰的招式对付我，这可行不通。令云果然好厉害。司静的剑术和灵术都很厉害，实战经验丰富，习惯根据实战情况来选择相应的手段，往往都能很快获得胜利。现在限制了剑术以后，他的优势减少了很多。而且令云这小子确实不错，经过简单的交手，就开发出了全新的冰系灵术。如此简单有效的一阶灵术，回头得好好整理编入教材。这种直接的攻击手段，彻底补足了冰系灵术的短板。毕竟，跟木之兰变幻莫测又富含杀机的风系不同，冰系的强项是控场能力。被冻住了，来不及施展防御灵术了。原来如此，随着令云的不断攻击，周围的温度变得越来越低，而低温对于冰系灵术的释放有着速度和力量上的增益，难怪令云的攻击越来越快。但是低温能使得空气的密度变大，风系的能力得到了增强。三阶灵术，冰墙。你准备出手了？灵术填血。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。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一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围绕着我游走，去见一个朋友。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，我满头大汗，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呀你！水银脊梁，听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似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，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司静要出大招了，
让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强。这个灵术规模是5阶灵术，先是火，再是风，2阶灵术，火流术。火与风的联合攻击，想要克制冰系的低温吗？不对，火焰因风中卷入的冰弹碎片威力减弱了不少。用风把火烧得更旺，将碎冰融化成水，形成良好的导电介质。接着再加点亮，2阶灵术，雷劈。凌云的冰墙防御要被打破了。来不及了，凌云的灵术已经准备完成了。死寂，我赢了！一人之锤！哇，你们看那边，这是5阶灵术，在5阶中也是最高等级的攻击灵术。没想到凌云已经可以使出这种程度的攻击。这才开学多久？入学时他还是4阶，什么时候成了5阶？看来你是不打算认输了。我的攻击也已经准备完成了，而且我确定我会比你更快。该认输的是你。高老师，他们打算硬碰硬。死不了人的，我会看情况出手。4阶灵术，爆燃火球术。我的亲娘嘞！司机，凌云，你们知道什么叫点到为止吗？你们2个都是重点看护的学生，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想让我丢饭碗啊？刚刚老师先救的我，所以应该是你的攻击比较快，是你赢了。你也很强。喂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凌云那个大锤可真大。看来今年的优秀教师称号稳了。没想到现在的年轻人这么了不起，难道是我在这山沟沟里的学校待太久了吗？皇家修炼学院坐落在京城郊外，背靠绵延不绝的魔岭山脉。魔兽山脉灵气充裕，自然就孕育了许多魔兽。人迹罕至处还存在着9阶甚至10阶的神兽。因为靠近山脉外缘，灵气相对较为稀薄，在学院的刻意影响下，只有一只5阶的魔兽作为山王栖息在这里，统治着众多的低阶魔兽。而这里也是皇家修炼学院新生入学实战考试的场所，多年来这种平衡从未被打破。当然，这份珍贵的平衡被撕进一颗手雷给毁了。后山的山王5阶魔兽野猪王一直老实本分，从未对学院造成什么危害。野猪王牺牲以后，教师们的内心甚至……老师们歌颂野猪王的奉献精神，即使不小心被司静打死了以后，还能继续发光发热。只有校长陷入了真正的烦恼，如果后山没有山王，那作为传统的新生实战考试就无法进行。大家烤全猪吃的倒是开心，但是后面可咋整啊？维持了数百年的传统不能断在我手上，我也要面子的。也不能派人去山里抓。后山风景不错，要不干脆开发成景区算了。校长，有只5阶魔兽好像跑来后山定居了。
真的？快带我去看看。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1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的大河总在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挤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焰你随影脊梁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主张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落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什么？这是？目前常见的灵兽基本都被人类驯化了，但还有一部分拥有灵智的灵兽会自给择主，它们比普通灵兽强大很多，拥有能够吸收和运用灵气的能力，从而占据着魔兽食物链的顶端。但是魔灵山脉还有许多人类尚未探索的区域，肯定也存在更多尚未发现的强大魔兽。司机，你不听课在画什么？太无聊了，研究一项发明。你管这叫小发明？看起来就阵仗很大，好不好？不过好像对我来说没什么用，也不能提高灵力等级，就当无聊坐着玩玩，技多不压身嘛。要是真的弄成了，卖给陛下，那我不是赚麻了？又在说听不懂的话了。司机，你放学后有没有空？有空。穆之兰是不是要约我出去玩啊？传说中的约会终于要来了。思进、穆之兰，上课不要说悄悄话，尤其要注意男女同学之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。穆之兰，你约我出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司机，自从认识了你以后，我心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。你那么聪明，我想跟你说说，看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。虽然不一定帮得上忙，但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，随时可以跟我商量呀。穆之兰，快直面你的感情说出来吧，这肯定是爱情，我会热烈的回应你的。那，司机，请你想办法帮我变强吧。你知道的，我擅长的风系灵术伤害很低，但我的体质让我只能使用风系灵术。可是，司机，你为什么一副很失望的样子？穆之兰怎么总是一副直男思维啊？没有，就是有点和我想的不一样。所以你是因为风系战法研究太少，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提升自己的战力吗？对，之前我一直觉得，只要我按部就班的
提升自己的灵力等级，就能获得更强大的力量。但是看了你和令云的战斗之后，有些动摇了。我想了好几天，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只能来向你请教。思静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挺白痴的？哎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可是约定过要一起变强，成为灵孙的，互帮互助很正常的，好吧？思静，风系的输出较弱，其实是相对的。事实上，你独创的风系灵术，那个封神剑，就有着非常高的输出，已经弥补了这个缺点。这应该也是你思考和努力后的成果。我觉得这个方向没有问题。但是这个灵术最大的缺点，就是如果被人拉近了战斗距离，就失去了作用。所以你现在最需要补足的是你的机动力。既然你之前已经选择了朝远程战斗的方向发展，那与其现在回头提高近战能力，不如先把远程战斗的方式进一步强化。要是现在让木之兰学习近战技巧的话，以他那种修炼的疯狂劲头，没准会把自己练成金刚芭比。子敬，吃我一锤！我害怕极了。喂，思静，你是不是在想什么奇怪的东西？增加机动力吗？用什么办法比较好呢？用风系灵术的特性学习飞行用的灵术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这种灵术看起来效果简单，但是操控起来的原理很复杂，会消耗掉大量的精神力和灵力。废寝无者老怪，有什么好的可实现方案？如果只是要增加机动力的话，好像骑马就行了吧？对啊，我的封神剑灵感就来源于我们草原民族的战斗方式。如果再骑着马的话，就可以一直将战斗的距离保持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，无论是拉开距离还是乘胜追击，都很灵活。就这个了。今天上课讲到魔兽的时候，有提到过魔兽的驯化，找一个机动力高的可以骑乘的魔兽作为你的坐骑就行。明天没有课，我们去学校后面的魔灵山脉看看吧。唉，这就是青春啊！贪玩是年少的天性。没想到昨晚临时随口一说，嗨，居然人都来齐了，这是要去春游的节奏啊！意识重生，打怪升级，暑期开启，1周3更，每周3、周5、周日更新一集哦！快来和我一起组团打副本吧！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河中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聊着天，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我呀你，水影寂亮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自有主张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
人多点，挺热闹的。太热闹了，魔兽都会被吓得躲起来哦。上次听司机你说，你小时候就开始猎杀魔物了，我觉得我也应该加强一些实战练习。有斗志是好事，不过我们是来捕获魔兽的，你可别都砍了。我单纯是闲得发慌。你给我回去！喏，我做了很多好吃的便当哦，一会儿找个风景好的地方野餐吧。谢谢啊。不过你不也斗志满满的，还把邪剑握龟带上了？是被他吵得没办法。好耶，出去玩！有3个漂亮妹子，你们才2个男的，有一个妹子归我了，给我安排哪一个？都是美女，我不挑的。啊，凌云，你感受到了吗？是魔兽的气息，而且数量有不少。哦，入学考试的时候，司静打败了5阶野猪王以后，学院后山的魔兽就都逃离了吧？为什么现在又回来了？我在药炉有听老师说，好像是有高阶的魔兽重新定居在这里了，所以低阶的魔兽也都回来了。哦，这次来的是几阶？我灵力探知能力不强，我也没感受到，气息隐藏得很好，我们小心一点吧。万一是个超过5阶的魔兽，遇到了会很麻烦。刘老师，他的伤势怎么样？没有伤到要害，断掉的骨头已经都接好了。不过，他身上中的瘴气之毒有些麻烦，只能慢慢净化。不好意思，校长，是我一时大意。这不怪你，后山新来的魔兽很麻烦，暂时先把后山封锁吧，免得有学生进后山丢了性命。为何心中突然产生一股不安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司静又要给我搞事情了，一天天的咋这么能作呢？我的便当是魔兽。什么？好可爱！不对，不能被他的外表蒙骗。没错，毕竟是魔兽，大家不要放松警惕。他偷了我的便当，他想饿死我们，居然有这么邪恶的魔兽！是因为这个吧？他跑了，快阻止他！停战！快！里面的冰弹，无论是攻击力还是速度，都不逊色于我的火枪。这只灵兽居然如此灵活！这只魔兽有很高的灵识，我感觉我被他鄙视了。好可爱啊！你差不多行了。他跑进树林了，快追！他又小又灵活，明明很容易逃走。现在这样，好像故意引诱我们追击他。司机，小心一点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等下你们可能会遇到大麻烦。知道。他是什么类型的魔兽？有什么能力？麻烦的不是他的能力，而是他的生态。有他在的地方，必定会有另外一种高阶魔兽。大家停一下！这一带的树木都枯萎了，不太对劲儿。这里有很重的瘴气，吸入过多可能会中毒。你们先把解药吃下。我们好像被他引到了其他魔兽的领地。你没事吧？小心！这些挂在树上的枯叶都是毒蛇的拟态。
果然出现了，五果毒蛇。大家小心！刚才说的很严重的样子，但是对我们几个来说，这种2阶小魔兽，来再多都无所谓吧。五果毒蛇喜欢拟态成枯叶，伪装偷袭猎物，还会散发瘴气污染森林，喜欢群居，而群居之处必定有统领他们的王蛇存在。你觉得能把那么大范围的土地全部侵蚀的王蛇是多大的魔兽？带着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头大汗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电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大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降。火呀你！水影寂寥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蛊惑似有出招。只因满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这是什么怪物？厉云，兵强！司机，现在怎么办？要跑吗？先等等，这条王蛇体型巨大，速度也极快，贸然行动肯定会被追上。好在我们用冰墙降低了自身温度，它的热感知系统暂时发现不了我们。如果他不离开的话，我们迟早都要跟他战斗。宁波，看得到前面王蛇身体的鳞片吗？在尽量不引起他注意的情况下，用剑气试一下他鳞片的防御能力。好，灵神流，彩玉。好硬！有这样的防御的话，即使使用手雷，也不见得能一下秒杀他。战斗的风险还是太大了。想一想，司机，区区一条大蛇而已，在游戏里那都是白送的经验值，一套 CG 动画就带走了。只要针对他的弱点，眼睛、七寸、体内，只是我们现在的战力配置还缺少一个机动力高、可以牵制大蛇的角色。司机，我有办法了！你还记得小猫咪吗？它应该是故意引你们过来的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那只小猫咪想借你们的手干掉这条王蛇，他们是死对头，这才是他的目的啊！换句话说，你可以试试找他帮忙。咪咪，快来，这里！变装小偷！你是想干掉这条王蛇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你得先帮我们。好准啊！
他好像跟木之兰比较亲近。你可以让木之兰调动一下风之灵气。木之兰，你在他周围调动一下风之灵气。好的。这是……他居然把风之灵气吸收了。原来如此，天助我也！大家听我说，我刚才说的战术，大家都明白了吗？虽然有风险，但是值得一试的。我们相信你。大猫啊，大猫，等会儿你先动手，给他来一个先发制人。林波，一会儿第一击交给你，目标是眼睛。花一，给个增益，强化力量。好的。花一的灵术属性特别，武士调动自身灵气，强化肉体；术士牵引外部灵气，引发奇迹。而花一的灵术介于两者之间，调动他人自身的灵气，可以起到强化和治疗的作用。来了，林波！蛇的左侧视野消失了，保持在他的盲区内行动。风神剑，解灵术。巨型冰锥，天元上手，来的正好。巨人之锤，为带着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个大河正在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火呀你！水银计量，金瓜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似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接灵术，巨型冰锥，烈元上手，来的正好。巨人之锤，不行，还不够深，没有打穿要害。没事，现都在计划之中。木之兰，风神剑，魔神之使。啊！
害了！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们根本不可能打败这样的魔兽的。下次还是不跟你出来了，一出来准没好事，比上课还累。我也不想的呀。不过给你找到了合适的坐骑，也算是完成任务了，因祸得福吧。那你愿意做我的搭档吗？校长，大事不好了！后山的5阶蛇王好像又被手雷炸死了。四镜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咋不炸死我呢？王贵，开始吧。场景就给你设定成森林啦，地形越复杂越适合实战，这个地方包你满意呀！跟王贵商量过以后，更加确定了他的能力。只要是我见过和交战过的对手，他们的力量和招式以及战斗风格等，都能被王贵记录下来，然后在这个王贵塑造出来的梦境空间中，进行几乎无视时间的战斗训练。灵犀流，月光，然后顺手弄个准备，再试试改良过以后的速度和力量都有所提升的手枪。就让我把装备的艺术带到这个世界吧！枪斗术，真是太酷了，我都快把自己帅哭了。玩够了没？热身也该结束了，试着不用你那个耍赖的大招，看看正面对决能不能打赢我吧。这个模拟出来的陆骁怎么连说话都那么像啊？里面还是我忘归。不过我提取了你脑中的数据后，用我的意识来操控，会比原来厉害很多哟。这么好用？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如果把你变成一个美女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居然想睡我？就算我变了，里面是我，你也下得去手。我又不知道你的性别，万一你穿越以前其实是个妹子呢？奶奶个腿儿的，说的我真来气！我决定了，要把你变成妹子。慢着，有话好说啊！这是人干的事吗？过山岭，月亮口。围绕着我游走，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河，走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连着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县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我呀你，碎银几两，听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蛊惑似有出招。真意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
就先这样吧，干正事了。还好是在梦里，不然你得赔我的枪。这是冰做的镜子所反射的景象吗？冒场火球球！看来，如果不现手段的话，陆骁不见得是你的对手。别说这么多没用的，先把我变回去，两腿间凉飕飕的。还没结束，我还没死呢，杀了！为什么？没必要吧？这只是梦中的幻想而已。而且，你已经没有再战的能力了。你到现在还没有杀过人吧？在你成为灵尊的路上，肯定还要经历这些，早晚都要跨出这一步。到时候可没时间跟你做心理准备。到时候再说吧，没有必要的话，我还不想习惯杀戮。天真，你那不必要的犹豫，都在增加不可预测的风险。希望到时候你不要后悔莫及。犹豫就会败。唉，太累了，今天就这样吧。别呀，好不容易把你变成妹子，我还没玩够呢。我们接着来吧。现在增加难度了。救命啊！你这家伙是什么虐待狂吗？能不计代价的跟9阶强者过招，这样的好机会，你怎么不珍惜呢？对了，除了林烈前辈，我并没有看过校长和高远认真出手。你是怎么缩短模拟战斗的？切，虽然你脑袋里没有这样的数据，但我在初代灵尊那个时期就存在了，见过的9阶高手比你头发都多，可别小看我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力量等级的分级标准到底是什么？几场战斗下来，我对等级强弱的判断反而越来越模糊了。问得好。其实，在初代灵尊出现之前，和灵术早就发展很多了，只不过没有分级而已。以灵术为例子，灵术是通过调动外部的灵气凝结而引发各种效果的技术。灵术师通过不断的练习与外部灵气的沟通来增加自己的力量，而灵气凝结的规模决定了灵术的效果强弱。经过不断的修炼，体内的灵气量越大，与外部灵气的连接力也会越大。越强的灵术师能够施展更大规模的奇迹，增加上限。而两个不同强度的灵术师施展同样规模的奇迹，强大的那个能够更快的完成，这是增加下限。这个基本的原理我已经知道了，那么等级分类存在的必要是什么呢？现在制定等级其实是为了教学方便。其实灵术的锻炼最快的方法就是尽量压榨自己的极限。如果已经达到了4阶的程度，但还是一直在练习3阶的灵术的话，进度就会很缓慢。不过在刚踏入4阶的时候就强行使用6阶的灵术，很可能会遭到强烈的反噬，轻则成为废人，重则丢掉性命。所以灵术的修行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才能效率最大化，这才是灵术等级存在的意义。你不用担心，有我看着，你出不了事。那么在实战中，并不是等级决定一切，对吧？灵尊以下皆为凡人，一个不小心，9阶强者在小巷子里被小混混背后一刀捅死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就算你等级高，也不能大意哦。我可不是什么超级外挂，能帮你逆天改命。
等等，你刚刚说灵尊之下皆凡人，灵尊不是？灵尊到底是什么？我怎么会知道灵尊是什么？我就是一把剑，不要对我有期待有要求，我超累的。我只知道灵尊是超脱于凡人的存在，是这个世界最大的秘密。灵尊只是粗略的说法，因为普通人没法衡量灵尊的实力，参考标准太少。其实灵尊之间的强弱区间很大，同样是灵尊，打起来可能会像1阶对上9阶这样大的差距。哎呀，这些对你来说还早得很，先关注眼前吧。那就先这样吧。肚子饿了，去找木之兰他们吃饭去。这些猫用品添置的也太多了吧？怕他在房间里无聊，所以把房间稍微改造了一下。变成猫奴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有看到令云吗？这几天好像都没看到他。听说他家里有点事情，回去了，还没回来吗？你说令家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高家，是什么意思？哥，给我一个解释。为带着我游走，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的大河总比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大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呀你！水映脊梁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不惑自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请你给我个解释，哥。说话不要那么大声，先喝口茶吧。哥哥，我觉得我让你先喝口茶再说。所以你从学院跑回家来，就是为了这个事情。听你的意思，很想要高家就此倒台，理由呢？高家身居高位，掌管着皇城的守备力量，不仅不尽职尽责，反而总想着借势铲除异己，打压国家新生力量。多年以来，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国家的进步。你说的不错，看来你虽然还在念书，但对国中贵族和朝政权力的把握还不错。这样还不够，看起来你好像不是很服气。罢了，我再多说几句。我们天明国有5大贵族，除了皇族赫连氏和我们令家，还有掌握皇城守备力量的高家，掌握国家经济和财富的严家，以及掌握军队坐镇边境的夏家。这是自天明国建国之时便定下的格局，或者说是我们这5个家族联合起来，才结束了这片土地的混沌，建立了这个国家。都是先辈打下的江山，我们做后人的也只能兢兢业业的替他们守好这份家业。
将国家视为家业来守，也就严老有这样的觉悟。相比起来，高远就不行了。我严家代代经商，无论是人魔大战时，还是天下太平，都有生意做。即便有些能干的晚辈吸纳进来一起做便是，对家族对国家都是有利的。和气生财，即便是我赫连皇室，对严家来说不过是一个合作已久、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而已。但高家不一样，如今国泰民安，国中守备已经大不如前，而且高家已经很长时间没出过什么能力优秀的人了。以武立身的高家，多年以来就只有高远这一个九阶高手，即便是高远，也只是勉强达到9阶，在9阶之中，实力也是排在倒数，完全撑不起高家的台面的。为何不能像严家和夏家一样，招募一些外姓的人？高家掌管着皇城守备队，一直在陛下眼皮子底下工作。若外姓人的实力过于突出，高家担心自己会被取代，最终落个养虎为患的局面。这些年高家最厉害的拳头，偏偏就是林家人。高远和林烈同龄，却在成长的过程中处处被林烈压了一头，让他的心里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。在建国初期，高家和夏家2大武力家族，一内一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而如今国内叛乱早已平息，高家的地位大打折扣，当初打着亲近皇族的算盘也落了空，只能说是短见。既然高家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，我们令家为何还要特意保住高家？你是令家的孩子，我的弟弟，不应该这么愚钝。这不仅仅是高家的问题，这是我们5大家族的事。严老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我们5大家族是天明国的根基，现在是不是已经遇到了危机？5大家族是在国家混乱时，为了稳定秩序而存在的。打个比方的话，5大家族就像是保护尚在蛋中雏鸟的蛋壳。严老的意思是，当弱者成长到足够强大，翅膀硬了的时候，就会想破壳而出了。如果今天是高家，那么什么时候轮到我们令家？你那么想高家倒台，是怕高家如果不倒，会找你朋友思敬的麻烦吗？但是哥哥，思敬他是……我知道他是灵尊的儿子，灵尊的儿子毕竟不是灵尊，即便杀了，那就不好。你不怕思敬的父母报复？向谁报复？灭令家，还是毁了天明国？毁了抵御魔族的防线，让人类面临王族威胁，这样的代价，即便是灵尊也承担不起。越是拥有力量，越是拥有责任，越是身居高位，越不得自由。凌云，身为令家的孩子，我希望你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。老爷，江家和林家的人来了。送他们去会客室，稍等片刻。来，送上好茶，切勿怠慢。是，老爷。没想到我堂堂高家，沦落到要跟这种小家族做人情拉关系。一会儿不知道他们会提出什么要求来。啊，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的无知和任性，才害得高家现在惹上那么大的麻烦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父亲你可以与我断绝关系，将我交出去，我来承担一切责任。这样的话，也许陛下就不会再深究陆骁的事情。你不要多想，这个事情为父会想办法解决的。
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着你的老师碧落好好修炼。他的火系灵术有很高的造诣，你在他手下学习，比在学院里的效果还要好。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番安排。真是一个好父亲，可惜……你什么意思啊？可惜他现在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。你们高家的命运不在他的手中，现在已经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上了，尤其是你。老师，请你帮我变强。你会变强的，但不是现在。以你的资质，只要足够努力，过个10年20年的，一定能成为跟你父亲一样的9阶强者。前提是你们高家不倒，有足够的资源支撑你的修炼。碧落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也许你可以跟我说说。为什么这么问？你比我父亲还要强，如今高家岌岌可危，你却主动寻来做我的老师，这很不合理吧？我要变强，为了这个目的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高晨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围绕着我一走，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的大河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沿着电梯方向，来到茶楼的门口，挤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，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，水影寂寥，金瓜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似有出招。只因蓝血，几度恩怨情长，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结果还是没说服哥哥。丽云，你从家里回来了。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我不在的这几天，你是不是又闯祸了？我在你心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你这大家族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啊，不像我，爹不爱娘不疼的。哎，思欣，你父母是灵尊的事，打算一直瞒着我啊？也没刻意隐瞒了，你不是没问吗？再说，凌波和穆之兰他俩是知道的。哦，呵呵，重色轻友是吧？哎，为什么告诉他们不告诉我啊？好巴结你啊！怎么可能？只是觉得以你的身份，肯定早就知道了。你少来！好了，刚刚看你心事重重的，家里有事？说了你不要生气啊。很多人早看不惯高家，加上这次陆骁的事情，高家地位岌岌可危，但令家决定帮助高家保住地位。我回去和哥哥争论这个事情，不过没有成功。这不是很正常吗？
要是开了高家的先河，难保以后不会影响到其他家族。你哥哥会想站在高家这一边，从家族的角度上来看是很合理的。你连这个国家基本常识都不知道，没想到居然把这件事情看得这么透。不要以为我是从山里来的就不懂你们贵族的事情，我经验丰富着呢。既然令家决定保住高家，你也就别再烦这个事了，让他们去处理就好了，又影响不到我们。啊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想到我哥跟我说，能力越强，责任越大，很多事情不能随心。不过看到你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我突然想明白了，我只是个学院的学生而已，管那么多干嘛？我还是决定要高家付出代价，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。成年人才分利弊，小孩子只看对错。我挺你，搞他丫的！唉，虽然答应了要帮令媛，不过我没钱、没权、没势力，这种上层贵族的斗争，我怎么掺和得进去嘛？不然把我爹妈的名头搬出来，应该可以唬一下那些贵族吧？劝你别这么做，要是让他们知道你是司役软蝶的儿子，你会惹上不少麻烦的。玲玲，你怎么又跑来我房间了？话说你这样都不怕被人发现了吗？我是一国之主，谁敢监视我？不怕诛他们九族吗？而且我来找你，当然是有事情。可别觉得我就是想见你哦。不敢这么想。所以找我什么事呢？高家的事情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啊，你的意思是？现在以令家为首的贵族打算保住高家。你如果想要高家倒台的话，得有能够与之对抗的力量才行。我的身份确定不能用吗？可是，就算我隐藏身份，现在遇到的麻烦也是不少啊。你自己能解决的麻烦根本就不叫麻烦。灵尊是国家最重要的力量和筹码，而你作为灵尊的儿子，是司役和软蝶唯一的软肋。只要绑了你，局势就会变得对我们国家很不利。如果整天被成群结队的高阶强者暗中电击，你顶得住吗？那真的顶不住啊。所以，为了国家安全，在你还没有变得足够强就暴露自己身份之前，我只能把你监禁在我的后宫里保护起来啦。为什么又是后宫啊？不好吗？后宫里不愁吃穿，而且床又大又舒服，可比你这破床好多了。如果你不想努力了，行，这个也顶不住。但是高家的存亡，难道你作为皇帝也做不了主吗？那么大的事情，我哪能随随便便决定？如果没做好前期准备，遭到群臣反对怎么办？那还能怎么办？我们几个中，令云的身份最高，但是令家已经决定保高家了，凌波家才刚刚度过危机。木之兰虽然是公主，但是个小国公主，而且也不能干涉他国内政啊。其实现在想要高家倒台的人很多，只不过令家表态后，大家生怕高家没倒的话，反对者就要承受两大家族的压力。你只要找到一个足够和令家对抗的势力，就会让很多墙头草倒向你这边。你是要我去找严家？笨死了！严家你能说得上什么话？去找学院啦！皇家修炼学院的态度对这个事情起决定性作用。啊，学院的影响力那么大？学院的力量比你想象的大很多。一来是因为学院中强者众多，再者学院在咱天明国扎根已久，宫里的高官和贵族基本都是皇家修炼学院的毕业生。你觉得学院的态度好不好使？如果学院的力量那么大，对于国家安全来说，不是个隐患吗？像什么学院里都是超脱于俗世的圣人这种场面话，我们就不说了。给你说个现实的，你知道校长的真名吗？赫连天成。
所以你就这么屁颠屁颠跑来找我了？你这小子可真不消停啊！居然还要插手贵族的斗争。令云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应该支持他。凌云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他对自己做的事想得很明白。那你呢？高家倒不倒是小事，但是可能会引发的变化才是需要仔细考虑的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4大贵族之一的高家一旦倒台，会对天明国现有的国体形成巨大冲击。一旦开了这个头，令家、严家、夏家，哪怕是皇族赫连氏，都有了被淘汰的可能性。既然知道如此，为何还要做这种可能会引起国家动乱的事情？就为了朋友义气？校长，历史的进程是不可逆的。好比高家，眼里只有自身利益，抛弃了自己原本的责任。长此下去，天明国将会止步不前。如果我们不主动打开这个口子，只赌不输，最终会引发更大的灾难。我想陛下他不，玲玲她一定是想明白了这个事情，才会下定决心寻求改变的契机。校长，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在做什么。罢了，既然是玲玲那个小丫头的意思，我应该要支持她。老师这边我会去说服，不过学院要做出如此大的决定，需要老师和学生两方达成一致意见。要怎么做？说服学生会，或者取而代之。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河走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沿着电车方向，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黄了。醒来怎遗忘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降。我呀你，水银脊梁，听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出招。水银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，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学生会？什么？这学院里还有学生会？我们学院自初代灵尊创办以来，就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性，所以一开始就设立了学生会组织，由学生自己选出学生代表，与老师一同负责学院的大小事务。学院做出任何重要决定，都需要获得学生会的支持和认可才行。我念大学的时候，学生会可不是这样，基本上只是执行老师的命令，或者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已。看来初代灵尊还是个理想主义者。那我去说服他们同意就行了吧？为什么要取代他们？这个嘛，怎么感觉你一副准备看好戏的样子？前辈，没想到你会亲自前来，看来是很麻烦的事情呢。我也没想到
过了几年，这里的摆设一点都没变，可不敢对这里的一切做出任何僭越之举。你不用这么说，你的能力非常出众。把学生会交给你，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。我今天来是希望学生会能够在我弟弟的这件事上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如果你的弟弟打算做点什么呢？那你们就给他一点教训吧。那就让我们好好玩玩吧。有个叛逆的弟弟，你也真不容易。你们对晚辈出手的时候注意分寸，出手重了，姐姐我可是会心疼的哦。好麻烦呀，我讨厌争斗。那个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？啊？你谁啊？这是我弟弟的好朋友思静，就是之前在御前比武上打败了陆萧，获得了冠军的那个。思静？没听过。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身为学弟，最基本的礼貌都不懂吗？我是想敲来着，但是这里根本没有门呐。前天你忘记带钥匙，就把门打爆了，我还没叫人去修。你能不能节省一点，别随便搞破坏了？你，这就是学生会的核心干部，海丽云的哥哥。好可怕的威严啊！这还是学生吗？思静同学，你来学生会有什么事情？我这次来，我已经跟学生会达成了共识，你不必再费口舌。是吗？我刚刚去见了校长，已经说服了他，至少学院老师也不会站在你这边。哼，好小子，居然敢跟令宇这么说话，是什么来头？你不用激我，既然学院老师和学生的意见对立，那么在这件事情上，学院就只能保持中立，结果还是我赢。不要觉得你的身份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跟令家对抗没有胜算。这里好热闹啊！哥，你来了学校怎么不先来找我？太见外了。令云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刚接到消息，怕你应付不来，立马赶来给你撑场面来了。看来你交了个好朋友。虽然我对你的决定很不高兴，不过你居然有勇气违抗我，又让我很高兴。看来送你来学院学习是个正确的决定。我的棋已经下完了，能不能破局反击，就看你们的本事吧。所以，谈是肯定没得谈了。令云小弟，还有思静，你们打算怎么做？今天我们要向学生会发起换届挑战。为带着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头大汗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上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电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不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，水映脊梁，悬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主张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
生了这样的事情。是啊，所以我想邀请你们组队，加上我和令云，我们的人数就足够向学生会发起挑战了。思静，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大的忙，我肯定是义不容辞的。你和令云都是我的好朋友，能帮上忙的话，我也义不容辞。不过学院的学生会是这样可以随意挑战的吗？没有什么其他前提条件？有，学生会正常换届的话，一般由上任学生会选择自己的接替者。如果是挑战的话，就需要得到学院1/3的学生支持。让令云去帮我们拉拉票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令家本身在学院中就声望颇高，令云的哥哥令宇作为曾经的学生会会长，也算是个留下不少传说的风云人物。虽然我们想要取代学生会和前会长的决定作对，不过大部分学生应该不会在意这一点。除了令云，我们几个的人气也很高呢。要是我们去挑事，谁不想凑热闹看呢？司机说的没错，说服同届新生的工作很顺利，接下来就是获得一部分高年级学生的支持了。回来啦，辛苦你到处游说了。累死我了，让我先歇会儿。高年级那边你打算怎么做？学院呢，以武为尊。如果我们展现出足够的实力的话，还是会有不少学生会支持我们挑战。所以，你去百擂台接受高年级学生的挑战吧，毕竟这里你最能打。你就想了这么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吗？其实也是为了拖一点时间，因为当获得了足够的支持的时候，就会正式进入挑战学生会的流程。不过以我们目前的整体实力来说，要获胜恐怕还是非常困难。我想趁这个时间去多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。现任学生会的成员都是什么等级？我刚刚顺便打听了一下，会长陈清林，雷属性，很早以前就已经达到7阶。这样的强者都是个别老师针对指导或自我修行，所以他现在的实力我们无法知晓。副会长凤鸣，据说是6阶的阵法强者，不过不排除他早有了7阶的基础。会计严晶晶，4大家族严家等，目前是5阶的等级，能力极其罕见。书记夏之秋，4大家族夏家的，目前也是5阶等级，在灵术和武器以及战斗方法上，不能当做普通的5阶看待。好像除了陈清林，其他人实力也不怎么样嘛。怎么？思静说话还是那么嚣张啊！思静自己比较强，所以他这么认为也很正常。刚刚我说的那4个人里面，最弱的也不比我们差呀。挑战学生会是按照不同职位单独进行挑战吗？如果想要成功挑战，需要赢几次呢？根据他们4个职位单独进行挑战就行，而学生会作为被挑战方，必须赢得绝对的胜利才能保住职位。所以我们只需要4局赢得2场比赛，就可以重组新学生会了。那不挺简单的？我和令媛去挑战他们的书记和会计，拿下胜利就行了嘛。哼，所以我和凌波只是拿来凑数的吗？虽然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我还是好受伤啊。思静同学今天一直说错话呢。我只是随便说说，你们不要当真啊。难得有了这样跟强者正面战斗的机会，我们是不会放弃的。我们要正面战胜对手。我估算了一下，获得高年级学生足够的票数支持，以及启动程序所需要的准备工作，加起来至少得要2个月。我们几个如今的实力，通过集中特训，还是可以在这个时间里进行突破的。也是，毕竟你们可都是天才。那明天按照你的计划，我先去对高年级学生做个宣言，并且表示会摆擂台接受大家的挑战，争取获得大家的认可吧。没错。怎么样？昨天去哪儿了？怎么没看见你？好别提了。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，会不会搞得太过火了？我也没想到，这个人数远超我的预期了。到底是为什么？有点紧张啊！开学的时候新生发言就搞得群情激愤，这次可千万别出什么乱子了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1年级的新生思进，
这次召集大家是因为……什么？陈青灵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完全没看见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就是现任的学生会长。大家都聚在这里，是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为什么身为学生会会长的我却不知道？难道我被排挤了？而且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咱俩真像，你是我父亲在外面的私生子啊！我比你年长，你应该叫我一声大哥。什么？对，当然是骗你的。我们的姓都不一样吧？该死，没想到对方会主动跑来搅局。现在整个场面的气氛都降到冰点了，该怎么办？司机，怎么了？刚刚只是开个玩笑，你不会生气了吧？别那么小气嘛。其实我父亲的确跟我说过，他以前在外面闯荡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孩子，岁数上来说你的确符合，而且我们长得是有点像的，也许你真的是我大哥。真的？我们有那么像吗？你平时不照镜子的？好小子，幽默感跟我不相上下。你管这叫幽默感？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。那么，陈青林会长，请问你来有什么事？我只是过来看热闹的，你不用管我。如果你要我回避，也可以。没有必要。我司机以及我的同班同学丽云、穆之兰、凌波，决定组成新的学生会，向现任学生会发起换届挑战。为带着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的大河总比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点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界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，水映脊梁，军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蛊惑似有出招。只因蓝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司机，我听说了，最近风头很盛。可不是嘛，刚刚提到的几个人也是今年新生中的佼佼者，而且来头都不小呢。令云是前会长的弟弟，凌波、穆之兰，一个是草原公主，一个是灵神流传人，他们几个组成新学生会，也算强强联合。哎，先别说那么多了，看看这个叫司静的打算说什么。我知道，作为新生，要获得各位前辈的认可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所以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会公开接受各位的挑战，让大家认可我的实力。哎呀，这是要摆擂台啊！这个想法不错呢，但
你该不会觉得他们展示实力就能获得支持吧？我就是想让大家看到我的实力，认可我。看来你对我们学生会以及学院的学生有很大误会。要做什么？在场的学生听着，同意思进有资格挑战我们，把我们换下去的人，现在就举手。你想对其他学生施压？我同意！我同意！什么？看吧，根本不用那么麻烦。想干掉我们，支持你们的人随便叫一声就有大把。我们可是学院史上支持力最低的学生会，要不是这些废物没实力也没胆子，我们早就被干掉千百回了。哈哈哈哈，就是这样，你们已经轻松获得挑战学生会的支持人数。接下来就请文人老师正式启动挑战程序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已经很久没出现过挑战学生会的事了，老夫都快无聊死了。小娃啊，你可得给老夫一些惊喜呀！老夫在学院中掌管组织科，接下来的挑战会由我来安排场地和规则，尽可能的保证公平竞争，这点你可以放心。那么第一场比赛大概会在什么时候举行？很多场地和道具因为长时间没有使用，需要重新整备维护。最慢的话，下个月就会开始。下个月，时间被压缩了一半，可恶，还是被降了一圈。另外，你刚刚夸下海口说要接受全校学生的挑战，可不能反悔哦。我有好多朋友都想跟你切磋切磋呢。啊，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计划全被打乱了。陈青灵果然不是一般人啊！说的太委婉了，根本不是人。难怪我们之前四处打听学生会的情报，却收获很少。他们就不是那种为学生做事、受尊敬的学生会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在剩下的时间里，尽量提升自己的实力。我会回去道场进行修炼。你们呢？我也会回家去，麻烦家族中的高手指导。那木之兰就跟我一起修炼吧。木之兰的修炼就交给我吧，毕竟这本来就是老师的工作。高老师，子敬，你本来就够强了，不用特地修炼。这段时间你应该多留意学院的动向才对。而且陈青离说了会有人上门挑战吧，你得留在这里当靶子，把这些麻烦挡下来，才能让他们三个的修炼不受打扰。虽然你说的没错，不过你为什么突然主动要帮我们？要是真让你们几个1年级当上了学生会，我可能就能升年级组长了。这时候作为老师，当然要帮你们一把。你倒是说的直白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思静，万事小心。放心吧，吉人自有天相。要不先去食堂吃饭吧。皇家修炼学院食堂乃是美食界的圣地，学院食堂一直致力于招募全国最优秀的大厨加入。如今不仅汇集了各色菜系，还有着传说中失传的美食。食堂大厨们的整体实力甚至隐隐盖过皇宫御厨。而且学校厨房也吸纳校外热爱厨艺的人，培养出了一批批厨神。又因学院地处皇都东面，所以这里在美食界私下被称为东方烹饪学院。因为学院食堂的存在，很多学生想要一饱口福而拼命考入学院。但是学院食堂毕竟是学院食堂，其弊病也一直存在。
不好意思啊，手抖了一下。来了。没关系，请结账吧。回到这儿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河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点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后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我呀你，水映脊梁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似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连吃个饭都要明争暗斗，人类果然是喜欢争斗的存在，真是无可救药。你平白无故向学生会挑起争斗，所以你一定也是个坏人。你是现任学生会书记夏池秋？没办法，我饭量大，不争取一下的话，按照食堂的规矩，根本吃不饱。好多，这是什么差别待遇啊？有什么好不满的？钱给够，还怕大厨们缺斤少两吗？这是我与大厨间最真挚的信赖关系。我的钱包呢？那个，我好像忘记带钱包了。说好的彼此间的信赖关系呢？还不是一场残酷的金钱交易？不是，就算你这样看着我也……多谢惠顾。谢谢你帮我付钱，刚刚还说你是坏人，错怪你了。你是个好人。这是我收的第几张好人卡了？那不是要挑战学生会的司机吗？怎么了，司机？你不吃吗？书记搞到一起去了。你不觉得他身边一直都有实力高强的妹子，很难产生好胃口的家啊！伙。倒是你这胃口，实在是让我佩服。先是开学没多久就缠着木之兰，后来又是凌波，没想到现在……学院里不是男就是女，只是坐在一起吃个饭而已，至于要脑补那么多八卦吗？我跟令云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你们都看不见吗？哎，你可别小看他，他可不光吃软饭，之前不是还跟令家公子令云勾三搭四吗？哎，他们也只是那个。你们有完没完啊？什么招打呀？司机，这块肉你如果不想吃的话，就给我吃吧。喂，这肉我咬过的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你不吃了，有点浪费，没忍住嚼。你胃口真好啊！如果不介意我咬过的话，就给你吃吧。那我不客气了。奇怪的家伙，你好像很爱惜食物。
我在边境军队中长大，食物是重要的物资。虽然我能随意吃喝，但多浪费一口粮食，军中将士可能就会少一口粮食。有时候战场上多一口粮，就能多一丝力气，多一份生机。没想到他有这样的想法，不知道夏家有没有跟他说过高家的事情？他对这件事的态度，会不会也受家里影响？夏之修，你知道这次我们为什么要挑战学生会吗？是因为令与令云两兄弟对高家的态度有分歧吧？有分歧就会有争斗，一旦有了争斗，那么身边所有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。夏家是军阀世家吧？明明一直在斗争，没想到你身为夏家人，居然这么厌恶。争斗的根源一旦产生，就不会停下，只会像漩涡一样不断扩大，将所有人都拖入其中。战争、死亡、毁灭。身为夏家人，没人比我更清楚，争斗只会带来无尽的不幸。可是只要有人，争斗就是不可避免的。你这样的想法，只会让自己一直陷入痛苦之中。你说的没错，所以才需要我们夏家。两个小鬼聊天，怎么跟哲学家思辨似的，故作高深。你就是司机啊？你们是陈青林派来挑战我的人？希望你不要误会，我们跟陈青林还有学生会没什么交情，这群家伙都是疯子，才不想和他们沾边。只不过那个副会长找到我们，给我们许了不少好处，所以只能委屈你了。唉，真麻烦。那我们出去解决吧。夏家军规第3条，一饭之恩，不敢相忘。你刚刚在我肚子饿的时候请我吃饭，这几个家伙，我帮你收拾吧。喂，这不是学生会的书记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们是同一边的。你们刚刚不是说我们学生会都是疯子吗？怎么这会儿跟我拉起关系？夏之修，你不是讨厌争斗吗？这几个家伙我能解决，你不用出手。我讨厌争斗，我讨厌争斗发生在我的面前。如果争斗无法避免，那就由我出手。夏家军规第1条，尽快灭杀争斗的一方，终止争斗。那么，思静，一旦挑战学生会的决斗开始，我也会尽快把你们灭杀，停止这场争斗。为带着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个总比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县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火呀你！水银几两，木瓜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
什么？你说你把被派去找司机麻烦的那几个白痴给解决了？这是什么展开？要闹乌龙也得讲个基本套路吧？司机是不是都看傻了？你别笑了。虽然当时似乎在司机面前说了什么很帅气的话，但是回过头想想，整件事情都让人很羞耻啊。好了好了，你的钱包我找到了，下次不要弄丢了。不过为什么会有人以学生会的名义去找司静的麻烦啊？是我派去的。你之前在司静去做动员演说的时候，不是说会派人去挑战他吗？对啊，我都忘记了，当时就是为了给他们添堵随口说的，还好你记得。唉，那接下来呢？继续派人过去吗？算了算了，本来会帮我们的人就少，风鸣应该是许了什么好处给他们。夏之秋这么一闹，估计更不会有人搭理我们了。就这样，等到文人老师把比赛安排好，然后正式对决吧。你们先去忙自己的事情吧。明天见。风鸣，你再留一下。把衣服脱掉。谁让你自作主张去做那些事情的？应该跟你说过，没有我允许，谁让你和别人接触？凤鸣，你再不听话，我只能杀了你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。司机，司机。这里，夏之秋，上次跟你吃饭之后，我一直以为还会有人向我挑战，结果啥也没发生，害我白紧张了好几天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没有必要的争端，能避免就避免。可是我们之间还是免不了要一战，不是吗？只要司机你认输，我们就不用打了，没准还能成为朋友。老夫费了不少功夫，才准备好了场地，可不允许你们中途退出啊！那么，学生会换届挑战赛第一站，现任学生会将派出书记夏之秋迎战，是吗？是。司机，你这边由谁出战呢？因为你们是挑战者，所以主动权在你们手里。你要自己上吗？自从他们三个去闭关修炼之后，一直都没有消息传来，不知道能否赶得及。如果实在不行，这第一站就由我。抱歉，找地方花了不少时间，不过幸好还是赶上了。修炼的如何？你就期待我的表现吧。那就拜托你了。第一场胜利就由我拿下。你们看起来关系真好，不过战场上最终还是实力至上。那么事不宜迟，由我来给你们介绍第一站的舞台和规则。这是星总决死战。为带着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的大河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炸个东南西北也能连着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挤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电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火焰你水映脊梁，军挂祖传秘方，
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主张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兵种决死战，没错，直白的名字，立于兵种之上，一决生死，分出胜负。如你们所见，深坑中有着无数削铁如泥、吹毛断发的利刃，如果不小心掉下去的话，可就凶多吉少了。虽然说的很可怕，不过真正战斗的擂台是上面的平台吧，范围很大，跟边上的空隙也很小，一般来说不会轻易掉下去吧。会掉下去的。这个特制的擂台，只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，组成擂台的砖块就会崩塌掉落，很快就会变得无处落脚了哦。这真是恶趣味。文人老师，你好像很高兴啊。毕竟是很久没有出现过的学生会换届挑战赛，麻烦你们这些小家伙让我这个老头尽兴啊！当然，失去意识先掉出擂台者算输。为了避免给我添麻烦，最好不要把小命丢在这里。觉得不行就提前认输。那么，第一战，兵种决死战开始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愿不愿意认输，避免这场战斗？我也有身为剑士的自尊，绝不可能不战而败。那就没什么好说的，生死有命。不错，好重，身材这么娇小，没想到有这么强的力量。他手上的战气，刚才接了一下就感觉到了，非常重，而他居然能像灰竹子一般轻松挥舞。不过，并不是不能应付。灵神流，残月，灵神流，卫星，灵神流，落月，夕照，若风，音波压制住了夏之秋。灵神流吗？由天才剑士凌冽所创的剑法，剑势如狂风暴雨，剑招又兼容着剑的灵动飘逸，不愧是剑术大师的传承。不过，凌波的剑跟之前的感觉不同，跟我所学的灵神流也略有区别。是凌冽前辈做了特别的指点吗？宝贝女儿啊，你一直刻苦修炼灵神流，却始终无法达到应有的高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女儿愚钝，请父亲点拨。灵神流是我的独创剑术，你身为女儿身，在力量上先天要比我弱上一分。同样的招式，无法发挥出我100%的剑势，你应该也发现了吧？发现了，只是你母亲去世的早，你是我抚养长大的，我能够理解你对我的尊重，想成为和我一样的剑士，但是我并不希望如此。我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路，学我者生，
似我者死。剑是很有意思的东西，它会根据握剑之人本身的特质改变。你现在强求每一招的力量，反而是在与你的剑心较劲，使你出剑变得钝感。但是我可以断言，你一直以来的刻苦修炼，你早就有斩断他的实力。聆听剑的声音，不是身为我的女儿，而是身为凌波，身为一名剑士，自己应该怎么做？不愧是守卫国家边境的下家，防御不如金汤。不过现在能够击破。原来如此，凌波的剑比之前自然了很多。我的力量不足以将巨石一刀两断。落月，西上，十字星。父亲说过，以我目前的实力，足以击碎他。我要相信父亲的判断，不要思考，不要用想法限制我的剑，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由手中之剑。源源不绝的剑势，如同不分昼夜击打巨石的湍流。灵神流，银河。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的大河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这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我呀你，水银脊梁，听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似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赢了！看来凌波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用剑风格，不过这样还不够。最后一击！什么？不愧是灵神流，凶狠的剑势，连我也没法一直正面抵挡。但是战场的胜负，可不仅仅是武艺的胜负。答应，因为这是特殊擂台，错失只剩一击的机会，要尽快落地调整姿态。天真。再给你个机会，来吧。我已经看穿了你的剑，不足为惧。战场啊，是决定生死的地方。
可不是你们这些道场武学能够轻松获胜的。看来夏之秋在刚刚的战斗中已经明白了如何利用这个擂台进行战斗。这就是道场武学和战场武学的区别。认输，或者死亡，在你面前，只有这2个选择。武之一字，在于技与心的对决。自武术出现，无数天赋绝佳的人埋头苦练，创造出许多精妙的武学绝技。但对此辉煌成果，夏家祖先如此评价道：不入流的把戏。在真正的战场上，充斥着无序与混乱，甚至连生与死的界限也变得模糊。评价胜负的唯一标准就是谁能保住自己的性命。换言之，道场武学与战场武学的区别就在于此。这次对决的擂台在某一时刻会突然变成混沌的战场，不能适应变化的人就一定会落败。文人老师，你明明知道情况，还故意设置成这样，是不是对现任学生会太偏心了？我只是希望双方都能够全力发挥自己的实力罢了。对凌波来说，没有在一开始抢占先机获胜，反而被夏之秋逆转局面，这是他自己的失误。而且对学院来说，在既定规则下才能取得胜利的弱者也不会被需要。看来这一战你们要输喽。文人老师，结论不要下得太早。凌波还没有认输，而且他的眼神还充斥着对胜利的渴望。怎么，不打算认输吗？有必要打得你死我活吗？前辈，你嘴上这么说，也没见你下手轻点。人类是愚昧的，在彻底绝望之前，总是会不停重复盲目的反抗。既然如此，就只能赐予其绝望。你得再多努力一点了，因为此刻在我心中没有一丝绝望，是溢满而出的斗志。竟然是斗气！习武者达到一定境界后，身心合一的状态，这个新生在武学上的造诣，竟然达到了这个程度。看来是我低估了你。不过不要以为我已经拿出了全部的实力。夏家绝学，浴血狂战！两个人都更加注重进攻，开始以伤换伤。看来凌波的斗志和决心也很坚定，不过客观上来说，他还是处于劣势。之前说过，在战场上杀死对方是唯一的目标。夏家绝学浴血狂战就是在征战中被磨练出来的绝技，用自身的鲜血来透支生命作为代价，点燃体内的灵力，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以及绝强的恢复能力。这才是夏家能够主宰战场的关键。力量、恢复力以及对地形的运用，你都不如我。你靠什么赢我？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着大个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变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
一梦黄粱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，碎银几两，春瓜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蛊惑似有出招。只因满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这就是浴血狂战。这张底牌我早有了解，就算你的力量在我之上，我的速度和技术也足以弥补这个差距。而恢复能力，我刚从好朋友那儿学会了能让人快速恢复的灵术。治疗灵术，不过是个会治疗灵术的剑士，你以为我见得少吗？这种半吊子的战术根本跟不上战斗中瞬息万变的节奏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击破。你说的没错，所以我的底牌并不是治疗术。你说什么？只要将武术和灵术通过合适的频率结合到一起，就能爆发出绝强的力量。这才是我真正的底牌。这混沌的战场是你最后的优势了吧？现在我将它归于虚无，天人合一，邪神灵，沧海荡漾。没想到你也是个疯子。哼，前辈，你如果现在认输的话，可能还来得及。日落，失衡，混乱，死亡。原来如此，凌波，短短的交锋已经让你习惯了战场的味道。再拖下去就没办法上去了。擂台唯一没有坍塌的中心部分，累了吗，前辈？不如就这样认输吧。你的脸色也不怎么样，别硬撑了。精彩！仅仅数秒间，两人就能够在混乱的落石中互拆百招。看来两人通过各自的秘法，可以爆发出6阶不，甚至是接近7阶的实力。司机，你也是一个用剑高手，看到如此对决，怎么一点都不兴奋，反而愁眉苦脸呢？太危险了，只是学生会的挑战赛而已，却和死亡擦身而过数次。我以为早就不惧死亡，可一旦死亡发生在身边人身上，我就恐惧不已。要抹消心中这份恐惧，就只能变得更强，保护好自己想保护的东西。文尔老师，接下来如果他们的战斗再出现太过危险的情况，我会出手阻止。真是怜香惜玉呀！但你如果介入战斗，我只能判你们这一战失败。无所谓，
即便这一战败了，接下来的会稽战和副会长战，只要能赢下一场，我们就能取得胜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至少要取得2胜，才能挑战胜利。听你刚刚说的意思是，对决陈青林，必胜无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我就拭目以待。不过现在，凌波和夏之秋都到极限了，马上就要分出胜负了。凌波，你千万不要乱来。司剑在看着我，可不能让自己的样子太狼狈。司剑，我一定会帮你拿下比赛胜利。什么？你这么拼命是因为喜欢司静吗？啊！前辈，你突然间在说什么呢？原来是为了男人嘛，真是个傻姑娘。为他挥剑弄得浑身浴血，他就会喜欢上你吗？那前辈呢？难道不是为了陈清灵在战斗吗？我跟你不一样，你可以说我是为了会长战斗，但归根结底，我还是为了我自己。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头大汗准备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县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，碎银几两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主张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夏家作为4大家族，掌管着绝对的军事力量，镇守着人类和魔族之间的边境。拥有武力，但不推崇暴力，因为夏家的武力是为了维护安定和守护家园。出生在这样家庭的夏之秋，他的童年过得非常快乐。夏之秋出生时，虽然人魔大战已经逐渐停息，但还是时常会发生小规模战斗。在一次战斗中，年幼的夏之秋失去了父亲，然后是母亲、大哥、二哥、姐姐。年幼的夏之秋很快就明白了夏家军规的含义。数年后，夏之秋来到学院。你知道吗？今年入学的新生里有一个夏家子弟。夏家哪个？据说夏家的人都很强。就那个小个子的姑娘，看起来一般啊。要不我去找。明明没有必要的理由，却总是想着要去争夺，根本就不明白一旦战斗发生，到底会导致什么。有什么厉害的？好吵！既然争斗无可避免，那就由我出手。
下达军规第1条，尽快灭杀争斗的一方，终止争斗。安静了，怎么突然安静了下来？怎么了？我一来突然就不说话了？难道我是被你们排挤了？只是看了陈清灵一眼，夏之秋就明白了，如同猛兽巡视自己地盘，所有人都不敢发出声响，连呼吸都变得很轻。在绝对的力量与威压面前，争斗不会发生。你看起来不错，跟那些白痴不一样。你愿不愿意跟随我？夏之秋什么都没有说，但是他的心中已经下了决心，要帮陈清灵扫除障碍。只要他能够站得更高，能影响的范围就会更大，就能停止更多的争斗。通过他的眼神，我能够明白，他的决心是这个司法，我要倾尽所有，我要宇宙可以了，都收手吧，再打下去，可能会出现不可挽回的局面。司机，我们还没分出胜负。凌波，你为了帮我挑战学生会，做了刻苦的修炼，现在被我阻止，你应该会责怪我吧？你知道，还这么做？现在的你很强，实力和夏之秋不相上下，但是如果以命相搏，你们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吧？我承认，确实没有必胜的把握。不过你闯入对决的场地，文人老师会判你们输，已经没有继续打下去的必要了。比起输掉这场对决，我更不想看到你发生意外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，就听你的吧。本来这一切也都是为了你。你刚刚说了什么？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自言自语。原来司机是这种设定。明明警告过，干扰比赛会被判输，结果你还是这么做了。罢了，凌波和夏之秋的战斗非常精彩，我很满意。身为老师，我也不想学生发生什么意外。不过输了也好，这样才有机会打满4场比赛。我最想看的还是你和陈清灵的战斗。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河走在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查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电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，水影脊梁，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似有出招。只因蓝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
凌波，你竟然学会了治疗灵术，这个好像很难啊。只是对别人使用很难，给自己用的话会简单些。那个，凌波同学，刚刚比试时，我可能对你下手太重了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夏之秋前辈，你怎么打着打着还换人了？大概这才是夏之秋的真实性格，他挺温柔的，只是战斗的时候容易暴躁。夏之秋前辈能够全力以赴和我战斗，是我的荣幸。通过这场比试，我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。战场武学和道场武学吗？我学会了。别说了。当时觉得这么说很帅，现在回想一下，实在是太丢人了。思静和陈青灵完全不一样呢，不过也是值得信任的伙伴吧。有时候也有点羡慕他们呀。学生会的人果然一个都没有来呢。我回来了。哦，正好我泡了茶，过来喝吧。谢谢。我看你好像不高兴啊，是不是赢得不容易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输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都不记得今天有比赛。刚才被严晶晶狠狠训了一通。不过，我不认为你会输。虽然思静很好，不过跟着会长也不是错误的决定。说起来，严晶晶，你怎么从刚才一开始就一直在摆弄你这个宝贝？最近来了几个新的孩子，性格比较暴躁，我怕他们在里面打得太厉害，所以要仔细观察一下。如果实在是闹腾的话，就要先把他们隔开了。切，管教几个畜生而已，哪里需要那么麻烦？啊，要不我进去帮你教育教育。会长，你出手太没分寸了。你那是教育吗？你是想把他们烤了吃吧？没办法，谁叫这些魔兽实力那么差还凶我？你一进去就散发出那么重的杀气，他们只是自卫而已。说到底，要让他们听话，只要用我的灵术就能轻松做到。不过，还是要调教他们，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听话，才有趣。得软硬并施。凌波，我教给你治疗灵术，不是让你这样胡来的。带着你身伤回来，要是留疤了可怎么办？花一，快住手！我要被你累死了！花一，我后来查看过凌波的伤口，都治疗的差不多了。治疗灵术不是万能的，何况凌波只是刚刚入门，这治标不治本。接下来的时间还需要用药好好调理，不然随时都会复发的。知道了啦。你的表情好可怕啊。你别生气了，我会乖乖的每天来取药的啊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也会督促他的。行吧，我就相信你。你们还有事情要说吧？我先去忙喽。凌波我已经绑好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，你应该很清楚吧？花一同学，你不对劲啊！我还有事，先不打扰你们啦。你不是说有事吗？花一还是老样子。他也是关心你嘛。思静，学生会今天谁都没来，你怎么看？难道他们也在为了战斗特训？我觉得不会，因为他们的实力本来就在我们之上。跟夏之秋前辈对决过之后，我算是明白了学生会成员都是疯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夏之秋会不顾自身安危，
在比赛中使用浴血狂战，透支生命，为了赢得比赛胜利，不计一切代价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他们可能会在比赛之外的地方动手脚？没错，令云在家应该没事，我有点担心木之兰。我建议你在下场比赛开始之前，多注意一下木之兰的安全。有道理，我等会儿就去甘老师那边看一下木之兰的情况。那么，你害我输了比赛，要怎么补偿我呢？这个事情的确是我不对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我想想，如果最后因此输掉换届挑战的话，你就跟我约会吧。为了着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的大个总比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变成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挤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后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降。火呀你！水映脊梁，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出招。只因难却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那我该说什么？放心吧，绝对不会输掉吧？我在说什么？太丢人了！你快忘掉我刚刚说的话，然后回去吧！别乱回剑，还顺便爆出剑气啊！你冷静点。不管怎样，等结束后好好感谢凌波吧。不过学生会真的会对木之兰出手吗？他那边也有甘老师看着，应该没事吧？这是谁？我是踩到了什么陷阱吗？原来被盯上的是我吗？所谓擒贼先擒王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思静小弟你不懂吗？你不要怕，我并不打算对你动手。驯服的办法不外乎软硬并施，不知道你喜欢吃软还是吃硬呢？什么情况？这里是哪里？空间系的能力？你在看哪里？专心一点好不好？明明是晚上，天却是亮的，而且还充满了一股虚假之感。原来如此，这是某种大到离谱的空间灵具。各位朋友，突然提到这个空间灵具的概念，大家是不是很奇怪呢？应该有不少人好奇我的手枪和手雷平时都藏在哪儿。其实这些武器呢，平时都藏在这个小物件里，因为某种不可描述的原理，里面的空间比实际上要大上不少。这东西看似神奇，实则很普遍且常见，价格不高，几乎人手一份。里面的空间呢，和包袱大小一样，而且空间可能会扭曲，并不能存放活物，除非是内部空间宛如一方小天地的超大型空间灵具，
思庆小弟，你跟陈清林会长的奇怪程度不相上下。你刚刚到底是对着谁在说话？哦，没什么，输了你也不会懂。倒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要现在开打吗？不是，我没打算与你战斗。难道你拐我过来是想对我使美人计，好让我在比赛中给你们放水吗？不会吧？你不会以为我是那种见色忘义的小人吧？行了，你快闭嘴！是我错了，求你别再说了。唉，因为我不善战斗，对下一场比赛有点没底。本想从你这套点情报，结果反而被你牵着鼻子走了。我怎么可能把我们的情报透露给你啊？没什么事情的话，就放我回去吧。哼，明明对夏之秋挺亲切的，怎么对我这么冷酷？难道你是个萝莉控？这家伙……算了，我来只是想和你确认一下，下一场比赛我的对手应该就是木之兰吧？要驯服一个生物的话，不外乎软硬并施。木之兰，有你的信。这是……哦，怎么了？是我父亲，我们国家所有通商贸易都被严家切断了。居然做出这种事，不觉得卑鄙吗？金钱本来就是严家最大的武器，当木之兰主动弃权，我就会恢复他们国家的对外贸易，还会追加投资。像他们这样没有根基的游牧国家，很需要经济支持吧？经济支持？不过就是用资本大量介入，低价垄断核心产业和资源，长期蚕食他国利润的手段而已。思庆小弟，本以为你什么都不懂，没想到你这也知道。既然你已经在场外做手脚了，那我做点什么也没关系了吧？只要让你在这弃权了，木之兰就不用再受你威胁了。我越来越喜欢你了，你总能看出问题的关键。哼，那我再问，为什么我们两个可以进入空间灵具内部，并且还活着呢？因为这里足够大，所以进出这个空间所产生的扭曲也变得非常的平缓，即便是生物也可以存放。答对了。那么有这么好用的空间灵具，你觉得我会拿来存放什么？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个总比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沿的电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电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吧？这一带有个张大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焰你水银脊梁，军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自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原来他在这个空间中饲养了如此多的魔兽，
个措手不及！什么？求恕！被他躲起来了，反应好快。看来眼晶晶是一个御兽灵师，但一般的御兽灵师也不过驯化操控3、4只魔兽罢了，而他居然可以驱动这种堪称魔兽军团的数量。思静小弟是会长的猎物，不过稍微试试他的本事，应该没事吧？就算你的等级再高，也不过就是一个新生。面对兽海的冲击，能够不犯任何错误的用灵术抵御吗？就这样。什么？没有后退，防止被兽群包围，反而冲向了中央。人流西照，凌晨流，人流侠。这是嗜血捕人堂。聪明的选择。虽然对付这种偏植物系的魔兽，用火系灵术才是正解，但距离太近了，即便能对嗜血捕人藤造成伤害，也没法保证自己的安全。嗜血捕人藤依靠吸血为生，体内有大量的水分，冰系灵术更快发挥作用，而且还能暂时阻挡魔兽的围攻。不过毕竟是5阶魔兽，这样没法打败他，但只要争取一瞬的机会就够了。他做了什么？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！不过，在空中，看你还怎么躲！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这家伙怎么回事？这战斗力是移动的人形军队吗？站住！别跑！再跑我就开枪了！嘿嘿。随便一些，就有4阶灵术的规模，是高阶魔兽。思静小弟，你下起手来可真不留余地。哼，不要再装出这种风淡云轻的高人样子了。你这一把操作，血亏了吧？竟然被你看穿了，我的心现在在滴血。哼，不过只是一些低阶的魔兽而已，死了也就死了。就让我看看你还能坚持多久吧。是不是觉得刚刚这么打过一场后，我的武器弹药应该剩下不多了？知道你肯定还有后手，所以我也有所保留。来赌一赌，看看我们谁先破产吧。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河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连着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点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火呀你，水映脊梁，
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主张。谁引来雪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我这是被传到外面了。唉，幸好严晶晶比较胆小，只剩那3颗手雷了。唉，不过嘛，这也算在计划之中吧。你就在里面先待着吧，等明天比赛结束再放你出来。唉，比赛要开始了还没来人，看来都不守规矩啊。既然如此，这第2场比赛就算作平局。等一下，我没有打算弃权。木之兰，你来了，家里还好吗？没事，家里只是写信告诉我情况，并没有让我弃赛。我跟你说，严晶晶她来不了了。昨天我……可是他到了，而且看他的眼神，好像现在就想杀了你。这……死寂，啊，你们见过了？他好像对你很生气。这个嘛，有点误会。是吗？总觉得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。这个事情我回头再跟你解释。总不能在无人老师面前说，我本来想让严晶晶无法参赛吧？原来如此，思静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你敢做却不敢认吗？严晶晶，你这家伙，活该！我还是下手太轻了。这些小事你们一会儿自己处理。所以第2场比赛参赛者就是木之兰和严晶晶了，对吧？是。木之兰，如果你打算和你驯服的魔兽一起战斗的话，那我就不对严晶晶那边的魔兽做出限制喽。无人老师果然暗中骗他学生会，他明显知道严晶晶是饲养了大量魔兽的御兽师。第2场比赛，除了直接战斗外，隐藏行踪和掌握战场先机才是胜负的决定因素。所以我会先将你们分开。严晶晶，你跟我来；木之兰留在原地。哦，对了，司机，有话快说，说完就快离开，别再因为乱入比赛场地而被判输了。这意思是让我快点把情报收完吗？无人老师难道会读心术？知道我刚刚在怪他偏心？你想和我说什么？我昨天知道严晶晶她其实是御兽师，对吗？而且还不是普通的那种。是的，她拥有的魔兽数量非常惊人。虽然昨晚被我灭掉不少，但那只是冰山一角。昨天只是在试探我的实力，所以最坏的情况，你可能要对付很多高阶魔兽。不管是怎么样的魔兽，只要我和小白配合好，都不会输的。
弄了半天你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啊？你就放心吧，我可不是盲目自信。在这片森林中，小白的机动力能够得到很大的发挥。我还是不放心。那这个你收好。这是昨天一战消耗太多，来不及做新的，就这点存货了。希望在关键时候你能派上用场。为了着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头大汗，走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挤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黄了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火呀你！水银几两，军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希望这些能给你派上用场。用的时候打开保险栓，再注入少量灵力来激活内部的火灵石，然后扔出去就行。文人老师，还要走多远？到这里差不多了吧？早着呢，这才到哪儿？离那么近，战斗那么快的话，那你们会驯兽的能力不就没处使了？老师，你考虑的真周全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从哪里抓来这么多魔兽？这与你无关，你好好享受你的比赛。如果说第一场比赛是人类战场的混沌，现在的第二场比赛就是魔兽战场的混沌。那是更没有法度、弱肉强食的世界。学生会换届挑战第二战，无尽兽潮森林开始。无尽兽潮森林听起来会有很多魔兽。当然，魔兽可是会影响比赛胜负的重要因素。但是原本这个森林里的魔兽，以木之兰和岩晶晶现在的实力，轻松就能解决啊。原本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所以为了让岩晶晶和木之兰的比赛更加精彩，我特地让组织科的老师深入后山，多抓了点有趣的魔兽过来。有你这样的领导，组织科的老师也挺辛苦的。你能感受到吗？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。被抓来的魔兽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，只要受到少许刺激，就会爆发，然后引起整片兽群的反抗。野兽果然就是野兽，还是先保存体力，让小白来解决吧。小白，
然不知道小白究竟是什么魔兽。小白，干得漂亮！看现在的情况，应该和小白的高阶血脉有关。颜晶晶，如果你没有像小白这样的高阶魔兽，看你怎么应对这片兽潮森林。双头狼拥有敏捷的身手和轻易咬碎人骨头的力量，单体实力勉强算是4阶吧。不过喜欢群体行动，也算是山里非常麻烦的魔兽种群。罢了，虽然不是很满意，不过作为我找到的第一批魔兽来说，也算有点战略价值。毕竟嗅觉、听觉和机动性都算上乘。先不着急找到木之兰，带着我的意志，继续去蚕食这片魔兽森林吧。将见到的一切魔兽都收为我的奴仆。不对劲，魔兽的气息很骚乱，但却一直没有魔兽出现，不可能全是小白压制的结果，总感觉有点不妙，必须赶紧找出原因，不然恐怕会有很大的麻烦。哼，太迟了，我找到你了。这么多熟练的魔兽正向我冲来，这不正常。难道是颜晶晶驱使的？为了这儿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河走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变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县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，水映脊梁，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都是颜晶晶控制的，不可能！就算御兽师能强行驱使魔兽，也不可能驱使得了这么大规模的魔兽。难道文老师安排的魔兽，其实是颜晶晶早已驯化的？你该不会觉得是我提前安排的吧？虽然很抱歉，但我想不到别的理由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也没必要瞒着你了。其实，颜晶晶在御兽师中是极为特别的。人类驯化魔兽作为自己战力的历史，和灵术师的历史差不多。很久以前，灵术师数量稀少，村子和城镇经常遭到野生魔兽攻击，于是他们开始驯化一些魔兽，交给没有能力自保的普通人来抵御袭击。在这个漫长的驯化过程中，需要了解魔兽的生态，挑选能够被驯化的魔兽种类，寻找幼崽从小驯化，
并且还有家族开始专门繁育特定的魔兽。而到了这一步，自然就诞生了一样东西：刚需的价值，稳定的产出，自然会催生出相关的产业。不错，一般驯化魔兽需要灵术师家族好几代的努力，所以这些灵术师家族就干脆拓展思路，往控制魔兽的方向发展。这就是最早的御兽师。你可知御兽师有强制操控魔兽的方法？略有耳闻。在某些极端情况下，使魔兽大量死亡，就需要能够快速驯化其他魔兽的手段。为此，御兽师开始研究新的灵术方向。他们使用灵术，将自己与魔兽的灵魂同调，强行建立伴生关系。对，这就是很有趣。这群异想天开的御兽师，居然真的找到了某种能被称为灵魂之物的特殊灵力。在我原本的世界，本来是不相信灵魂的存在的，但是我又是灵魂穿越而来，所以一定有某种类似灵魂一样的东西存在。其实遇到强大的魔兽时，御兽师能自保就不容易了，还要在战斗中进行灵魂同调的细致操作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他们会聘请其他能够战斗的灵术师，协助自己捕获魔兽后再进行灵魂同调。但是有一个家族不甘止步于此，颜晶晶就来自于这个家族。在无数不可告人的实验下，终于找到的能够用于实战，不能够用于战场的特殊灵术——纯粹魔影。御兽师无法实战的历史早已过去，我的灵术只要通过与魔兽对视就能发动，使其成为我的分身，其瞳孔中便携带着我的灵魂信息。只要再遇到其他魔兽，就能够再次发动，会像瘟疫一般席卷所有地方，而所有种此术的魔兽都将与我共享灵魂，共享事业。这也太变态了吧！不可能有这么方便却毫无限制的能力。照这么说，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，他岂不是可以操控天下所有的魔兽？数量是有限制的，你可以理解为最初的瞳术放出的是一份完整的灵魂信息，而在不停复制的过程中，信息会逐渐变得不完整、破碎，甚至错误。快速方便的代价自然是单体质量的降低，而且同化魔兽反馈到他灵魂中的庞杂信息也是不可忽视的，需要承担巨大的反噬。如果颜晶晶相当聪明，她不会盲目依赖自己的力量，而是选择性的控制强大的魔兽种类，驱赶弱小的魔兽种类，或是控制族群中的首领，带领弱小的同族。穆之兰就这样在兽潮中沉没吧。小白，拉开距离，往左走，避开魔兽群的行进路线。哼，没用的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中。魔兽也改变了前进的方向，说明他们知道我的行踪。现在监视我，得找出来。将风系的灵力尽可能的凝练，以达到杀伤的效果。穆之兰，你这个思路是正确的，但是你太钻牛角尖了。身为公主的责任，让你弦绷得太紧了。那又如何？甘老师，你说你要指导我的修炼，不会就是想要开导我吧？开导肯定还是要的，弦绷得太紧是会断的。
从2阶开始，到现在接近5阶，你的攻击范围有增长吗？2阶、3阶、4阶，你的风系灵术的伤害一直在提升，但是攻击范围却毫无变化吧？风系应该是范围最大和操控最灵活的灵术吧？接下来，做好从头开始的心理准备吧。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着大汗走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，水映脊梁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蛊惑似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，落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宫本无形，所以它并不锋利，但它也最不受限制。我之前在使用风系灵术的时候局限了它，而风系真正的用法应该更加轻柔，更加悄无声息，更加广袤。只要不刻意压缩风系灵力，以我现在的等级，已经可以影响到足够的范围，把自己的思绪传递出去。果然有东西在监视我，派去监视的魔兽被发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兽巢的包围已经形成。木之兰，你现在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死，要么认输。逃不掉。花了那么多时间控制并聚集魔兽群，这段时间我可也没闲着。你说是吧，严晶晶？狩猎可是我身为游牧民族的专长呢。陷阱？还以为是什么呢，结果只是一些狩猎陷阱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你又能准备多少呢？胡扯！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能准备出那么多陷阱吗？这肯定是作弊了！文人老师，这么说起来，甘宇这小子最近倒是总请我喝酒，是不是老夫喝醉了以后说了什么呢？哎呀，文人老大，最近都见不到你人，在哪儿忙着呢？最近一直在后山第2峰以监督我的部下干活呢。看来这文人老师就是单纯看热闹不嫌事大呀。看来文人老师是默许了。
甘老师，为什么要特地改变修炼场地？这片森林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这第二风根学院离得比较远了，走远点，以防被学生会打探到你的修炼进度啊。真的吗？真是极深的性格啊！现在给你布置这段时间的修行任务，就是用风系灵术在这片森林中取材做陷阱。陷阱？哎，你该不会告诉我，你身为游牧民族不会做陷阱吧？会做，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你将无形的风系灵术修炼至有形，现在要试着让其重新归于无形，在无形和有形之间自如变换，能够让你的实力更进一步。你不用动手，一切都要用风系灵术来处理。不只是单纯的锋刃或锋剑，你还要掌握能够举起巨石的厚重之风，将草屑覆盖沼泽的轻柔之风，缠绕藤蔓的轻妙之风。等你将这一块森林布满陷阱的时候，我就能保证你这场对决的胜利。搞那么多陷阱，要是让路过的学生受伤的话，我可没钱赔啊！甘老师说的那么神秘，还什么保证取得胜利，这不就是作弊吗？这样也好，太容易赢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。让我慢慢把你折磨到输，到时候看着思静着急的样子，想想我就高兴。虽然魔兽被陷阱解决了不少，但强大的魔兽都还在，只要进一步缩小包围圈，就一定能抓到他。到时候就算解决不了木之兰，也能狠狠消耗他一下。刚才追踪的灵鸦被干掉了，通过其他魔兽敏锐的嗅觉，我还是能知道他在哪儿。而且出了森林的东南方就是断崖，除非他弃权认输，不然就一定要面对这些魔兽。慢着，身为严家人要谨记，不能盲目自信，一定要有两手准备。前面就是剑，这气也越来越明显。抓住你了！什么？没事，我感受到了，魔兽群已经落入了我的陷阱。校长啊，你就当这是自然灾害吧，可千万别叫我赔钱啊！你带着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头大汗走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，水银脊梁，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蛊惑自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
好不容易控制的魔兽，大部分都掉下悬崖挂了。哼，看来不能小看木之兰。可恶，我还是好生气！我费了那么大劲，结果连木之兰的点都没见着。需要控制的魔兽变少了，大脑的负担变轻了不少。神清气爽，思路也变清晰了。为什么他不在悬崖边呢？不，为什么我会以为他在悬崖边呢？难道是气味？充当监视作用的魔鸦被我消灭后，严晶晶控制的魔兽群只能凭借气味继续追踪我的行踪。虽然通过气味得到的方位很模糊，但他只要操控足够多的魔兽，获取更多信息，再加以计算，就能推测出我的精确位置。还是小心点为妙。我相信他有这样的能力。我的优势竟然被他反利用了。算了，已经失去先机，我得抓紧离开这儿。还是边走边想吧。木之兰第一次改变方向时，魔兽群就向着他去往的东南缩小包围。随后，他利用风掩盖了自己的气味，再次偷偷调转方向。那会儿，我以为他是在情急之下随便选择的方向，如今看来是被他算计了。魔兽群是往东南去的，他应该在反方向，也就是森林的西北方向。以他现在的移动速度，他大概在森林西北靠中部的位置。找到了！那么快又被找到了！木之兰，你已经很努力了，不过很可惜，第二局依旧是我取得了先机。时间，重石！继续跑，不要改变方向，这是最后的区域了。看来木之兰也在找我的位置，他应该是先画出范围，再通过风系灵力慢慢排除，最终来锁定到我。哼，真是难缠的家伙。不过在找到我之前，就让我先来消耗消耗你的体力吧。我可没工夫消灭所有的魔兽，差不多限制一下就行了。飞行魔兽机动性很高，对于很多灵术师来说是很棘手的对手，但对使用风系灵力的我来说，这类魔兽最好对付。风神剑，轻视连胜。好快，不过威力不足，躲不开了。但是这种程度的威力，应该没法造成致命伤。士兵的翅膀，威力太弱了。看来这个力度正好可以击穿这种魔兽的翅膀。那开始慢慢收拾他们。不论是用风系灵术操控气味也好，远程启动陷阱也好，还有刚刚不停的微调封建威力也好，他的实力都不容小觑。压制，所有魔兽都加强压制。既然威力提高了，他的攻击就不可能那么频繁。呵呵，风神剑，轻视连胜。又是弓箭，林香害，可恶，在耍我！你们竟然换着能造成伤害的剑！必须调动所有魔兽的视野进行计算，把剑的威力找出来。不要试图看穿我的攻击，有些剑看似纤弱，但威力无比；有些剑看似强悍，但细弱无力。我为了你，可是煞费苦心呢。换句话说，你是不可能看穿的。不准！一定能看穿！不要太过于执着眼前，因为你可是会失去对全盘的控制。你没发现吗？原本掌握全局的你，逐渐被动起来了。身为猎人的你，其实早已成为了被狩猎的一方。终于找到你了。
为带着我一起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的大河总体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变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，水影脊梁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蛊惑似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，落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你好，然后再见。那么远的一剑，一目之兰的实力不可能有什么威力，我才不会被你吓到，说的好像你已经赢了一样。万一他真的可以……真的把剑射过来了，还好只是插在泥里，果然没有什么威力。什么？这不是司机那个奇怪的武器吗？哦，魔兽的控制被解除了，看来刚刚的攻击奏效了。啊，累死我了！小白，快让我吸一口。对了，得确认一下严晶晶怎么样了。如果受了重伤的话，得带她去治疗。说起来，森林那么大，文人老师要怎么判断我们的胜负呢？我以为组织科的老师们在森林里藏着，偷偷监视比赛。实际上，只有文人老师一个人吗？组织科的人是不能进入比赛场地的，因为不知道是不是会出现有失公平的干涉。文人老师，你一个人监视这么大的场地，难道你是风系的灵术师？没错，我和木之兰一样擅长风系灵术。虽然比赛环境上对严晶晶是有利的，但木之兰表现的也不错。看来教导她的甘雨很负责嘛。年底的时候考虑给她提升待遇。难道甘老师一开始说要亲自教导木之兰，也是算中文人老师的喜好吗？这家伙为了升职加薪，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啊！嘿嘿嘿嘿。那既然木之兰已经取得了胜利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进去跟他们会合了？不着急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找不到严晶晶？如果你是要找我的话，方向和距离都不太对。你的实力完全超出了我的预估，我真没想到你会用剑运送司剑的武器。好在我昨晚就见识过，不然就要栽到你手里了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位置的？不对，你到底是如何躲过我的攻击的？用风剑超远程狙击的确很出人意料，但是相对的也暴露了你的方向。虽然有一瞬间慌了神，但
但出于谨慎的原则，我还是做了一点准备。我的宝盒乃严家家主所赠，是最顶级的空间玩具，不仅能够容纳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生物，还能承受极为强大的攻击。即便是9阶强者，毁掉它也得花些功夫。要不是已经体验过司静的武器，恐怕刚刚升天。爆炸使得当时附近气流变得混乱，你用于监视的风系灵术自然也失去了作用。而我也确认了你的位置，决定不再跟你玩猫捉老鼠的游戏。你和司静2个家伙害我如此狼狈，我要打败你，再把你扒光关起来，然后再断了你那个小国的全部商路，让他们也因为你的愚蠢付出代价。严晶晶，你身为御兽灵师，本应该乖乖躲起来驱使魔兽。现在你主动现身，就让我好好教训你吧。哎呀，你说的对，我完全没有可以拿来战斗的灵术，看来我要输了呢。不过你的风系灵术也是擅长远程作战，靠我这么近，真的没事吗？给你3秒钟，赶紧跑吧。都是没见过的魔兽，跟以往看过的所有种类都不相同，绝对不是普通的等级。雷灵，雷系灵术，居然能够驱动有属性灵力的魔兽。小白，拉开距离。风灵。先是雷，然后是风，这样的话，剩下的2只魔兽应该就是冰和火了。风灵，风系加速，能够使用属性灵术的魔兽等级都不会太低，也有5阶的实力。我只有4只，凭我现在的实力，还没法正面拿下胜利。做点什么，针对一下严晶晶本人。这种程度的锋刃偷袭，只要有风灵在，我就不可能察觉不到。果然没那么容易，小白不能被追上。小白在吸收我的灵力后，自身会变得更强。要加速了，且他还能够触发更厉害的技能，像增幅器一样，用少量的灵力就可以大爆发。是不可能追上我的。我没心情跟你继续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。和我想的一样，几只魔兽的速度并不相同。只要我加快速度，它们就会因为各自的速度不同而拉开差距。速度最快的就是这只能够使用风系灵术的魔兽。风行海，见识一下风系的近战之法吧！围绕着我一走，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着大河走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黄粱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我呀你，水映脊梁，军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蛊惑似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
让你见识一下风系的地下之法吧！解决第一个，来的那么快，生物太多了，得先处理掉射向要害的病锥。风神剑，受食！糟糕，这么近的距离都被闪开了，难道他知道我的攻击？拥有主人的魔兽可不会像野生魔兽那样单纯，我随时都可以与他们同步意识，做出指示。受不了了！小美，冻住了，很不方便吧？要不我帮你把冰融化？快离开！我龙兽！真是凄惨的模样啊！刚刚的攻击，多亏小白把我挡在身下。比赛还没结束，我要站起来。以你目前的实力，是不可能打败我的。就此认输，结束这场闹剧如何？不好意思，我还留了一点灵力，没用完之前，不好意思投降。哼，既然如此，现在的我拼一下，承担点反噬风险，Q 个6阶灵术，不过分吧？什么？6阶灵术，天龙气旋？应该撑不了几秒，只要小心别被击中就好。等等，天龙气旋明明是用外侧锋刃攻击，内部应该毫无杀伤力才对，为何他要用气旋把我的魔兽围在里面？只能维持几秒的天龙气旋，不可能打败你的魔兽。但是气旋中心的风眼处空气稀薄，你的魔兽就会无法飞行。你想牵制我的2只魔兽来给我最后一击？就凭你和那只受伤的小猫，这不可能！思静的手雷，我还有一颗。想同归于尽？只要我躲到储物空间。看来你真的被炸出心理阴影了，我就随便吓唬一下，你就忘了让雷灵发起攻击了。我们草原啊，其实很流行一种技术，比灵术还要普及，是真正的人人都会哦，它叫摔跤。无人老师，你怎么突然大笑啊？吓我一跳。没什么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，木之兰获得了第2场比赛的胜利。啊，木之兰赢了！即使木之兰有我的2个手雷，他和严晶晶战力悬殊那么大，竟然也打赢了。你那2个手雷，木之兰只用了1个，但最后他还是赢了。这就是实战有趣的地方。那木之兰究竟是？入学没多久，你和木之兰就决斗了一次，而且是他赢了。他用的什么招式？是头锥。我大意了，没有闪。既然如此，我劝你好自为之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要这么吓我啊！思静，你在跟谁说话？木之兰，恭喜你取得了胜利。你真该看看我决胜的那招过肩摔。过肩摔？可帅了！突然好累。小心！思静，我想睡会儿，接下来就拜托你了。边上还有一个失去意识的严晶晶呢，这让我怎么弄啊？
为带着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头大汗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挤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黄粱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呀你！水映脊梁，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似有出招。只因蓝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这两个妹子打起来也太狠了，衣服都破了。而且这两个人，我到底要怎么搞回去啊？不过最关键的第二场比赛总算是结束了，幸好赢了。如果让学生会取得第二场胜利，那我们接下来的比赛压力会变得巨大。辛苦你了，这么努力拿下了第二场比赛，把学生会逼到了绝境。吴志兰，接下来的比赛我一定会赢的，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。死鸡！混蛋，都怪你！偷偷带给木之兰两颗奇怪的武器，才害我输掉。说还有没有了？都给我交出来！那你先告诉我，那个奇怪的武器叫什么名字？从哪儿弄来的？那是手雷，是我自己做的。把制作方法卖我。不卖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还是抢一个回去，自己研究吧。在这吗？不是，我身上没有手雷了，你不要乱摸了。在这里。不在。是这个吗？不是，都说了没有，你别乱摸了。这么说，你不会在经济上制裁我们了？自然不会，我呢只是想威胁威胁你，好让你主动放弃这场比赛。听说你的家族中有不少人反对你来学院学习，所以我觉得稍微给你施点压，你就会主动认输。我们游牧民族一旦开始对决，是不会轻易认输的。严晶晶，我有一个事想问你，严家应该没有御兽师吧？没错，我不是严家血脉，我本出生在一个御兽师的家族，不过因为走入邪道，已经灭亡了。我是唯一的幸存者，是严老太爷收养了我。按吴仁老师的说法，那个家族为了获得强大的御兽之力，不断用自己的后代做着惨无人道的实验。你不要露出这种表情。虽然我小的时候确实有过一段不幸，但严家收养我后，一直把我当家人疼爱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思晋，你制造的武器也太危险了，会颠覆这个世界的。你真的清楚吗？我知道，虽然这些武器对强者来说只是玩具，但强者毕竟是少数，只要制造的数量足够多，大部分的修炼者就会变成笑话。即便是一群傻子，也足够威胁相当数量的正规军。看来你很清楚自己拥有的东西是什么。如果将来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将我所知的一切都交给国家，我相信陛下必定会好好使用我的力量。既然如此，你的价值就远远大于高价。
阶强者，难道是严家的大人物？不用猜了，我叫严相伯，也就是严家的族长。现在开始，严家会站在你这一边。严家家主，父亲。你们两位年轻人不嫌弃的话，可以称呼我一声严老。承蒙严老厚爱。承蒙严老厚爱。严老，您刚刚说会支持我，我可以当真吗？当真当真，我们生意人眼光看得要远，比起半死不活的高家，还是你们这样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值得投资。司机，我知道有问题。如今国内紧张的局势，本质上是国内新旧阶层思想和体制的对抗。这严相国是如今朝堂的既得利益者，他肯定会跟赫连玲玲站在同一立场。难道赫连玲玲已经下定决心了？不可能，我现在所做之事都是他私下暗示授意，如有变动，一定会来跟我说的。所以严相国突然支持我，一定有别的目的。这场诸多势力的纠缠之中，率先求变只有2个可能：第一，他有异心；第二，严老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变化？如有，还请严老指点。年轻人真是不客气，开口就要情报，那可都是钱呐！只是一瞬间就把问题看得这么透，真有意思。罢了，告诉你几件事吧。这第一件事，高家如今岌岌可危，皇城的治安也跟着差了起来，导致最近发生了不少命案。命案？的确，这对高家来说是不利的。可是，仅仅是这种小事，这种事其他人是注意不到的，只有知道高家秘辛的严家，才能知道这背后意味着什么。既然严老特地提到此事，必定是有什么发现。死者全部都是拥有一定实力的火系灵术士。高晨，现在城内局势那么紧张，你还到处惹事，不怕让你父亲的立场变得更加麻烦吗？现在根本没人真心支持高家，只有我尽快强大起来，才能帮父亲挺过这关。只要我们高家度过了这次危机，几个杂鱼的性命又有谁会在乎？严老，您刚说那是第一件事，那必然还有第二件事吧？第二件事也简单，如今局势动荡，而能左右局势的关键点放在了你们这群年轻人的对决上。你不会以为只有学生会会使绊子吧？谢谢严老指点，我知了，我们走。司机，你着急着去哪里？去找丽云，是我疏忽了。我们的敌人根本不止学生会那么简单，所有想保住高家的人，都会视我们为眼中钉。这氛围，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回到这儿，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个整体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变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挤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点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黄粱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降。我呀你，水映脊梁，军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出招。
只因烂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这个时间，颜晶晶和穆之兰应该已经分出胜负了吧？局势逐渐明朗，自然有些人快要沉不住气了。看来第3场比赛可能没法如期举行了。林远，可算找到你了啊！思静，怎么了？刚刚去你家找你，他们说你已经出发回学院了。我已经听说了，你打败了颜晶晶，取得了第2场比赛的胜利。担心死我们了。颜家家主说，接下来校外势力也会展开行动。啊？担心我？难不成你们会觉得有人袭击我阻止比赛？这不合理啊！难道不是吗？想要保住高家的都是王都的保守派，这个敏感时期或遭到袭击，不正是证明了高家已经无法守护皇都的安全了吗？难道颜相伯的意思是？应该是希望高家快点倒台，趁此机会往上爬的新晋势力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袭击目标是学生会的成员。哼，果然还是来了。你知道我们会来？很简单，实力不足的新晋势力，既不敢对夏家出手，也不敢对颜家出手。那么没有靠山的我和会长，自然就是你们最合适的目标。原本你们最坏的打算，应该是要解决我和会长2个人吧。如今穆之兰赢了，那么只要让我没法参赛，学生会就输了。这种好机会，没理由错过吧？通透，明知如此，还特意一个人出学院，看来是有信心解决我们了。我没那么自大，6阶的我是不可能打赢你们全部人的。我引你们出来，是希望跟你们谈一谈。啊，说说看。我会放弃第3场比赛，让学生会落败。看起来也不像在说谎。哼，你有什么条件？我要你们运用自己的势力把我藏起来，让会长绝对无法找到我。嘿嘿，没问题，一言为定。你现在就跟我们走吧，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。喂，你不要自作主张，真把自己当老大了。没准这小子是看自己跑不了，所以将计就计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他？那你们想怎么办？废了他的手脚再带回去，万无一失。请便。嘿，风鸣，我们这边有2伙人，那边的不归我管。不过我们的约定依然有效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明白。什么？这种规模的法阵，什么时候？在你们包围我之前，我早就布置好了陷阱。你这家伙，你们也想试试？啊！居然还有这么多！有意思，人持法阵，是一个擅长灵术陷阱和灵术联携的家伙。行了，我们走吧。动静这么大，一会儿守备队该来了。会长，这样束缚你我的枷锁就能解开了吧？这门我才刚找人修好。这下别说门了，
整个学生会都得重新装修了，前会长令宇布置的东西都没了。哼，谁管他？要不是看在他有点势力的份上，半句话我都懒得和他说。还是没有凤鸣的消息吗？应该是想要高家倒台的势力做的手脚吧。我现在很担心他的安危。他没事，我后来去看了一下现场的痕迹，虽然凤鸣有出手，但双方其实没有真的打个你死我活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哼，一点都不好啊！这说明他背叛了我。会长，麻烦你们个事儿，运用一下你们家族的力量，帮我查查他现在在哪里吧。那就交给我们吧。那与思静他们的比赛怎么办？我现在没这个心情管这个，由他去吧。如果你们能在第3场比赛开始前把凤鸣找回来，就继续，不然就算了。凤鸣，事到如今，我该拿你怎么办呢？果然跟我们猜测的一样，凤鸣失踪了。看来是有人做了手脚。这样下去，只要第3场比赛时间一到，学生会就会因为凤鸣的缺席而被判输，我们就赢了。难得还回去做了高强度修炼，结果没有表现的机会，是不是很不甘心啊？凌波和木之兰可是大放异彩哦。可恶，没想到打酱油的居然是我。不过事情还是会有变数的吧？没错，既然一方已经不顾规则贸然下场，那另一边自然不会就这么眼睁睁的等着失败。未来的我也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个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电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大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降。我呀你，水映脊梁，听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似有出招。只因满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哥，猜到你会来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等了你好一会儿了。是吗？那刚好来谈谈我们的事。第3场比赛，放弃吧，请容我拒绝。唉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没想到你是第3个出场的，我总不能对自己亲弟弟动手吧？还不是因为你太自大了。如果早点对我们动手，也不至于现在这么被动啊。势力强大的一方应该讲风度，如果不择手段，就会让人感到恐惧，而恐惧会使人疯狂，让局面变得混乱。在混乱的局面里，谁都可能是输家，包括我。这当然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。但是结果你还是输了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输得明明白白，
总比输得莫名其妙好。既然哥哥你知道不可能说服我，为什么还要来学院找我？那个在令家眼皮子底下使坏、插手学生会决斗的小家族，肯定害怕令家的报复。你是令家人，但立场又和家族不同，他们必然会来找你，你就做个顺水人情，让他们安心点。那哥哥的意思是，我想让来找你的人帮我捎个口信。这次的事我不会追究，只是现在局势变得混乱了，你们最好能安然无恙，毕竟活到最后才能得到应得的一切。包子，作为交好的诚意，我再送一个秘密给你们家主吧。思敬是灵尊思义和阮蝶的儿子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思敬是灵尊之子。灵尊，思敬在这届新生中一直很突出，我们薛家肯定会调查一下他。只不过总感觉有双无形的手阻碍我们，没想到他竟然是灵尊后代。这种绝密之事，我们真的有资格知道吗？你在说谎吗？如果不是，他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？不对，无论是御县比武发生的骚乱，还是后来发起的学生会换届挑战，这些事件中都有思敬的身影。皇都多年未见的紧张局势，居然是因为一个年轻人。等等，思敬背后肯定还有隐藏的推手，难道是也不对，原来如此，是陛下。看你的表情，我想你应该明白很多事了。大人为何要告诉我这么重要的事，还想明示？我弟要和我回家族商量要事，所以你没法带走他，怕你交不了差，如此你就可以带另外一个重要的人回去了。这个情报很危险，同时也是个大机遇。你们接下来的表现将决定令家对你们的态度。凌云，走吧，跟我回家一趟。我召集了家中长辈，要商量今后的安排。现在？就是现在，回去参与一下家族讨论，让大家听听你的主张。当然，你如果不来，我也不会勉强。看来我不得不去了。你要小心。你才是要小心。我觉得我哥又设了局等我们进去。你哥的手段的确了得，他的计策没一个阴谋，全是阳谋，每次都直白的告诉我们有诈，但我们根本没有不入局的选择。我讨厌这种权力的游戏，说到底还是仗着家族的实力。实力？难道我没有吗？既然他要对局，我就用实力战胜他，大不了我把棋桌掀了，他不是最怕人掀桌吧？走了。请到薛家一叙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家族根基尚浅，在皇都还买不起房子，只能来这郊区装大户人家。这不也挺好的吗？山清水秀，又能避人耳目，四周地势平坦，只要配置少量的人，就可以监视宅邸周围的情况。想要偷偷潜入，几乎是不可能的吧？你说的没错，不过薛家势单力薄，又在这郊区做出一副谨小慎微的模样，在皇都的大人物眼中，怕是连野狗都不如。但要让他们知道，野狗也是能咬死人的。原来藏在这远郊宅邸之中，难怪学生会找不到凤鸣。我偷偷在门口有反应。七姐，是那天晚上那个带头的，还有一个人，是司机。这个宅邸有不少6阶和7阶的高手，但在这之上的一个都没有，不然我留的法阵早就会被发现了。这种水平也敢这么随意把人往家里带，薛家这是犯什么蠢？门口的封印法阵水平很低。
这里已经没法躲了，在事情变得麻烦之前，先离开吧。回到这儿，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河中去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点大的眉毛，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县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，水银几两，金瓜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自有主张。谁饮兰雪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哎，你小子怎么跑出来了？告诉你们家主，此地已经不再安全，我会自己想办法。放弃第3场比赛的约定，我还是会遵守，让他不用担心。你当薛家是什么地方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奇怪，为什么我没有抓住他？什么时候？我的腿没知觉了，我的腿断了！救命啊！伤口被冰冻住，暂时不会出血，赶紧爬着去报信，顺便让人治疗一下吧，不然失去的可能就不只是腿了。救命！呀！以为你只是个小鬼，没想到你下手这么狠毒。狠毒？明明都留你们一命了，还是要被说狠毒吗？不能在这浪费时间了。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他一定很快就会找来。这是修炼学院学生会长陈青林，没想到居然被他找过来了，是动用了学生会的情报网吗？把他拦在门外，他就没法把凤鸣找出来。哎，地面怎么那么奇怪？跟着司静一路过来，发现了不少老鼠。看来凤鸣应该就在里面了吧？你到底是因为太笨被抓住，还是因为太蠢背叛我？就让我当面问个清楚吧。也不知道凤鸣的秘密有没有被知道，保险起见，不留。思静小兄弟真是年少有为啊！你在御前比武阻止了魔化的陆骁，救了不少人的命，我当时也在场，真是印象深刻啊！在场的高手都拿他没办法，思静小弟却凭着精妙的剑术打败了他，实在是太震撼了。唉，多亏思静兄弟出手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本应该是高家维护秩序，高远他却只忙着保护自己的儿子。可恶！高家身居高位，常年享受着权力带来的便利，真要他们做事的时候，却只顾自己。思静，你不怨恨他们吗？高家是挺讨厌的，所以我才会想要搞垮高家。这么看来，我们似乎是同道中人。你说的没错，既然我们想法一致，不如一起改变现状吧。别，
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，即便有点实力，也没资格掺和朝堂的纷争。我不过是做了点儿力所能及的事儿罢了。思静小兄弟，你又何必太看清自己？我和你们也不熟，你们这次请我来，还说了这番话，想必是因为令宇说了什么吧？又要互相对视，才敢开口说话呢。说个话还要互相确认眼神，这薛家一个当家做主的都没有。这束手束脚的样子，往后高家要是真倒台了，换他们，还真说不上谁好谁坏。实不相瞒，我们从令宇那里得知你是灵尊之子，还望以后您能在陛下面前为薛家多美言几句，让我们薛家站稳脚跟。就这，令宇把这秘密随口说出去，恐怕是算好这两个家伙没命传出去了。令宇设计我来这里，一定是有什么目的，应该不只是找我麻烦这么简单，说不定有什么威胁到我安危的事儿。薛家这两个人，估计也就7阶，和我开学时对上的高启进差不多。当时我要是不计后果全力一战的话，也不是没有赢的机会。如果是现在的我，对上薛蒙和薛朝两兄弟的话，轻松取胜。眼前这两个人对我也构不成威胁。令宇真想借刀杀人的话，那么唯一的变数就是凤鸣。薛大人，请问凤鸣可在你府上做客？不错，不瞒你说，我原本打算暗中袭击凤鸣，好让学生会输掉与你们的比赛。不过我们并未对凤鸣出手，他自愿跟随我们来了府上，看来他有其他的打算。原来如此，不知可否让我与他见面一谈？啊，没问题，请随我来。不！什么？果然出问题了。这令宇到底什么来头？莫不是神算子？思静兄弟，我……如果你们有什么不便的话，可以先去处理，不用管我，我在此等候便是。遮遮掩掩，薛蒙、薛朝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离开，一个去了后院，一个去了大门。不用猜都知道，第一，凤鸣跑了；第二，陈青林杀过来了。算了，我就当回路人吧。大不了陈青林把凤鸣带回去，我就接着打第3场比赛呗，虚惊一场。自从来了学院，见了很多高手后，我发现我对实力等阶的划分还不够透彻。就比如我驱动灵力的方式和别人不同，这一点让我一直以为自己只有4阶。事实上，等阶划分只是作为一个参考，等阶越高，这个池子里的人就越多。像薛蒙、薛朝、高启进都是7阶，但是他们和陈青林、陆萧这样的实力跨度就很大。而我按照母亲的教导，所以始终以为自己只有4阶。阶冰血，战神之锤，5阶很轻松，再来是6阶风系，天武气旋，7阶武技囚龙，明明都很简单啊。说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个准备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沿着电方向，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大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我呀你，水影脊梁，云挂祖传秘方，
拂袖扬长，不惑似有出招。只因满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原来如此，7阶灵术我也能稳定使用。而我入学测灵力的时候，差点弄碎测试灵石。原来跟普通新生相比，我简直就是一个大功率违规电器啊！话说回来，都怪那不靠谱的爹妈。以前只觉得老爹比较坑，练个剑差点给我打出重生剧情来。现在想来，老妈也不靠谱，把我整个世界观都带歪了。又不是人人是灵尊。你想好好教，那就别生我呀！以他们俩性格来看的话，来追我呀！我这灵尊之子是意外事故的可能性非常大。不过，突然发现自己是7阶强者，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。不如留下来看看热闹嘛，反正真打起来我也不虚啊。不过更让我在意的是，烈陨社的局到底是什么呢？哥，你是不是又给思静找了什么麻烦？薛家那个白痴急不可待地跑到学院来，傻子都知道凤鸣在他们那儿，陈青林肯定会跟去大闹一场。就算是这样，那是陈青林和薛家的恩怨，和思静有什么关系？陈青林会不会和思静打起来，其实主要看凤鸣怎么打算。凤鸣？各种迹象都表明他是主动跟着薛家离开的。难不成陈青林会认为这是思静搞的鬼？但我听说凤鸣和陈青林是至交，他怎么会背叛陈青林啊？他们的命运早在彼此相识的那刻就开始相互束缚纠缠了。凤鸣的背叛只是为了陈青林的未来做出的小小反抗而已。陈青林完全就是个失控的疯子，但是他却对哥哥你毕恭毕敬，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有求于你？没什么，只是帮他们掩盖一个秘密罢了。陈青林伤了我们多少人？受伤的人，这最基本的情况都不弄清楚就来汇报吗？这小子根本就没留下任何活口啊！门外的守卫居然全被……陈青林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在我们薛家大开杀戒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听你的语气，你好像想杀了我，但是凭你的实力办得到吗？知道你年少有为，已经达到了7阶的实力，在学校里许多老师都不见得是你的对手。现在在我的地盘，大可以耗着你，族中高手来支援，定能将你拿下。到时候，第一，凭你的实力，想耗着我是办不到的。第二，你这地方已经没有活着的其他高手。第三，我已经打定主意要灭了你薛家，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，所以自然也不会有人知道是我干的。这小子！大家安置在这种郊区，有没有想过，要是被人灭门，连一个目击证人都找不到吗？果然被他找上门了。这薛家真是蠢得要命，他们确实蠢得真要没命了。刚刚的要命一语双关呢。不能再耽误了，按照陈青林的速度，很快就会追过来。之前偷偷留在后山的感知阵法被破坏了，有人来了，而且还是高手。难道是陈青林找来的帮手？
万万没想到他会找人帮忙，看来我离开这个市，真的让他很生气。这下麻烦了，不一定逃得掉了。回屋先找司静好了。查不错，这薛家表面低调，看来暗地里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嘛。哦，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了。本来是要走的，但后山来人了，不清楚对方底细，但可以确定是个高手。避免麻烦，我干脆就先回来了。陈青林来找你了，你在这等他就是了，没必要跑啊。你不知道我要躲的人就是会长吗？哎，为啥？什么鬼？你不是被薛家绑来的吗？啊，不是的，你误会了。原本我想请薛家帮我掩盖身份，结果还是被会长发现了。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这凤鸣和陈青林到底是闹哪样啊？难道是有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非常不得了的剧情吗？你说后山来的人是陈青林找来的帮手，而且还是个高手，是什么人？你大概心里有数吗？不清楚，能出现在此的高手，只可能是和会长利益一致的人。令家？不对，不用那么绕弯子的。而且令宇的意思，令家不会直接下场参与的，严家和夏家也不可能啊。难道是某个希望保住高家的小家族？你离正确答案应该很近了，不过越是接近，越容易错过正确答案。原来如此，最想保住高家的是高家。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个村子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大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焰你，水映脊梁，军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自有出招。只因蓝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薛府，薛家是哪个来着？高晨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啊，你是皇都守备队的。自己人自己人，我听说有人绑了凤鸣，可能藏在这儿。你也知道高家负责城中守备工作，我父亲现在走不开，所以我就自告奋勇过来看看。没想到你已经先到了。你这是？不愧是国家栋梁，跟你一比，以前的我真的是个纨绔子弟啊。我记得你的名字是……我是薛蒙。原来是你啊！身为守备队一员，却知法犯法，区区一条狗，还想反咬主人一口？来者不善，手抽不回来。怎么回事？他不是被学院开除的3阶废物吗？你在做什么？放手！要放手的是你们才对。
拎不清自己几斤几两吗？贱奴！把你们的脏手给我拿开！这种规模和威力的火焰，这不是3阶的手力，6阶，不，好像只有5阶。对，现在感觉有7阶。境界如此不稳定，是用了什么邪法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输给你。跟他不熟，这么干坐着，尴尬的我的脚趾头都要抠出31听了。这家伙看起来就是个一本正经的闷葫芦，就算找到说话，肯定也是3句憋不出个屁来。刚刚说了，我是主动跟薛家走的，为了躲避会长。啊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会长，陈清灵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他应该会有光明的未来才对。虽然我们现在是敌对关系，但我承认他的实力的确很惊人。不过他的性格，他本性不是这样的，现在这种疯癫的做派全是演出来的，为的就是让大家害怕，然后远离他。你是说他要故意隔绝人群，做一个独狼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如果我离开，他就能轻松的做自己了。你们过去究竟发生什么？到底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？等他们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先说声抱歉，一会儿得利用你，帮我拖住他们了。凤鸣，你果然在这里！这个事情和你有关系吗？你没有啊？我像是那种能使唤贵族的人吗？跟我回去吧。你为了防止我趁乱逃走，不是还叫了帮手吗？不等人到就先走，有点不礼貌吧？哈哈哈！陈青莲，果然还是凤鸣比较懂礼数，你应该跟他好好学才对。高晨，来的居然是他，难道血魔被他解决了？司机，真是冤家路窄，没想到你在这里，看来我们的缘分真是不浅呢。要续就你们慢慢续，我对你们的事没有兴趣。既然凤鸣已经找到了，我就带他先走了。我帮你忙堵了门，你现在是不是也该帮我一个忙了？我们联手在这里杀了司进吧，不如就在这里把一切都了结了吧。只要解决了他，令宇一定会很高兴的。还是老样子，一言不合就动手，落叶！快！居然打开了，这反应和意识真是不得了啊！吸灵术来强化身体，竟然爆发出瞬移般的速度，将电流打入被攻击的物体，使对手被电流麻痹。我吃惊的是高晨，他的实力甚至也高出高启进一些，他怎么办到的？哼，还要做无谓的抵抗吗？不如痛快点受死，免得痛苦。陈清灵实力比我强，我全力以赴的话，不论是和谁1对1打，我都有信心赢。但是现在2个人的话，我打不过。你要不来搭把手？什么情况？凤鸣，你真的要跟我动手吗？其实我想了很久，我觉得离开你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不允许你擅作主张，你没有资格决定自己的去留。你俩的事情怎么样都无所谓了，能不能先把正事办了？陈青莲，你那小伙伴如果要帮思进的话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哦。你敢？凤鸣，你是不是也是七阶啊？只要你跟我联手打败他们，你就能跑路了。不，我和你一起2对2也有输的可能，我不做没把握的事。那你还有什么妙计就赶紧使出来吧，不然我可就要挂了。凤鸣，做什么？疯了吗？司机，有你走近，这就是不是。
为带着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的大河总比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连着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点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县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呀你！水晶脊梁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蛊惑似有数招。谁引兰雪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好家伙，居然是魔族！只要抓了你，高家就立下大功。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那我只能杀人灭口了。原来如此，这就是你一直等在这里的计策。那么，再见了，陈清林。站住！还想走？啊！延迟陷阱灵术。切，罢了。先解掉最强的雷系灵术，雷闪，顺着闪电的轨迹，外形移至你身后。有什么灵术的原理是我不能看破的？既然如此，那我这招雷系灵术，一刃，高家研法，凋零。雷系灵术，缠身。与你操控的雷系灵术稍微加点难度。尽耍小聪明，你以为这点水花就能难住我了吗？高家研法！不好，他冒着风险跟我拉开距离，原来是为了用那招瞬移秘术。为了拉开距离，自己弄事，已经落入我的陷阱了。冰系灵术，金牢！什么？死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对不起，这蠢货！2对1，却没有杀死对方，让我被他抓住机会。重创，差点没了命。当地哪个环节出了失误，一瞬间，似乎是我的冰系灵术帮他抵挡了部分火焰伤害，同时兵又被火焰融化，得以解除控制。他比我们多了一份被杀的觉悟。这家伙，切，废物！你倒戈的倒是挺快。钱清林，你敢说你刚刚没有动杀我的念头？大家都是审时度势罢了。看来你也挺谨慎的嘛，伤得一点也不重。先把体内的电流散出去。陈青林，我们都还年轻，何必在这儿斗个你死我活？你想拖延时间，恢复伤势？你不也是？
如果你不需要恢复伤势的话，以你的性格，还会在这儿跟我们废话？刚刚那一瞬间，你不过是在绝境中以伤换命罢了。即便如此，也说明我远比你们要强。虚张声势，吃过一次亏，我们只要小心点，还怕耗不死你？高晨说的没错，只要小心一点，陈青林必死无疑。但我和高晨也必定会决出生死。问题是，陈青林拼死反击，伤害难以预料。如果重伤一方，那下一个死的就是他。没错，你们能耗死我，不过希望你们俩一直能齐心协力啊。陈青林一句话就点破了问题所在。高晨这个白痴心里肯定已经有别的想法了。陈青林这一手真够鸡贼的。既然如此，陈青林，我可以答应你，守住凤鸣秘密，绝对不跟任何人说。只是，司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想把矛头对着我吗？小人！陈青林，司静与我有大仇，你如果帮我解决了他，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凤鸣的事情你自然也不用担心。谁的话都没相信的必要。既然现在不能杀死最强的，那就先从最弱的杀起。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头大汗，走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后来怎遗忘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火焰你水映脊梁，金瓜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蛊惑似有出招。只因满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死吧！要死的是你，西阶灵术，云心灵，守月。这小子原来也能爆发出这样的速度，小看他了。挑在这种时候乱说，真会找时机，那就连你一起干掉。陈青林应该听严晶晶说过，以他的速度应该躲得开。不过高晨就不一定了。这难道就是严晶晶说的司静的秘密武器？一瞬间能释放数个，每个都接近5级顶级灵术破坏力的手雷。这不是火系的伤害吗？为什么叫雷？连名字都要迷惑敌人，司静小子太阴了。应该啊，按照之前的推算，高晨的确没有躲开，但是为什么他还活着？没有人可以用这种普通的火焰伤害高家的人。高家之焰，乃火系至尊，区区火焰不过是我的食粮。把火焰吸收了，
原来如此，严老之前跟我说过的皇城都尉火系灵术师被杀的情报，居然是指这个。这个老狐狸，那时候说话就说一半。七阶灵术，研磨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哼，7阶顶级灵术，这不是比我和思进还要强一些吗？你们觉得我是你们中最弱的吗？想杀死我，就凭你们2个。在我高家高贵的血统面前，在我先祖的天赋面前，在我下定决心变强的结果面前，统统都得死！看你太激动了，给你灭灭火。一锤子可能砸不毁你，再补3锤吧。神仙，巨之锤，3！还敢小看我？那就先从你开始杀起吧！等一下，现在才想求饶，是不是有点太迟了？死后再去慢慢后悔吧。让你装逼，把我的巨人之锤烧化了，以为就没事了吗？烧完还有水都不知道吗？啊！太损了！高晨刚刚逼格满满的开场，现在完全沦为了笑柄。这老了以后，我以为能把自己尴尬死。现在交出水蒸气，看起来就像你们7道冒烟。5阶灵术，心流，华流云，6阶灵术，炎雷降发。时间恢复了，果然并非肉身。7阶顶级灵术，炎魔火球术。高晨已经将肉身和你融为一体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。耗死他！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个总是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变着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火呀你！水银计量，军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似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这下麻烦了，只能想办法耗死他了。不过这么大动静，引来人怎么办？思进这小子打算怎么做？不太对劲。7阶的高尘，如果再加上苍炎，我确实打不过。但是，为什么高尘所化的炎魔是红色的火焰？泥巴！
同于以往，凭借着经验与感觉释放灵术，用手直接接触法阵，增加自身灵力的输出稳定性，细心的接触法阵的所有细节。七阶灵术，而且是威力强大的高阶攻击型。不过，为什么是火系？高神明显拥有能够吸收火焰的能力，用火系灵术攻击他，不是让他变得更强大吗？愚蠢，还在做无谓的抵抗，你的那些小伎俩根本没用，现在就送你们上路。这还差一点，赶不上了吗？赌一把，必须把法阵化完，用完美的七阶灵术。司机想撑到最后一刻把灵术完成，虽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还是帮他拖延一下时间吧。打完就得赶紧撤，不能被前后夹击。唐雷之枪，螳臂挡车，滚开！接下来就看你的了，司机。七阶灵术，魔龙！这些普通的火焰，在我高尘面前，都是我的食粮。果然都被高尘吸收了。司机打算怎么做？这是我送给你的大餐，你可得完完全全一点不剩的全吃完啊！你们已经没有办法阻止我了。现在我就来取你们两个的小命，可别想跑啊！饭后不要马上剧烈运动。不是，我的身体，不然容易坏肚子。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灵力失控了！原如此，高尘身为四大家族中高家独子，从小就拥有远超常人的修炼资源，修炼资质却只比普通学生略高一些，而且跟他同样出身的人，在高尘这个年纪时，等阶远比他高。从这点上来看，高尘的修炼天赋极其一般，但他却在被开除后的几个月里，等阶瞬间提升到7阶。高尘必定使用了某种秘法，结合炎相伯暗示的信息，以及刚刚高尘吸收手雷化身为炎魔的情形，可以推断出，通过不断暗杀皇城中火系灵术师，吸收他们的力量，来提升自己的修为。居然有这么变态的秘法！这种方法一定有弱点，让我感到违和的地方有2点。一个是气息跛子，境界不稳，高尘展现出来的气势起伏不定，明明是7阶，却瞬间掉落至5阶，然后又在下一刻升至6阶。那第二点？第二点就是高家特殊的紫色苍焰比普通火焰强很多。没错，他发挥出的火焰威力很强，连我都只能暂避锋芒，采取贴身快攻的方式，根本没有想过使用高阶灵术和他对抗。直到高尘吸收了我手雷的火焰，灵力全开，使出7阶顶级灵术炎魔，剑变成了红色。所以我大胆推断，高尘能将火系灵力吸收并储存，但要想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实力，则需经过炼化。高尘就像一个储存灵力的容器，不断汲取着火系灵力并转化，但只要是容器，就必定有极限，一旦超过极限就会爆开。所以你就准备了一个7阶火系灵术，想让它吸收超过极限自爆，万一失败了呢？岂不是让它更加强大？我相信我的判断。如果失败了呢？失败的话，失败了我就跑路，躲回学院啊！反正你一定是要解决高尘的，我也不怕你放着他不管来追我呀。这家伙怎么一肚子坏水呢？司机！
回到这儿，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个大河走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，碎银几两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蛊惑似有出招。只因烂血，几度恩怨情长，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安心上路吧。陈青莲，高家不会放过你。无所谓，被追杀的日子我早就习惯了。毫不犹豫下了杀手，看来他下定决心要解决我们。接下来轮到我们俩决胜负了。为什么要为了他做到这个地步？哼，你确定要听？你怕不是又想拖延时间休息吧？哎呀，算了，感觉你一开启回忆模式，没个2集的篇幅讲不完。简单点说就是，我在一无所有时认识了凤鸣，是他让我有了重新生存的意志，但没想到他是魔族。为了保护他，我从小就开始杀人。所以你现在不相信任何人的承诺？无所谓了。现在想来，凤鸣可能会觉得我会被他束缚吧，但我根本不在乎这些。打完这场，如果我还活着，我会去找他。还要打？对，不过不是为了凤鸣，而是为了我自己。我从未像此刻一般想要决胜负。真是巧了，我也一样。那就比一比，我最快的速度。接灵兽，雷闪，地雷杀阵。根本没办法跟上陈青莲的速度。如果不是他没法化作电流的话，他的速度会无限接近恢复。首先闭上眼睛，把注意力集中在体表的皮肤。陈青莲经过的地方，电流会变大。集中意念去感受那种细微的变化，唯有真正收复的一刻，才能使出的奥义。月灵心流。瞬百剑，居然得手了！不够快的话，即便是一瞬百剑，也会被看破。思进，你在梦境空间中和9阶怪物对战练习了无数次，现在的你肯定能突破一瞬百剑的极限。来吧，把时间切割得更细碎吧！再细，再细，再细，再细！月灵心流，一瞬间剑！真是败给你。你这个年纪居然能把剑术修炼到这种程度，就算你是天才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
练剑时间也不够啊。嘿嘿，天不天才的不敢说，但有忘归在，我练剑的时间还真是比其他人多无数倍。你把手雷挂我身上，为什么不引爆？只是决胜负，赢了就行，没必要真把你杀了。你不怕我赖账，要跟你再打一次吗？刚刚也就是一念之差，再来一次，你不一定赢。你不是还有正事吗？打也打了，赢也过了，我们之间又没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，你会想再赌一次命？嘿嘿，这次算我欠你个人情。知道就好啊，有机会记得还啊！赶紧溜啊！这次事情闹那么大，你会不会保我？哎呀，高晨，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？不过你好像变得更可爱了呢。在与高晨和陈青林的战斗结束后，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。仔细想想，玲玲这次推我出来搅局国家大事，实在是太扯了。不过，令云被令宇带回家后，只是让他在家族会议中发表自己的看法，事先想象的激烈辩论并未出现。只是，令云说完后，没有一个人率先表态。令云明白，现在的沉默，只不过是在等哥哥的表态。思静赢了，这件事就按令云的态度来，还请各位长辈多加协助。最后，令宇只说了这么一句话。玲玲也在思考如何处置高家，那就再给高家最后一次机会吧。玲玲的意思当然不是让高远官复原职，如果他认错醒悟的话，即便失去实权，还是会给到足够的尊重。可惜高远并未抓住这最后的机会，家族的权力和荣耀成了高远的枷锁，困兽也唯有一斗。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不论结果如何，高远都是愧对列祖列宗的千古罪人。高远，你想反？陛下，微臣别无选择。你放弃了我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次机会。没想到不光要防着边外的魔族，还得防着内部的小人。夏家究竟是什么时候？高远，在你集结皇都守备的亲信时，你就应该发现城中人数剧增，并及时收手的。可惜呀，你名字里带着一个远字，却是一点远见也没有。废话少说，事已至此，就明日行刑。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河中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连着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我呀你，水映脊梁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似有出招。只因蓝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
双方的兵力相当，战斗持续了很久，直至黎明时分。高远的部队全军覆没，唯有9阶的高远不见了踪影。陛下，高远逃了，可惜城中搜捕，并非夏家强项。不劳夏将军费心，以后皇城守备由你们新成立的皇城5卫掌管。你们都是凭自己努力和实力走到如今地位的青年翘楚，去把高远找出来。只要出了这密道，就能离开皇城。高大人，受了好重的伤，没事儿吧？李洛，你为何还在此处？不是让你带着高晨先行离开吗？唉，高大人一心只顾着自己的大事，连儿子都没空关心。枉费高晨一片好心意，生前还想着帮父亲分担烦恼呢。你在说什么？高晨，高晨，你死啊！你怎么会搞成这样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高大人，其实我也许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回高晨，只是需要你付出一点代价。什么代价？你说，只能换我儿子一条命，我什么都愿意付出。既然高大人这么说，那就好办了。儿子，果然，高家的火焰只有吞噬至亲的时候，才是效果最好的。吃吧，高晨，然后涅槃重生。真期待看到你醒来后，发现自己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是什么反应。情况就是这样。是吗？既然在高家府中发现了通往城外的密道，那高远应该已经离开皇城了。卑职办事不力，请陛下恕罪。无妨，当务之急是重新整合皇城守备军，安抚民心。高远叛走，城中的安全还要靠你们维护。退下吧。事情没这么简单。高远即便是9阶强者，但身受重伤，不可能躲过我们的围捕，恐怕被做掉了。人一走就没个坐相，你可是皇帝。要你管，能躺着绝不坐着，是我的人生信条。不止如此，高晨也不见了。薛家被灭门一事有结果了吗？从现场的痕迹来看，4人跟此事有关，分别是高晨、陈清灵、凤鸣以及司静。现在除了司静，剩下3人都消失了。要去找司静问问当时的情况吗？司静，司静这家伙怎么搞的？怎么总是不听指挥擅自行动啊？要是有什么意外，我怎么跟司仪和阮蝶交代啊？陛下，形象，注意形象。不行，应该把司静赶出皇城。要出意外，也不能出在我这里。陛下，你又要偷偷溜出宫了，你这样很危险啊！反正皇城里有很多你的眼线看着我。不过警告你，等我进了司静的房间，可不许再偷听了啊！真是小姑娘。罢了，皇家跟灵尊如果能攀门亲事也不错。你就不能从门里进来吗？直接爬窗户比较方便。运动神经那么差，还总是爬上爬下的，很危险啊！司静，你真是野心不小。你是想要攻略我，然后成为这个国家地位最高的男人吗？什么？好了，快放我下来吧！就你这倒霉体质，
万一等会儿木之兰和凌波来了，又要闹出什么误会？我竟然无言以对。好了，跟我说说薛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吧。我们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即便高远是9阶强者，在没人帮助的情况下，他也不可能完全消失不见踪影。应父，密道出口是通往北边的，你那儿有没有别的发现？我仔细探查了密道，的确有高远的血迹，但是到中间就消失了，显然是有人接应。想不到我们上任后，第一件事就办得如此不利，真是辜负了陛下的信任。不过可以判断的是，我系灵术师接连遇害，以及薛家灭门惨案，都与高家脱不了干系。大人，你是否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情报？我系灵术师的案子和薛家的案子，应该都是高晨做的。高晨，高远那个独子，大人不要说笑了，那只是一个3阶的小鬼而已。齐风，不得无礼。高晨的苍眼可以通过吞噬火系灵术师的灵力来快速提升自己的修为，恐怕去薛家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具备7阶以上的实力了。原来如此，所以说薛家被灭门，是因为受到陈青林和高晨的夹击。高家的苍眼的确有这样的能力，可我还是想不明白，有这种逆天的能力，为什么高远不用呢？高远最后都狗急跳墙，公然谋反了。你猜他怎么不用这个方法来快速提升实力？因为这个办法并不是谁都能用。不对，高晨明明使用了，难道是高家祖辈在建国前靠着这个能力愈战愈强，可惜在最后与魔族的决战中损伤惨重，家中强者全灭，只剩下了年幼的子孙们。你是不是想问，既然高家还有活口，这个方法怎么可能断了传承？没错，总不至于一个人都没学会吧？大战后，高家示弱，得到某人帮助后，崛起成为4大家族之一。但是那个人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就是高家必须将拥有该能力的秘密在这一代中消除。这样的要求也能答应？若是我，肯定先假装答应，然后背地里偷偷将秘密记录下来。当时没有人敢拒绝他的要求，也没有人敢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耍小聪明。你说的那个人，难道是？是的，他和你一样，有不同的灵魂颜色。他就是初代树。围绕着我游走，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河，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辨着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挤着2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我呀你，水映脊梁，军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自有主张。只因蓝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
原来还有这样一段隐秘的历史。所以，高晨能够使用这个能力，就很有意思了。这个秘密只有我、严相伯以及陛下知道，但我们都不可能告诉他。因此可以确定，有某种我国以外的古老势力牵涉其中。你们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人才，不要让我和陛下失望。绝不负大人多年的栽培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。这件事虽然明面上不能大肆宣扬，但是你的确立了大功，我打算好好奖赏你一下。金钱、领地，还是说干脆就搬到我的后宫来？我的父母究竟去了哪里？思义和阮蝶吗？不是跑去度蜜月了吗？连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的话，我怎么知道呢？在见到我之前，你就知道我是思晋了吗？可为什么在见到我之后，却又说我不是思晋？因为我的眼睛能看出你的灵魂与这个世界的人截然不同，你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既然陛下知道这点，那我的父母，我是说两位灵尊他们，不要问我，问问你自己，你觉得你究竟是谁？这个他们是真心待我。没错，我是灵尊之子，是思义和阮蝶的孩子。思晋，已经有不少人发现你的身份了，我觉得你是时候动身出发，去外面游历了。相信我，这个安排也是你父母所希望的。看，是思晋。听说了吗？他向学生会发起换届挑战，好像赢了。真的假的？对手可是那个强到变态的陈清灵哎！那他就是下任学生会长了，真厉害！一下子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了。结果刚混出头就要离开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大概这就是深藏功与名吧。哎呀，这可真是没想到。嘿嘿，令家哥哥，我来找令云的，他在家吗？都让开！不认得这是令云的朋友吗？你们令家这宅子看着挺雅致的呀，不像其他家为了充门面装修的很奢华。自己住肯定要看着舒心，而且令家的地位和力量不需要通过这些手段来提醒外人。不过我以为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，你会对我们有所戒备，没想到你竟直接来串门。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吧？皇城之中有我不敢去的地方吗？薛家那次是我对不住你，如果你有怨气，也可以如实跟两位灵尊讲，到时候两位灵尊若想问罪，我会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。年纪不大，却跟个老狐狸似的。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再去告状，岂不是显得我很小气？思晋，你来了。我哥这种性格，和你说这些就已经是在向你服软了。谁要他服软啊？就不能给我来点实际的好处，收买一下我吗？你别说，他还真安排了。那虽然比不上严晶晶那个，但这也是个极为上品的储物盒，比你之前在用的要好很多。哦，就这？啊，这里面可不是空的，有很多钱和零食，而且火系零食比例很大，对拥有美式居合和手雷的你来说，算是个巨大军火库了。哼，倒挺实在的。钱呢？有多少呀？足够你把世界周游一遍。所以你是要走了吗？嘿嘿，不愧是令家二少爷，这消息就是灵通。有了你哥给的道歉费，我倒是不用穷游了。哦，令云，你看到了吗？刚刚游过去一条好大的鱼。几条鱼而已，至于那么夸张吗？你不看看家有多大？薛家在郊区的房子，我以为已经很气派了，现在看着还没你家柴房大。这家太大了，光是走出家门就要老半天，难怪你每次一回家就懒得回来。我可没偷懒，我这几天一直在处理家族事务。令云，学生会的重新组建还是要继续进行的，可我马上就要走了，要不你来管理学生会吧？不过加上家族事务的话，你能应付得过来吗？应该没问题。夏之秋和严晶晶同意留任，继续负责日常事务，所以我等于挂个职而已。
家族的事务也有人帮忙处理。好家伙，都有人帮你了，我还一天天见不到你人。陛下决定举办一场为期数日的庆典，来安抚因为高家叛乱而导致的民心不安。令家需要协助陛下处理相关事宜，这事我得亲力亲为。陆远，你们令家究竟是做什么的？说实在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令家家主是你亲哥，你居然跟我说不知道，是不是故意瞒着我呀？令家地位仅次于皇族赫连氏，在四大家族之首，是赫连的影子，不对，应该说是天明国的影子。令家的影响你无法用言语描述，因为你在这个国家能看到的任何东西，都有令家的影子。那么厉害，赫连氏没意见吗？四大家族和赫连氏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，这是经过千年考验的结果，甚至超过了普通的家族血脉关系。天明国如此庞大而强盛，赫连氏居然不集权，一点都不合理。不如现在这样，谁也离不开谁。军事、经济、政治，夏家、严家、令家各掌握一项，分权制衡吗？这大概是初代数之灵尊的手笔吧。不过这样看来，高家的覆灭似乎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。为什么呢？回来的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的大河总在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点大的眉毛不停的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，碎银几两，听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似有出招。只因蓝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他还没醒。哟，怎么等不及了？已经许多年没看过你着急的模样了。梵天门等了1000年，才等到了苍炎血脉的回归。我不在乎再多等一段时间。这小家伙境界低微，又死过一次，如今吞了他那9阶初级的父亲，要炼化完全部灵力涅槃重生，可没有那么快。我的白炎血脉，你的翠炎血脉，再加上苍炎血脉，我们3个的力量一起达到极致，才能真正重现梵天之象。希望这次苍炎的传承者不会让我失望。怎么办呢？要怎么开口呢？要不还是算了。红光，司机同学，你原来不在房间里啊！怎么了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进来说吧。司机，那个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逛夜市？
你终于要开启约会剧情了吗？要不要去呢？是我太唐突了，你就当我没来过吧。玩笑开过了。林峰，不许我去，明晚在哪儿集合啊？明天入夜后，我在诚心街等你。凌波，你到底在干啥？怎么敢说出口呢？完了完了，要是思静以后不理我怎么办？不过，他答应了我的邀约。注意力集中，将一切的意念集中在剑上，不要被外物影响。今天有皇城庆典，你去不？那我和你一起。今年的庆典肯定很好玩。说了让你们集中注意力。庆典呢？要不带凌波出去逛逛吧？他最近的确需要休息，我这个做父亲的也该照顾一下他的心情啊。父亲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凌波从学校回来了，今天过得怎么样啊？这丫头怎么回事啊？又来了，正好跟他说一下，晚上带他去逛夜市的事。凌波，今天没什么事情的话，要不要和爸爸出门？今晚不行，我有事。这丫头怎么回事啊？凌波肯定约了人去逛庆典了。师傅，你不会是想约凌波去玩吧？都这个年纪了，谁还会想跟老爹出去逛街啊？师傅，用十字星打我们，是不是有点太过了？花姨，快醒醒！怎么了？无法要截胡了吗？不是了，花姨，这次你快点帮我！别慌了，头都赶紧晃飞了。到底怎么了？我晚上约了思静去逛夜市，你能不能帮我打扮一下呀？你要是说这个，我可就不困了。我们这就动手吧。你从哪里突然掏出来的衣服？而且你的药不用煎完吗？快跟我进来！先把你这身不解风情的武道服脱了。等等！花姨，你是不是有点太兴奋了啦？不愧是城中心啊，晚上还这么热闹。凌波可能还没到，找个地方等他一下吧。哦，那边人少，就在那边等吧。凌波那时候跑得太快了，没有约具体见面地点，不知道一会儿能不能找到他。都怪我太马虎了。这里人少，希望他经过的时候能看到我。这身衣服穿的真别扭，总觉得衣服在往下掉。难道是我太小了？父亲不是说母亲的身材火辣吗？为什么我没继承这个优点啊？凌波，不要灰心，思静跟陛下关系这么好，而且跟夏之秋学姐的关系也很好，没准儿思静就是喜欢胸小的呢。凌波，你什么时候来这里的？我一直都在啊，后来听到你一直在碎碎念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。你带着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河正去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查个东南西北也难辨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大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黄了。
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，水银脊梁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复活似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我一直都在啊，后来听到你一直在碎碎念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。那你也不能偷听呀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凌波，没想到你还特地打扮了一下，结果我穿着平时的衣服就来了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了。我本来也想穿平时的衣服来的，但是花姨说难得庆典，穿着要有节日氛围，所以才强迫我换的。思静，我穿这样会显得很奇怪吗？不会啊，非常合适，很可爱。凌波，我带你去看个新鲜玩意儿。就这样自然的牵手了。老板，来点山楂，帮我用竹签串起来，再给我几个空的竹签。好嘞。思静，这是做什么？哼哼，给你做个好吃的。这里人少，应该可以了。好在这个世界，用灵术就能轻松解决没有锅和火的难题。吸灵术，卷起砂糖。然后是吸灵术，控制好火候，桃花灯糖浆之后，灵神流，源流霞，最后再用轻微的冰系切糖浆。嘿嘿，这就是我老家的著名夜市美食——冰糖葫芦。嘿嘿，快尝尝，怎么样？甜甜的又酸酸的，真好吃。哎，小哥，你这糖葫芦怎么卖啊？给我来一个。大家不要抢，优先给小朋友。喂，你们快看那边！这是在干什么？有个学院的学生，鬼点子很多，弄了不少好吃又好玩的稀奇东西。这么多人在看，可不能翻车。小哥，现在可以了吗？把砂糖扔上去吧，接下来交给我。好嘞。灭火，东西让砂糖融化成液态。接下来才是难点，加大光力的输出，使糖浆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捏成丝絮状，最后拿出竹签搅拌，当当，一根棉花糖就产生了。这个叫棉花糖，也很甜。哇，思静，你的花样真多！大家快动手，这个细拳只能维持1分钟哦。快让我试试！哎，别急别急，看我双刀流！哼哼，凌波，现在快跑！再不跑，我们今晚就要做1晚上苦力了。思静，好神奇啊！你怎么会这么多稀奇玩意儿？好吃，就是有点粘嘴。你粘得满嘴都是了。你是不是早知道会这样，所以自己才不吃啊？
有破绽，灵神流彗星。你这也太危险了，怎么忽然使用剑术啊？谁让你笑我？失败了就快走，别挡着我做生意。对不起，再捞的话钱就不够了。老板，捞一次多少钱啊？灵神流，偃月灵心流，朔月，夕照。嘿嘿，让你欺负小朋友。刚刚谁说不能胡乱使用剑术的？路线不平，拔刀相助嘛。那我们接着去那边看看吧。我不自觉就抓住了思静的手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未来的我也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河总比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变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大仙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后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疆。我呀你，水影寂寥，云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出招。只因难寻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思静，凌波，我有话要和你说。边走边说吧。都这么晚了，街上还有这么多人，很难想象这种幸福的时刻差一点就被打破了。现在想来，这场庆典举办的时机正好，可以很好的安抚民心。居然是在讲这么严肃的话题啊！思静，你有心事？我这几天一直想，我之前做的事可能太冲动了。我发现人啊，一旦卷入了强大的权力之中，思考问题的方式就会变得冷酷无情。思静，人非圣贤，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我只是害怕，我变成我所憎恶的那种人。无上的权力和强大的力量，一不小心会让人沉沦其中。但是，并不希望变成那样。凌波，过几天我就要离开皇城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凌波，思静，你喜欢我这么穿，还是更喜欢我平时的样子？你这种致命问题，我得好好想想再回答。我觉得今天的凌波比平时更好看，当然平时也很好了。我这该死的求生欲。果然你会喜欢，不枉我今天好好打扮了一番。我决定了，以后要成为内外兼修的女剑士。所以，思静，你也一定能成为你想成为的人，而我也会成为我想成为的人。
思静，我喜欢你。凌波，我……你的回答就等你回来后再说给我听吧。不论多久，我都会等你。昨天凌波是不是在外边玩得太晚了，所以今天起得那么晚？父亲大人，早上好！我去上学了，大家今天也要好好练习哦。最后该道别的就是木之兰了，唉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气。啊，不在吗？那等会儿再来吧。就这样，我开始跟所有重要的人说我要离开的事情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得离开学院一段时间。思静，好好去历练，学籍我给你保留。不过能不回来就尽量不要回来了。思静，这点银票你带着当盘缠。等到要告别的时候，才发现有些舍不得。行了就想跑，把手雷和美食区合的制作方法给我交出来！你想个有人赚钱的门路？有了！什么有了？你知道洗面奶吗？居然还有这种好东西！没有需求就创造需求，相信我，以后的消费市场就是女性的天下。这小子难道是经商的天才？如果把他吸纳进严家的话，但是要怎么做呢？要让他一心一意为严家做事的话，只能结婚。未来的我也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个钻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连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天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县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降。火焰你水银脊梁，金瓜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蛊惑似有出招。只因蓝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个名堂。只能结婚。哦，对了，你最近有看到木之兰吗？我也很久没在学院里见过他了。你怎么了？结果过去那么多天，一直没碰上木之兰。唉，好累。坐在龙椅上还垂头丧气。唉，你找我进宫，不会真的只是想让我给你做糖葫芦吃吧？你还真说对了，发明出这些玩意儿，居然不先拿给我尝尝。我传你进宫才想到要做给我吃，该当何罪？你要是喜欢吃，一会儿我把做法交给宫里的御厨。不用了，当我是小孩子。你不本来就是小孩子吗？思俊，不能再拖了，
明天天亮你就动身离开。有动静。现在的平静只是表面的，我能感觉到城里多了很多九阶高手。我真的非走不可吗？难道灵尊的存在还不能震慑他们？再说，我的实力也不弱呀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离开，将你的存在由明转暗。总之，你明天就动身离开。结果到最后也没见到木之兰。哦，难道是玲玲又来爬我的窗户？思静，我以为你已经睡了。睡不着。不过你怎么也是爬窗户来找我啊？你也不想想现在几点了，我总不好半夜敲门吧？都要走了，还想在学校里留一个邻国公主木之兰夜袭思静的传说吗？你在说什么呢？学校怎么会乱传这样的谣言啊？你刚刚说我也是爬窗户进来的，意思就是说有其他人也经常这么做？说起来，我今天在学校里遇到凌波了，她变得很有女人味，浑身都发着光。不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呢？木之兰会不会生气要动手啊？我是不是该偷偷准备几个防御灵术？真是有点羡慕凌波啊，能肆意挥洒青春。木之兰，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啊？龙气拳，有话好说啊！一言不合就帮留下灵术啊！龙气拳这么稳定，木之兰，难道你已经突破到6阶了？没错，与颜晶晶对决后，我就感觉要突破了，所以拜托文人老师指导，闭关巩固自己的境界。就是在某人忙着跟各种人约会的时候。好累啊，借我靠一下。好香啊！是不是很香？好像被看穿了。思静，明明你就要走了，我却还在忙着提升自己的境界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无情的女人啊？不会啊，你说过要成为灵尊，然后一直朝着目标坚定不移的前进。我觉得这样的你非常了不起。什么时候走？天一亮就走。没多少时间了，要不我们来做点有意义的事？思静，错过了可就没机会了。今晚的月色很美，我在想，不如趁着月色出发吧。真是个直男啊！那行，让小白载我们出发吧。今天皇家修炼学院历史上最传奇的一念级生，就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从学院消失喽，踏上全新的冒险旅程啦！思静，你这个傻瓜！小白的速度是不是又提升了？我的等阶提升后，小白的力量和速度也会相应提升。真是厉害，不如你把小白借给我旅行吧。你想得美！已经离开了皇城的范围了。要离开了，虽然有些舍不得，不过我们还会再见的。为了这我一走去见一个朋友，刚好碰上比我还闪火的日头。我满了大河走进不知名的小巷，一路扎个东南西北也能连着方向。来到茶楼的门口，倚着两个老头，老头撩着电大的眉毛不停地抖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带有个张家县就在那里。算来算去，人生不过一梦荒凉。醒来怎遗忘？你双眸生光，印堂发亮，几照天将。火焰你水映脊梁，
挂祖传秘方，拂袖扬长，福祸自有主张。谁饮蓝血，几度恩怨情长。若单枪匹马，也要闯。